本视频耗费1个半月制作而成，共计时长2小时54分，带你一口气看完勇士与魔神之间的宿命对决。友情建议可以先把脑子存起来。男孩明明是世间最顶尖的9环大魔导师，可在面对最终的魔神时却束手无策。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强大，只因当初他与勇士共同被选为英雄之才，但他却主动把唯一能斩杀魔神的神圣之力让给勇士。那时米哈尔觉得富有正义感的勇士更适合做领袖，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在之后讨伐魔物的路上，米哈尔才觉察出这勇士脑袋有问题，只会凭着一身的正义感一意孤行。面对只剩丝血的邪恶魔神，总是不愿补刀，故意放他们离去。米哈尔的计划也被他全盘否决，说不想用阴谋诡计来赢过对方，而是要与魔物堂堂正正的较量。因为他的决策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伙伴，如今他还没对上魔神就提前把自己作死了。面对魔神带领着的怪物大军，同伴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米哈尔身上，一个个的冲上去，用生命为他争取时间。终于在最后一位同伴为他赴死后，他完成了9环大魔法末世之咒。顷刻间就有上亿颗陨石从天而降，平整的大地也瞬间被轰得残破不堪。只可惜他的最强一击还是没能斩杀魔神。虽然这样的结果米哈尔早就预想到了，可如果他就这样死掉，那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先走一步的同伴呢？米哈尔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魔法师们都忌惮的邪恶力量，那就是将世间所有生命献祭，来施展足以逆转天理的尸环之力。可惜他最终也没能完成最后一步。直到魔神的巨爪落下，米哈尔还在遗憾没能亲手干掉那个勇士。可当他再次睁开眼时，竟然发现回到了20年前的家。见此他不由得咧嘴一笑，没想到我竟然意外触发了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重生魔法。要知道这可是被称作为不可理解的术士。这时米哈尔疑惑脑袋上怎么会缠有绷带，管家听后一脸慌张，少爷你该不是被打傻了吧？早上你跑去求艾琳小姐让她别退婚，结果被人家揍了一顿。此话一出，米哈尔顿时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往。艾琳是林顿公爵家族的大小姐，也是他20岁之前的婚约对象，而他则是瓦普吉斯侯爵家族的废物大少爷。当初因为软弱无能的性格被艾琳讨厌，可重生的米哈尔知道他退婚其实是另有原因。画面一转，此时管家已经来到侯爵面前，并将少爷已经苏醒的事说了出来。侯爵听后一脸愤怒，那个小兔崽子醒来之后说了什么？要是再敢去找那个公爵千金，我就打断他的腿。管家表示少爷并没有那个想法，就算他真有的话，也肯定不会像您说的。对此侯爵也深感无奈。与此同时，米哈尔正在房间里召唤魔力环，为了下一次能赢得与魔神的决战，他必须从现在的每一秒开始准备。随后米哈尔决定尝试一下前世都不敢施展的东西。魔法师每提升1环都会在心脏处凝结出一个魔力环，而魔力则会循着环不断进行顺时针运动，每个环都是独立的存在，这是当下所有魔法师认同的修炼理念。但米哈尔却不这样认为，他要做的是在体内制造出12个循环支点，然后让所有的环在这12个支点一起运动，这样不仅不用修炼巨量的魔力，而且还能以最高效的方式运转魔力。只是这个过程会有点痛苦，但一想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这点疼痛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最终他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这种循环式修炼法，同时还将实力提升到了4环的水平。随后米哈尔又试了一下魔法的多重发动，可以同时发动2个魔法，这对目前4环的他来说已经是极限了。这时侯爵突然一把推开了房门，说已经知道他干的那些丢人事，还要打断他的腿。眼看老父亲是打算动真格的，米哈尔连忙解释这只是他计划的一环，接着伸出一根手指表示，老实讲，公爵家族单方面退婚这件事确实挺令人不爽。侯爵闻言陷入了短暂的思考，显然他对公爵家族行事专横的态度也有不满，于是示意米哈尔继续说下去。米哈尔伸出手问道，我们和林顿公爵家族缔结婚约时提出了什么条件？侯爵一脸不解，当然是对方不能学习任何魔法修炼，毕竟想要诞下正统继承人，就不能混入其他性质的魔力。米哈尔的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没错，诞下继承人对一个家族来说是头等大事，可如果公爵千金违反了这个条件，又会怎样呢？原来他前世通过一些小道消息，得知艾琳其实偷偷修炼了魔力，而能骗过侯爵这个8环大魔导师的眼睛，就只能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捕魔具。随即米哈尔向侯爵承诺，我会亲自证明此事，若是我有一点假话，我便主动放弃家族继承人的身份，同时去掉瓦普吉斯的姓氏。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公爵府内，艾琳正在修炼剑道，公爵一脸担忧地走了过来。那天之后米哈尔那边没什么反应吧？艾琳让父亲放心，那个傻子是不会发现异常的。听到这话，公爵也多少放心了下来，毕竟就算他家是有名的魔法世家，也不可能发现他女儿身上的古魔具，而且他家今天还要为迎接帕斯洛夫伯爵家做准备。这次里安·帕斯洛夫也会到场。里安不仅是帕斯洛夫伯爵家的唯一继承人，也是一个被称为下一代剑圣的剑术天才。艾琳觉得这样的人才能真正配得上他。就在这时，一名骑士来报，公爵大人，有人前来拜访。公爵一脸迷惑，难道是帕斯洛夫家的使节来了吗？可这也未免太早了点吧？骑士磕磕巴巴地说道，不是帕斯洛夫伯爵那边的人，而是瓦普吉斯少爷。公爵听后心里一惊，立马让守卫传报今天家族有约，让他改日再来。另一边站在公爵大门外的管家依旧担心，少爷你如今在家族中的名声已经不太好了，这次确定还要再来丢脸吗？闻言米哈尔一脸自信，管家你别担心，一切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恰好这时骑士回来传报，非常抱歉米哈尔少爷，公爵大人和艾琳小姐今天都不在府内，您还是下次再来吧。米哈尔听后没有多说什么，反而是转身就走。就在骑士刚想松一口气时，却发现对方竟在不远处找了棵大树坐下。骑士询问他想要做什么，米哈尔慵懒地表示一路上有点累，现在想在这里休息一会。骑士心想帕斯洛夫家族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可不能让这个废物少爷与他们碰面。就在他伸出手想要强行带米哈尔离开时，米哈尔的脸色却突然间黑了下去。纵然你们已经单方面悔婚，但我好歹也是你们家小姐的未婚夫，更是瓦普吉斯家的继承人，给我放手！见到米哈尔狠厉的表情，骑士连忙惊恐的把手松开。米哈尔拍着刚才被骑士拽过的胳膊，麦考因骑士，我问你，你觉得自己有对我动手的资格吗？面对米哈尔的质问，骑士连忙惶恐的跪倒在地，在下不敢，心中想的却是这家伙明明早上还在我面前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现在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接着米哈尔一字一句的说道，想让我离开，那就让艾琳立刻来见我。待骑士将话传回去时，艾琳却一脸轻松的表示，我去见他便是，只要像早上一样把他暴打一顿就好了。骑士则有些欲言又止，而此刻米哈尔正在树下盘算着，我要找的2个家族居然主动的聚在一起，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帕斯洛夫家族的李安了。李安是他重生前的伙伴之一。这时管家突兀的问道，少爷，你是不是瞒着侯爵大人偷偷修炼别的功法？您刚才在一瞬间展示出的力量，绝不是3环魔导师所能拥有的。尽管我不是魔法师，但在侯爵大人身边伺候多年，也锻炼出较强的眼力。米哈尔知道管家想说什么，他怀疑自己为了提升境界使用了某种禁术，随即他很自然的把手递了过去，让管家随意检查。而在接触到手的一瞬间，管家才发现少爷不知何时竟然达到了4环魔法师的境界，而且也没发现使用过禁术的痕迹，这才放心了下来。恰巧这时艾琳走了过来，你又来做什么？该说的话我们上次不是已经说完了吗？闻言米哈尔掐着腰起身道，你是已经说完了，可我还没说完呢。艾琳以为对方还想死缠烂打，让他不要再做无用功了，回家洗洗睡他不香吗？别急嘛，有事慢慢说呀。怎么今天有贵宾要来吗？听到这话的艾琳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米哈尔露出了诡计得逞的笑容。里安帕斯洛夫可是一个从不关心家族政治地位，一心只钻研剑术的男人，他大概率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要见的家族发生了什么事吧。但有一点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他非常讨厌不遵守约定的人。如果他知道自己想要订婚的对象曾单方面退过婚，那他肯定无法容忍。见艾琳一言不发，米哈尔便继续说下去，没错，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协商退婚，但必须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婚约本身没有问题。随即他的身子朝着艾琳凑近，艾琳小姐现在是不是可以请我进去喝杯茶了？面对这一轻浮的举动，身旁的骑士护主心切，竟一把将米哈尔推开。即便你是瓦普吉斯家族的继承人，也不能如此放肆。对此米哈尔直接被气笑了，你们林顿家族的骑士都这么没规矩的吗？不仅敢打断主人间的交流，现在居然还敢对贵族出手。闻言艾琳脸色一黑，立刻下令让骑士住手，并直接罚了他这1个月的俸禄。而他为了表示歉意，同意了米哈尔的请求，让他进公爵府喝杯茶。骑士提醒帕斯洛夫家族来了怎么办？等会再说吧。就这样米哈尔顺利进入了公爵府，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装饰，忍不住感叹了一句，这里还是老样子。管家有些疑惑，少爷，我记得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啊，你刚才感叹的样子怎么那么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呢？这不禁让米哈尔有点生气，我才没有那么老。随即管家又担心起了安全问题，侯爵大人不在这儿，少爷您打算怎么办？米哈尔转头给了他一个微笑，你说什么呢？不是有你在我身边吗？你可比任何人都要可靠。很快众人便在艾琳的带领下来到了会客室的门口，米哈尔抬头表示自己有话要单独和你说。艾琳同意了，他让骑士和管家待在门外。来到房间后，艾琳示意他有话快说。米哈尔也不废话，开口第一句话便是，你们撒谎了，你违反了订婚期间不能进行魔力修炼的这个约定。听到这话，艾琳的小手抖了一下，但脸上还是装得十分淡定。他笃定对方是在装腔作势，想借机套话。米哈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没有违反约定，如果你不相信，大可以亲自确认。而米哈尔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当然肯定不是要在这里检查，为了这次检查的公平公正，我希望你在即将到来的帕斯洛夫伯爵家族面前证明自己。艾琳先是一脸惊讶，随后愤怒地说道，你没有权利要求我这么做。对此米哈尔早有准备，他直接掏出了瓦普吉斯家族的象征物，持有这个就代表他现在说的每句话都代表着瓦普吉斯家族的立场，同样艾琳说的话也要为自己的家族负责。此刻他已经惊慌失措地低下了头。这时一直在门口偷听的伯爵推开了房门，艾琳，从现在开始你一句话都不要说。而米哈尔来这里的第一个目的便是劫持这位林顿公爵，他乃是帝国排名第5的骑士，也是帝国12位剑术大师中的一位。可后来他却因为魔神失去了一切，在米哈尔眼中，他是应对未来危机所必须的人才。公爵有些错愕，他不敢相信眼前的少年会是人们口中的废物，难道是瓦普吉斯侯爵为你找出了龙之心？米哈尔却笑着表示，这怎么可能？我父亲的为人，公爵大人您还不清楚吗？他可是连尿壶都捧在手心的人，又怎会将龙之心找来给我？听到这话的公爵忍不住大笑了起来，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挺对我胃口的。而米哈尔觉得场子热得差不多，便打算直奔主题。所以公爵阁下对我俩的婚事是怎么想的呢？没想到这位公爵也是个老赖，一脸嘲讽地说道，我们是因为你人品不够格才提出悔婚的。同时矢口咬定艾琳没有修炼魔力，还说她可是帝国排名前5的骑士，女儿若是修炼魔力了，他岂能不知道？是啊，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艾琳也可能只是偶然领悟了魔力修炼法。而公爵发现此事后，第一时间开始衡量身为混混的未来女婿和自己女儿的剑术才能，哪个更有价值。同时米哈尔发现，从刚才起他就一直在散发着恐怖的气势，在如此强大的威压面
面前，一般人是没办法正常思考的。不过这可威慑不到米哈尔，毕竟这种强度的威压他早已经习惯。为了让公爵这个老狐狸彻底无话可说，米哈尔打算直接摊牌。不久前我曾纠缠过艾琳，那时他犯了一个小失误，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我看到他脖子上有东西。至于脖子上戴着的是什么，我想公爵阁下再清楚不过了。听到这里，公爵显然是慌了，可他依然嘴硬想抵赖。你也有可能看错了呀。闻言，米哈尔直接起身离开。对了，我听说里安帕斯洛夫正在往这边来，说不定回去的路上还能遇到他呢。这下公爵终于沉不住气了，他连忙起身大喊站住。这一刻，米哈尔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您这是打算承认了是吗？林顿公爵不再掩饰，反而是大方承认，但他随后说的话却让米哈尔惊掉下来。这件事可以当作没发生过吗？这时米哈尔才想起来，这位公爵是出了名的脸皮厚。在经过一番协商后，最终米哈尔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随后便一脸满足的离去。待他走后，艾琳紧张的握紧拳头。父亲，这件事都是我的错，我会想方设法承担下一切后果，一定不会连累到家族的。公爵让他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这是整个家族的事，不是你一个人能承担的。再说你修炼魔力是我同意的，谁又能预料到艾琳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自己领悟了魔力修炼法呢？他是一个剑术天才，我也不想让他的才能被浪费掉。接着公爵宠溺地摸着女儿的头，艾琳，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好好关注一下米哈尔这孩子，他可远比你想的要聪明。与此同时，米哈尔已经在路上拦下了前往公爵家的李安，向李安伸出了手，成为我的伙伴吧。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李安一头雾水，我根本就没见过你吧？看着米哈尔挑衅般的眼神，以及无端被他拦住了去路，李安瞬间就爆发出了惊人的气势，真不愧是被称为下一代剑圣的人。可下一秒，那气势就被米哈尔一掌拍散，这不禁让李安一愣，因为他完全没来得及看清对方刚刚干了什么。米哈尔眨巴着大眼睛让他冷静一下，好歹听人把话说完嘛。而李安在得知他是瓦普吉斯家族的傻子继承人后，内心也是一阵诧异，因为他明显感觉到眼前这人深不可测，完全不像是一个傻子。对于李安的疑惑，米哈尔并没有否认，毕竟他以前确实是那个样子。而眼下最要紧的是为抵抗魔神入侵做准备。可一说到魔神，米哈尔又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混蛋勇士，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这充满杀意的表情让李安浑身一颤，不自觉地退了一步。见状，米哈尔赶忙调整情绪，表示接下来要和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李安认真的点点头，示意我继续说下去。这小子果然没变，虽然他经常因为狂放不羁给人一种喜怒无常的感觉，但他其实是一个很稳重的人。米哈尔率先问道：“你今天是来和艾琳缔结婚约的吧？如果一切顺利，你很快就是他的未婚夫。原来你是因为甘心被悔婚，所以特意来捣乱的吗？”米哈尔忍不住嗤笑：“怎么可能？艾琳于我而言没有任何价值，我感兴趣的只有你。”闻言，李安迅速与他拉开距离。没想到瓦普吉斯家族的继承人还有这种癖好。米哈尔赶紧解释：“我喜欢女人，我刚刚的意思只是想让你做我的伙伴罢了。”李安被惊得瞪大双眼，看来你不是个傻子，而是一个疯子。看着李安那张熟悉的脸，米哈尔不由得想起了前世的那一战。当时李安一人一剑击溃了魔神的第3军团，甚至还亲手杀死了军团长魔神阿杰姆，但这也让他受到了无法逆转的致命伤。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把米哈尔叫到身边，问了他一个问题：“米哈尔，你当时真的无法成为勇士吗？”画面一转，二人已经来到了林顿公爵的庭院中。米哈尔本想邀请李安再次并肩作战，可谁知现在的李安却根本不信这些。那个神圣教国不是总拿那种没意义的预言搞事情吗？什么勇士啊魔神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现在可是和平年代。是的，在魔神还没造成威胁之前，就曾流传过一段卡珊德拉的预言。这则预言和以往那些一出现就石沉大海的预言不同，不知用了何种手段，它散布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一开始大家都对这则预言毫不在意，米哈尔也知道他不可能刚见面就劝李安接受这些，不管你信不信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和你成为伙伴。可李安仍是认为他在说胡话，刚想起身离开，可米哈尔的下句话却让李安脚步挪不开半分。穆里埃尔灵气修炼法知道吧？就算你是新一代剑术天才，也不可能在剑术修炼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是的，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李安在剑术修炼上遇到了瓶颈，并不是因为他的灵气修炼法不够强，而是并不完整。果然听到米哈尔卖关子，李安已经开始急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米哈尔一脸淡定地提出条件：如果你愿意接受我成为你的伙伴，作为报答我会告诉你完整的穆里埃尔灵气修炼法。可李安显然还是不相信他。穆里埃尔一生只留下了一本手记，那还是我千辛万苦才得来的，即便如此，上面的内容也都不完整。米哈尔表示我没有戏耍你，穆里埃尔灵力修炼法的其余部分的确在我手上，要想得到就得答应做我的伙伴。无奈李安只能留下来，但他有一点很好奇，你说你不在乎我是否和林顿家族结为姻亲，但这并不代表你的家族也不在乎我。对此米哈尔只是轻笑一声，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们瓦普吉斯家族了？听到对方充满自信又有些嚣张的话，李安顿时觉得这小子莫名对他胃口。虽然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很糟糕，但我感觉还不赖。如果你真的能证明手中有穆里埃尔灵气修炼法的话，我不介意成为你的伙伴。闻言，米哈尔直接将李安带到了训练场地，让李安现场给他演示一下穆里埃尔灵气修炼法。果然如书中所说，李安的皮肤上开始浮现出特殊烙印，但并不是很明显，他差不多只转化了50%左右的灵力。但真正的穆里埃尔修炼法是能将这一数值提升到70%的。随即米哈尔拿起剑轻呼了一口气，下一刻他的皮肤上开始浮现出穆里埃尔的烙印。李安见到这一幕直接瘫倒在了地上，一个剑士才会的技能竟被他一个魔法师使出来了。他颤抖着声音质问道：你真的是一个魔法师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安开始怀疑起了人生。我明明苦练数十年的剑术修炼，却比不过一个只练习了2天半的魔法师。接着他又陷入了深深的懊恼中，因为他刚才由于太过惊讶而没有看清，这把他急得直接失去了贵族的风采。你就不能告诉我修炼法的完整内容吗？接着他又开始自言自语，也对，这么珍
珍贵的修炼法，你肯定不会那么容易告诉我。没想到米哈尔却满不在乎地说道：“可以啊，你想知道我告诉你便是，只是这个地方不太方便，到时候你到我家找我吧。”而这修炼法本来就是李安的东西，前世他知道自己终究会死，于是便将这修炼法完整的交给了米哈尔。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可就在米哈尔要走出公爵府大门时，却见林顿公爵早在这里等候多时了。米哈尔不禁感慨，这家伙真是个老狐狸，刚才那一幕应该全被他看到了。没想到下一刻公爵竟直接对他鞠躬道歉，表示这件事是他们家族做的不对，无论米哈尔想要任何补偿，他都会全力满足。对此米哈尔也客套地表达了歉意，今天冲撞了公爵大人，还请见谅，祝艾琳小姐能和李安少爷有个好结果。公爵有些无语，忍不住阴阳道：“我怎么就觉得这桩婚事没有希望了呢？”米哈尔笑着说道：“我只是给了李安另一个选择而已，毕竟他是个很谨慎的家伙，他一直都认为艾琳会选择退婚是因为米哈尔不够格，但他这次亲眼见到了对方的实力和人品，就会发现传闻并不属实，悔婚背后也有问题。不过公爵认为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他今天在见到了米哈尔的一番表现后，有了比李安更在意的人，我们还能重新取得瓦普吉斯家族的信任吗？”米哈尔笑着表示：“当然，只要你们拿出足够的诚意，我们随时欢迎。”说着他还抛出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条件：“如果有一位优秀的老师可以指导艾琳剑术，您会怎么做呢？”听到这话，公爵有些心动，他今天见识到了米哈尔那超凡的剑术理解，肯定认为他的背后有一个很厉害的剑术老师。不过这一切要在我们两家修复关系之后才行。公爵忍不住认真思索了起来：“你小子狡猾得很呀！”而米哈尔刚回到家就被老爸揉着头一顿猛夸：“不愧是我儿子，除了你还有谁能识破那个老狐狸的圈套？”对此米哈尔回了个无语的表情：“我去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侯爵连忙岔开话题说起了正事：“在你回来之前，林顿公爵派人传了话，说是为了表达歉意，他们会亲自来我们家拜访。看来他们是想私了，求我们不要对外公开此事，毕竟他们家族信奉骑士道精神，这件事要是传出去，对他们的打击很大。”说话间，侯爵嘴角上扬：“我们可以借此大捞一笔。”他早就看不惯林顿家族那副狂妄的样子。对了，公爵还有没有和你说其他的？米哈尔表示也没什么特别的，他们只问我还能不能重新找回瓦普吉斯家族的信任。我说可以，但前提是他们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闻言，侯爵露出满意的表情：“很好，不管你实际上有什么情绪，不表露出来都是明智之举。”米哈尔趁此机会向侯爵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让他对此事负责到底。侯爵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同意了他这个要求。可就在米哈尔转身准备离去时，侯爵却突然出声把他叫住：“孩子，你今天表现得很棒。”那个从小就不懂事的孩子，如今看来是长大了。随后他站在窗边再次得意了起来：“让我想想，要怎么才能让别人知道我摆了那老狐狸一道呢？”回到房间后，米哈尔开始思考起了更重要的事。在前世，瓦普吉斯虽然身为帝国最强的魔导师家族，却在一夜之间名声扫地，而能让这么坚固的家族倒下，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内乱。家臣们每天都在为了站在更高的位置上而争吵，而米哈尔也被众人利用，间接招致了家族的没落。而那个最大的带领者就是诺斯特拉子爵。接着他叫了一声身后的管家：“你可以叫诺斯特拉子爵来见我吗？估计他现在正在等我找他呢。”不一会，诺斯特拉子爵就来到了米哈尔的房间，满脸堆笑地说：“少爷，听说你找我呀？是不是已经想好让我做你的老师了？”是的，前世这个家伙不仅挑起过家族内乱，还将米哈尔用不正统修炼法达到了3环，为他之后的修炼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最终不得已之下，他只能舍弃了原本的力量，重新开始修炼所有魔力环，并且由于他曾与父亲是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哪怕到最后父亲都没狠下心来处理掉他，最终导致他带领家族向魔神低头。而这一世米哈尔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但这一切他并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给了对方一个提议：“你和我在同等级的条件下打一场。”对此诺斯特拉表示疑惑：“少爷，您这是什么意思？”米哈尔解释：“我不介意认你当老师，问题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资格教我。”闻言，诺斯特拉急忙说道：“那天我不是都帮你凝聚出第3个环了，这难道还不够吗？”米哈尔表示：“当然不够，我希望你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我还会以瓦普吉斯的名义发誓，如果你赢了我就拜你为师，反之你拜我为师就好了。”而诺斯特拉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此时他的心里早就乐开了花，限制在同一等级对决，虽然乍一听好像是他吃亏，但7环和4环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无论怎么比都是优势在他。等米哈尔走后，他彻底暴露了野心，他知道想要得到家主之位是天方夜谭，所以他觊觎的是家主都奈何不了的地位，而米哈尔的出现给了他一个能更快达成目标的机会。就在他得意忘形之际，殊不知他早就踏入了米哈尔为他精心布置好的陷阱。不一会，管家就气喘吁吁地来到了米哈尔的房间，他已经得知了少爷要跟诺斯特拉子爵对决的消息，而消息被谁传出去的不言而喻，他这么快就把事情说出去了，看来很怕自己反悔啊。米哈尔淡定地叫管家平复下心情，但管家已经没法冷静。听说你输了还要拜他为师，那可是在助长他的势力啊。对此米哈尔并未否认，但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我会输呢？前世诺斯特拉向魔神信徒屈服的样子，米哈尔到死都不会忘记，而他必须要这么做才能引对方上钩。随即米哈尔向管家认真地提问：“你知道诺斯特拉为什么那么狂妄却还能留在家族吗？”管家想了一下，那是因为他和侯爵从小就是有交情的朋友。是的，没错，父亲实际上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他不会先出手处理诺斯特拉子爵，因此这个恶人只能由他来当，他要用这场赌局让对方安分下来。
魔法师之间的赌约带有语言的力量，因此也受到魔法的制约。也就是说，只要在赌约中胜出，那么胜利一方就有绝对的主导权。但听了我的话，管家只是默默地掏出了辞职信，再听下去我可能会气得胃痛，所以我打算辞职走人。米哈尔挥手将管家手里的辞职信给烧掉，表示让管家相信他一次。诺斯特拉的七环也是用那不正统修炼法才得来的，所以他的实力很虚浮。也就是说，他可以模仿出七环魔法师拥有的气势，却无法在实际对战中赢过同等级魔法师。而在这之后，米哈尔又找到了侯爵，希望他能在这场比试中当个见证人。不出意外，侯爵也是很愤怒，并扬言要打断他一条腿。米哈尔则向侯爵坦言，父亲，我并没打算要输，谁打赌不是为了赢呢？我既要赢得这场对决，又要让诺斯特拉给我当徒弟。他本想着用这番话来感化父亲，没想到父亲却反手掏出了棍子，打算当场打断这个逆子的狗腿。无奈的米哈尔只好试着继续打动父亲。诺斯特拉子爵是我们家族的家臣是吧？那我作为家族的继承人，驯服家族的家臣有错吗？此刻父亲手中的棍子已经颠出了响声。你想过万一自己输了会怎么样吗？或者说我会对你怎么样？最终米哈尔只好向父亲承诺，为了家族的和平，如果我输了愿意献上一条腿。很快他便提前来到了魔法练习场，打算提前试验一下魔法。随着魔法能量在掌心汇聚，下一刻便有一发魔法导弹射了出去。魔法导弹跟随着他的手变换各种方向，虽然这只是个一环魔法，但那是因为它的缺点是精准度不够。像他这样能随意变换方向的话，它的威力将能比肩五环魔法。紧接着米哈尔轻声开口魔爆，下一秒魔法导弹直接在他的头顶上炸开。而这只是试验，他要做的程度还远不止这些。很快诺斯特拉子爵便已到位，侯爵也刚好到场。随着侯爵坐上主位，赌约也正式生效。只见侯爵手掌抬起，一道道魔法锁链缠绕了过来，将诺斯特拉的实力束缚在了4环。诺斯特拉率先抬手一个减速魔法，想要减缓米哈尔的速度，拿到对战的先机，而后者只是随手一个混淆魔法，便将诺斯特拉的魔法打断，还让他后退了几步。诺斯特拉根本想象不到米哈尔能学会这个技能，因为混乱魔法在4环魔法中属于最难的那类。随即他便再次出手，火球和锋刃多重发动，施展元素爆发，并且还同时使用天崩地裂，让米哈尔的脚下寸寸崩裂，重心不稳。米哈尔见状立马释放了一个魔力屏障，轻轻松松的就将所有魔法给阻挡。按常理来说，诺斯特拉说的没错，刚达到4环的米哈尔是无法轻易挡住这些攻击的。但与剑术不同，魔法是一门很不公平的学问，无论再怎么努力，剑术上的实力差距都取决于肉体能力和灵力，可魔法只需要拥有一颗善于计算的头脑。想到这，米哈尔便施展出了刚才试验的魔法导弹，但与试验不同的是，这次是多重发动，瞬间无数发魔法导弹袭向诺斯特拉。身为7环魔导师的诺斯特拉一眼便看出其中掺杂的无数东西，自主操控、多重定式爆炸、系列魔力弹等等数十样技能夹杂在一起，这是4环魔导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吗？对此，诺斯特拉只能勉强放个护盾抵挡，但在米哈尔的第2段爆炸下，他的护盾转瞬间瓦解。气急败坏的诺斯特拉质问他到底用了何种手段，这并不是以您的水平能使用出的招式，您肯定动用了什么被禁止的歪门左道。而米哈尔的拳头则愤怒地砸向了身后的柱子。子爵，注意你的言辞，我可是赌上瓦普吉斯家族的名誉与你对决。见此，诺斯特拉颤抖地跪倒在地，是我失言了。随即米哈尔便再次使出了上一次的招式，这次又是数发导弹一起命中，卷起了滚滚浓烟，而诺斯特拉则狼狈地躺在浓烟之中。不过诺斯特拉很快便自信地站了起来，好，很好，您的表现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但我这次要让你真切地体会到7环魔导师意味着什么。说着，面对同样的导弹，诺斯特拉当即使用了双重屏障阻挡，这次完完全全挡住了攻击。接着诺斯特拉再次使用出多重攻击，而这次不同的是，他发动的是3重4环魔法，就连侯爵都感到惊讶，感叹他到底对自己隐瞒了多少东西。而这场胜负他已经看出来了，这次诺斯特拉的攻势米哈尔是不可能挡住的。然而待魔法飞到米哈尔的面前时，他竟随手将那火箭握在手中，拳头轻轻攥起便将魔法给破解。承认吧，这就是魔法师才能之间的差距。而就在下一刻，上百发魔法导弹浮现在我周围，转瞬间射向子爵。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艺术就是爆炸。伴随着一阵猛烈的爆炸，诺斯特拉直接昏厥，失去了战斗力。但米哈尔却并不打算放过他，伸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活生生将子爵给打醒。接着又是一发魔法导弹直接对脸发动。眼见诺斯特拉子爵要认输，米哈尔又是一个大闷拳堵住了他的嘴。上一世他曾把死前想做的事列了个愿望清单，而其中一个愿望就是能亲手处决掉这个叛徒。眼见他再打下去，诺斯特拉可能真就要凉了，吓得侯爵连忙从主位上下来，制止了米哈尔手上的动作。而米哈尔此刻已经无法控制情绪，大喊道：“我怎么能停下？我还没听见他亲口认输呢。”而诺斯特拉其实已经被他打到说不了话了。父亲，求你了，让我再打最后一拳好吗？而父亲捏紧拳头问他有没有看到手腕上抱起的青筋，如果你再打他的话，我可能就要打你了。最终侯爵宣布了此次对决的结果，并在诺斯特拉身下释放了个传送法阵，将他传送到了安全的地方。眼见米哈尔冷静了下来，父亲叫着他的名字，我完全没有料到你的实力竟在不知不觉间成长到了这种地步。你刚才短暂运用的招式是出自一位很久以前被称为邪道的魔法师吧？闻言，米哈尔表示这只是偶然，但父亲显然不信，而他知道父亲想说什么。在很久以前曾出现过一位暗黑魔法师，他因为使用邪道而被其他魔法师排挤，最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世间。米哈尔询问父亲，您不觉得是您
之前太小瞧我了吗？父亲想了一下说道，的确如此，就算是暗黑魔法，若想使其完美生效，也需要运用者拥有空前的魔法天赋。随即父亲目光如注地看向米哈尔，所以你到底想通过这场对决向我表达什么？显然父亲是看出什么了，就算想挑选老师也没必要用这种方式。米哈尔只好向父亲坦白自己并不是意气用事，您因为情义从没想过抛弃诺斯特拉子爵吧，但他的野心日益疯长，必须得有人控制，所以以后子爵的一切就都由我来掌控。而此刻的诺斯特拉正坐在自己的房间抓狂，他竟被一个刚到4环的毛头小子打败了，并且瓦普吉斯侯爵见证对决的整个过程，他肯定无法推翻这个结果。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米哈尔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有什么好苦恼的？技不如人当然要承担后果了。此刻诺斯特拉心中还抱有一丝侥幸，他觉得这个废柴少爷选择跟自己打赌，说不定是看中他的能力，想让他从旁辅佐，所以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想到这，诺斯特拉连身子都坐直了起来。我知道您想要什么，您多年以来一直韬光养晦，就是想在有一天能大展拳脚，我会帮助您的。闻言，米哈尔嘲讽一笑，他就是单纯的想揍子爵。徒弟，你废话太多了。很快，米哈尔便将诺斯特拉带到了一处空地，诺斯特拉只能不甘地叫了声老师，因为魔法师之间的约定是以魔力环为保障并生效的，如果违反约定，魔力环就会立刻碎裂。他现在只能忍耐，但米哈尔觉得这都算轻的了。一想到他前世做的那些背信弃义之事，就算直接埋了他也不解愤。不过他毕竟是7环魔法师，对现在的自己还是大有用处。随即米哈尔开口，既然我现在是你的老师，总要教你点东西才行。诺斯特拉却不认为一个毛头小子能教给他什么，谁让他的实力本就比对方高出一大截呢？可米哈尔只是用手指轻搓了下他的心脏位置，他突然痛得在地上打起了滚来。没错，正常来说，如果不经历领悟过程是无法凝聚出环的，而他为了追上侯爵的脚步，用邪道跳过了领悟的过程，虽然达到了7环的实力，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他上次战斗时就能看出，在决斗过程中你一直在捂着胸口吧，这是只有魔力环处于极不稳定状态下才会有的症状。我可以断言，以你目前的状态根本坚持不了多久。诺斯特拉有些失神，您是说我当不了多久魔法师吗？而米哈尔则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不，你理解错了，我是说你会死。眼见诺斯特拉有些动摇，米哈尔告诉他，想活命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将你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魔力吸收，这样就能让你那濒临崩溃的魔力环重新凝结。可就算这样，诺斯特拉还是强烈抗议，他好不容易才到达7环，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米哈尔立刻否定了他的想法，你现在凝聚在体内的不是魔力环，而是随时会要你命的东西。前世这家伙就是逐渐被邪道凝聚出的魔力环蚕食，最终才没有抵挡住魔神的诱惑。你只是因为觉得不如我的父亲，才通过邪道勉强达到了7环，你的成就华而不实，没有任何意义。你以为父亲不知道你急迫的心情吗？听见米哈尔提到侯爵，诺斯特拉终于有了些动容。您的意思是侯爵阁下他知道这一切？没错，父亲他全都知道。你应该明白我话里的意思。现在你知道想利用我来掌控这个家族是多么可笑的事了吧？至此，诺斯特拉终于悔悟了。侯爵之所以一直不戳破他，是真的把他当做了朋友看待，哪怕他对家族动了心思。最终，诺斯特拉接受了米哈尔的提议，在他的一番操作之下，实力瞬间提升到了5环，而诺斯特拉也降到了5环的实力，但目前还是没办法松懈。按照预言的时间推断，魔神复活应该在7年之后。那时的人类无视了那则预言，结局很凄惨，哪怕魔神大军不是在全盛时期降临，都没有一个人能对付他。直到魔神一拳打死了帝国第7骑士时，世人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可惜为时已晚，于是，在魔神已经占据帝国的半壁江山后，神殿才匆匆选拔了一批勇士，组成了一批魔神讨伐军。没错，就是米哈尔所在的讨伐队。那个无人相信的预言家卡珊德拉比他小2岁，现在应该是18岁。据说前世因为没人相信他的话，他就独自跑出了神殿，并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一世的他又在何处呢？这时管家来到了房间，说有客人来访，不用猜也知道是李安。果然，他一见到米哈尔就追着要修炼法，而米哈尔则表示在此之前他要增加一个条件。李安听后立马拍桌站了起来，你在耍什么花招？不是说只要我和你去神殿查看那则预言就好了吗？米哈尔则表示只是在那条的基础上增加一条，不会让你吃亏的，那就是你们领地是不是发现了一个地下城？我对那个地下城很感兴趣。是的，在前世帕斯洛夫伯爵家一共派出过5次调查团，但几乎无人生还。帕斯洛夫家族格外执着于与林顿家族的婚约，也是因为派出多次调查团导致了资金困难。见米哈尔说的有理有据，李安知道瞒不下去了，但他有个疑惑，这件事被他们立为家族机密多年，一直隐藏得很好，难道是家族里出了奸细？那倒不是，我只是从佣兵界传出的消息里推测出来的。李安只好坦言他做不了主，这件事最终还需要他父亲来做决定。随即米哈尔准备出发去帕斯洛夫领地，但在此之前他要将去帕斯洛夫领地的事禀报给侯爵。而侯爵大人在听到此事后强烈抗议，怀疑儿子是不甘心被林顿家族退婚，想要去帕斯洛夫领地大闹一通，还掏出了他当年当近战法师时所使用的魔法道具。米哈尔只好向父亲解释并不是这样，而是有其他目的。父亲，您会选择相信我的吧？听到这话，父亲终于放下了手中的魔法道具。侯爵一直都是相信他的，哪怕前世的他自甘堕落，但侯爵直到临终前都对他充满信任。但这却让米哈尔更加心痛，他曾无数次后悔，为什么他在父亲去世后才慢慢的活得像个人？这也是他放弃成为勇士的原因之一。为了稳住父亲的情绪，米哈尔透露出这也是处理林顿家族的一环。闻言，父亲便让他放手去做了。而这时，米哈尔突然感到房间里有另一个魔法波动。父亲，您还约了其他人吗？父亲眼神一瞥，没有，你看到什么了吗？米哈尔表示应该是他看错了。而就在他离开不久后，管家从房间中现身，伯爵眼神一瞥，虽然只是一瞬间，但他好像发现了你的存在。
你作为管家一直在旁边观察着，那孩子应该有什么发现吧？管家表示，少爷这段时间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变得洒脱，对魔法的运用能力也大有长进，但我可以保证他并没有使用邪术。少爷可能是晚了一步发掘了自己的才能，不过在瓦普吉斯家族突然觉醒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毕竟现在瓦普吉斯家族可是继承了历代先祖的意志。侯爵感叹了一句，代代相传的潜能吗？而就在米哈尔和李安准备好马车后，管家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见状，米哈尔一脸不解，你身体又不好，为什么还执意要跟来啊？管家表示这是侯爵大人的吩咐。米哈尔无奈地看着管家的表演，这的确是个挑不出毛病的理由，但他不会真以为自己不知道他的真面目吧？很快的马车就驶进了帕斯洛夫领地。李安见米哈尔一直在一脸凝重地看着外面，问道，你板着脸干什么？我们领地看起来很落后吗？而米哈尔回答，恰好相反，你的父亲是一位很优秀的领主，从街上的整体氛围和居民的表情来看，领地被管理得很不错，说直白点，表面功夫做得再华丽也毫无意义，重要的是领地居民对生活满不满意。你的父亲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领主，你可以为他感到骄傲。而李安听到这些话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没想到我能从瓦普吉斯家族的人嘴里听到这种话。你说的没错，我们领地这么优秀全是父亲的杰作，我也的确很尊敬他。米哈尔对李安的回答毫不意外，因为在前世李安就一直为自己生于帕斯洛夫家族而感到骄傲，哪怕是家族只剩他一人时也是。很快李安就来到父亲那里禀报米哈尔瓦普吉斯来了。听到这话，伯爵立马开始疯狂嗑药。我冷静下来了，你继续说吧。李安继续说道。米哈尔瓦普吉斯现在就在楼下的会客室。闻言，伯爵再次拿起药瓶开始嗑剩下的半瓶。再次冷静下来的伯爵表示，目前都在承受范围内，再没有别的事了吧？李安思索了一下，除了他发现我们领地内有地下城这件小事外就没有了。闻言，伯爵的脸色立马黑了下来，并开始在怀中摸索了起来。反正我当家主也待够了，我这把老骨头该退位了。而他有这个反应其实并不过分，因为瓦普吉斯家族的地位比他们要高很多。如果被他们发现了领地有地下城的话，地下城肯定会被抢走的。李安表示他并没有要将地下城抢走，还说要帮助我们，并且还会告诉我穆里埃尔灵气修炼法的完整内容。听到这话，伯爵立马慌忙起身。你确定过吗？李安回答是的，虽然他只是短暂的向我展示过，但真的很厉害，而且我已经与他立下了约定。您应该知道魔法师立下的约定威力有多大吧？听到这话，伯爵认真思索了起来，他居然拿这么珍贵的穆里埃尔修炼法当条件，那个地下城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想着，伯爵当即站起身，我要亲自和米哈尔瓦普吉斯谈谈。不出意外，米哈尔很快就让伯爵松了口，因为他拿出的条件是1天之内亲自攻略地下城。很快，3人组成的探险小队来到地下城的入口。李安一马当先想要先去探路，可下一秒他的精神一阵恍惚，随即便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原来是米哈尔对他施展了暂停魔法，因为地下城从入口开始就已经被布下了陷阱，他这样贸然冲进去只会瞬间失去入场资格。紧接着米哈尔抬手一个火球术，在火焰冲入门的那一刻，一个看不见的屏障便被打碎了。就这样，3人顺利的进入了地下城内部。李安好奇的打量着周围，疑惑这地下城像是很新的样子。米哈尔表示这里的时间是静止的，状态也被维持在刚建好的样子。而就在这时，米哈尔伸手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因为前方正有着一支哥布林军队。李安提议回去调集士兵，米哈尔却出声制止了他。李安，你要记住，这只是第1道关卡，而且这里一开始就是为了让人独自攻破而建造的。说罢，他用匕首开始刮起了墙上的粉末。李安疑惑问他在干什么，而米哈尔则展示手中的粉末，这可是能让哥布林为之疯狂的东西，而且这种宝石粉末还具有致幻作用。随即他用魔法将粉末团成了一个个小球，然后朝哥布林方向抛去。在一阵耀眼的白光过后，哥布林们竟开始自相残杀了起来。想要攻破这座地下城，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思考。只要拥有对哥布林这一物种的理解和对魔法的洞察力，就能轻松地通过第1关。这时米哈尔发现一只哥布林的尸体在闪烁着光芒，掏出来一看，竟是一只亚空间口袋，而且还是最高级的那种。让米哈尔疑惑的是，前世并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不过他想想便知道了，肯定是被那个勇士独吞了，这让他愤怒不已。这一世最好别让我碰到他。李安看着亚空间口袋很惊讶，开局就有这种等级的东西，之后会不会出现传说中的魔法道具？米哈尔则回答这次只是运气好，应该不会有下次了。随即他向李安要来了口袋，果然跟他想的一样，口袋内侧写着古代文字。这个地下城的每个物品都不是无端出现的，都代表着某个谜题。但这句线上最大的贪念吧，是什么意思呢？设计这里的人是不会允许勘探者靠外界的东西通关的，那这个谜底一定就在地下城的内部。这时他灵光一闪，是哥布林酋长。最大的贪念应该是指这里最贵的魔石，估计只要取出哥布林酋长的魔石再放入口袋里就行了。这时李安提议由他来做，毕竟摘取魔石可是个精细活。米哈尔却是一脸不服，而李安则表示要跟他比一比。这里有2只哥布林酋长，也就是能取出2个魔石，谁取出的魔石质量更高，这个口袋就归谁，这也正合我意。很快李安就开始操作，不消片刻，一颗品质极佳的魔石就被他取了出来。而当他看向米哈尔时，却傻眼了，因为他手中的魔石竟散发着光芒，这是只有魔石完美无瑕，并且还完美保存了魔石的残存魔力才会出现的现象。李安甘愿认输，米哈尔则将手中的魔石丢入了口袋中，下一刻口袋就迸发出了一道光柱，随之出现了一把钥匙，并在他们眼前构成了一道用能量组成的大门。米哈尔思索前世因为那个智障勇者都没见过这个地方，看来这是找到捷径了。随即他一马当先的向门里走去。李安朝管家悄声说道，米哈尔那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看都不像我的同龄人了。而管家也很无奈，少爷确实跟传闻中一样。李安没想到管家能这样毫无避讳的说出，管家只是平静的表示，这都是少爷允许我这么说，我才告诉你的。这也导致李安对他更加好奇了。一
般人都会隐藏自己过去的黑历史吧？难道他自信到敢于直面以前的自己？随后管家补充道：“少爷一夜之间就变样了，连我都为其转变之快而震惊。”这时米哈尔停下了脚步，面前又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石门，看来这是跳过了其他关卡，直接来到了第4关。而他则解读这门上的古文字：“别试图猜透我。”保险起见，他给管家和李安都施加了保护精神的魔法。随着米哈尔踏入大门，眼前突然变为了一片黑暗，随后在他面前出现了伤痕累累的李安。“臭小子，好久不见了！”接着他紧抓着米哈尔的肩膀，愤怒道：“只有你一个人从这个地狱中逃了出去，你这个逃跑的卑鄙小人！”闻言，米哈尔表情平静：“我认识的李安是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接着他的气势陡然一变：“你别玷污我的朋友！”随着他的话语落下，幻象也逐渐消散。接着他看到管家率先跑了过来，随后二人开始寻找李安，很快就见到了蜷缩在地上正浑身发抖的李安。他的幻象是家族的期望，虽然他对这一切都感到自豪，但这些无形的压力也在逐渐侵蚀他的精神。而看到米哈尔走近，李安那无神的眼睛望了过来，心中想着，如果米哈尔瓦普吉斯他死了，这座特别的地下城是不是就归我们家所有了？想到这里，安已经拔剑朝米哈尔走了过来，只要这么做对家族有利，就是正确的做法。而米哈尔只是抬手释放了数发魔法导弹，李安的眼神就立马变得清澈了起来。苏醒过来的他还心有余悸，米哈尔真是个可怕的家伙。而随着3人慢慢深入，周围的雾气开始越来越浓，米哈尔推测应该是有人为了见他而特意布置的。很快他在镜头便见到了一位坐在亭子里的少女：“我已经等你很久了。”而少女刚要自我介绍，米哈尔便打断道：“我知道你是前代神阿夏勒的第一个碎片，暴风地守护者赛特，琐碎的说明就不必了，反正我已经证明了自己，我自认为有资格得到你们的奖励。”不待赛特再次开口，米哈尔继续抢答道：“别担心，我会实现你们的愿望，我是为此而来的。”赛特见对方全都知道，便直接进行最后一步。很快随着赛特的操作，桌子上的魔法阵发出耀眼的光芒，一件神秘的项链出现在我面前。赛特解释，这是蕴含我力量的神物，你只要带着它，它就会成为保护你的毛羽盾。它目前还没有名字，就取我的名字赛特的风暴就好了。此刻看着手中的项链，米哈尔竟有些心痛，这个才是真正的赛特的风暴吗？和他前世拿到的完全是2个东西，而前世牺牲无数人换来的竟然是个仿冒品。赛特看出了他的疑惑，若是没有来到这个关卡，或者第3关没有发现神的提示的话，就说明闯关之人没有资格得到神物，因为他如果落在不正确人手里，就会变成无用之物。而随着米哈尔将项链戴上，他的周身突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而这时他竟发现赛特的身体在逐渐消散。我的任务便是转交神物，既然已经完成了任务，我自然要离开了。闻言，米哈尔思索了起来，难道是包围了整座坟墓的时间冻结魔法被解除了？随即他认真地看向赛特：“如果你可以选择不消失，那你会留下来吗？”赛特落寞地说道：“放弃这个念头吧，想要修补老旧的魔法结界，至少需要9环以上的魔法知识，你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亲眼看一看世界改变的过程。”而米哈尔则淡然地走向了赛特的身后：“你的想法我已经充分了解了。”随即他走向了魔法结界的控制台，将手放了上去：“既然你想看的话，那我就让你看看改变了世界的我。”而随着他的手掌离开，赛特的身上突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看着已经被改良过的结界，米哈尔感叹了一句：“非常完美。”而赛特却不这么认为：“完美个屁啊，这尺寸是什么意思？”米哈尔却觉得赛特有点大惊小怪了，这样明明挺可爱的，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最低损耗。赛特直接强烈抗议：“才不可爱呢，我好歹也曾是一名侍奉过神的使徒啊！”随即赛特表示：“先不说这个，你难道是大魔导师，甚至还是9环的？”“那倒不是，我是个天才，而且是个将会拯救世界的天才。”赛特立马露出了嫌弃的表情，原来是个自恋的家伙呀。随后米哈尔带着赛特离开了地下城。与此同时，侯爵也收到了米哈尔攻克地下城的消息，这令他大为震惊。果然是不能小瞧血统这种东西，这些年被传闻蒙蔽了双眼，以至于都忘了瓦普吉斯是个什么样的家族。接着伯爵便派人去搬运地下城中的魔力石。这时米哈尔走了过来：“伯爵大人，我将按照约定拿走一半的战利品。”对此伯爵感到很心痛，早知道当初我就该讨价还价了。接着他告诉米哈尔，战利品在清点完后会亲自送到侯爵府，但你答应过会给李安的东西怎么办？原来伯爵在担心米哈尔会不会拖着不给修炼法，为了让他放心，米哈尔表示今天就会传授修炼法的。画面一转，米哈尔已经开始亲自教导起了李安剑术，但这教导方式却将李安折磨得苦不堪言，是让他在挨揍的过程中引导他体会魔力的流动。很快李安再次被一道魔力打中，李安叫苦连天：“是哪个疯子创造了这样的修炼法呀？”而这句话让米哈尔的怒气值直接爆表：“臭小子，这不就是未来你自己创造的吗？”随即他让李安试着运转体内的魔力，李安尝试了一下，果然发现身体没有以前那么笨重。原来米哈尔让他运转魔力来对抗魔法，这本身就是修炼法的一部分。只要你牢记了现在魔力运转的感觉，那在以后修炼的过程中，你自然可以完全掌握修炼法了。而在米哈尔的引导下，李安领悟修炼法比上一世要早很多，这让米哈尔很期待穆里埃尔灵气修炼法的终点。待训练结束，他开始尝试使用在地下城获取的神物。赛特一脸得意地说道：“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保管了这么长时间，我对他可是很了解的。”米哈尔却表示：“你知道的我全知道，就连你不知道的我也知道，毕竟神物这种级别的东西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很快随着他的引导，神物的周围开始席卷起一阵魔
魔力风暴。在重生前，暴风并不是他的东西，但基于魔法师的好奇心，米哈尔还是会经常研究它。然后他做了个假设，我能把它用于我的自主循环式吗？自主循环式也就是他的专属修炼法，可以让魔力在全身上下循环。那如果将暴风加入循环内会怎么样呢？赛特一脸震惊，你疯了吗？你要将暴风用于你的魔力循环，你的身体会报废的。然而下一刻，米哈尔体内汹涌的魔力竟平静了下来。果然他前世的研究都是正确的，很快他便用暴风内的魔力创造出了个魔力环，伸手写出了6环魔导士的术式，下一刻当场使出6环魔法火场。赛特惊讶不已，你这个年纪怎么达到6环的？而他想不到米哈尔随即又立马写出了7环的术式，7环魔法地心引力轰然发动。而不知不觉间，李安已经学习穆里埃尔灵气修炼法1周了，并且已经将修炼法彻底掌握。以李安目前的水平，在今后几年达到大师的境界，相信很有可能。李安问米哈尔接下来怎么办？要去神殿吗？你当初给我修炼法的要求不就是让我参加神殿的勇士选拔？这让他当即回想了起来，因为拿到第一件神物都没心思想那件事了。但在前往神殿之前，他必须要确定那位预言少女卡珊德拉的行踪，可是又该怎么找她呢？而就在米哈尔思索之时，有护卫来报说是有客人来访，但他貌似对米哈尔很避讳。米哈尔立马猜到客人应该是艾琳，这让他心中不禁打起了主意。而此时在会客厅的艾琳正一脸不甘，因为他一个人整个林顿家族都遭受了屈辱，他必须要向父亲证明自己，只要战胜了拥有新一代剑圣之名的李安，他就能证明自己作为骑士的价值。但没想到下一秒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米哈尔。见到艾琳惊讶的模样，米哈尔解释并不是来找他麻烦的，他现在对艾琳已经没有负面情绪了，因为那天在他去了公爵家后，公爵对外公布了新的事实，双方家族在经过协商后，最终完美的解除了婚约。而原因并不是因为米哈尔瓦普吉斯不够格，米哈尔对这个最终结果很满意。不过艾琳倒是恰好相反，随即他询问艾琳为什么来这，艾琳尴尬的表示，我作为剑术家族的一员，只是想来见识一下其他家族的剑术。这让他想起了一个主意，艾琳确实拥有剑术才能，想到以后会发生的事，战友当然越多越好，于是他当即阴恻恻的笑了起来。艾琳被看得有些发毛，很快米哈尔便拍桌而起，你说你想见识剑术才来这里的，那说明你很想变强吧？那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很快他便带着艾琳来到了演武场，李安被吓得慌张后退，我的直觉告诉我，你做出这个表情肯定没好事。果然不出乎他的所料，艾琳也加入了魔鬼训练之中。艾琳本想反驳这跟剑士剑术有半毛钱关系吗？然而他随后便见到了同样经受训练的李安，他应付这种攻击竟然游刃有余，并且两边都是同样的攻击。米哈尔向艾琳询问，请问你充分见识到了吗？艾琳不甘地瘫坐在地，他不仅见识到了，还大开眼界。眼见艾琳的心理防范被攻陷，米哈尔便知道计划已经达成了一半，随即他向艾琳伸出了手，要我给你介绍一位好老师吗？可傲娇的艾琳立刻拒绝了米哈尔的提议，我可不是因为缺老师才来这里的，再说你一个魔法师有什么资格判断剑士的修炼法？这时一旁的李安送上了助攻，艾琳小姐，你可以相信这个家伙的眼光，最开始教我修炼法的人就是他。艾琳听后瞪大了双眼，连李安都这么说了，难道他一个魔法师真的能教我灵气修炼法吗？为了能彻底打消艾琳的顾虑，米哈尔解释，我确实不能和你们剑士一样使用修炼法，但我却能掌握原理，所以叫人完全不是问题。艾琳回头看了一眼李安呆萌又肯定的目光，她有点害怕自己日后会不会也这样。可不管怎么说，李安毕竟是年轻一代中剑术最强、最精通修炼法的人，连他都这么说了，看来米哈尔的确有一套。我为自己轻率的态度向你道歉。说完便朝米哈尔鞠了一躬，对此米哈尔感到意外，他是真没想到这个傲娇大小姐会向人道歉。接着他朝艾琳伸出了右手，道歉什么的就免了，我们现在来谈谈那位老师吧，当然在此之前你需要拿出点学费。闻言艾琳陷入了短暂的思考，学费能不能赊账？我想先见那位老师。米哈尔当场表示拒绝，谁知道你有没有遗传你父亲的老赖属性，必须要先交钱才行。艾琳在身上摸索了一番，随即便掏出一颗通体散发紫光的宝石，竟然是无暇魔力石。米哈尔也没想到对方会拿出这种宝贝，原来这颗魔力石本是艾琳拿来和帕斯洛夫伯爵谈判的，毕竟它可是能降低地下城勘探难度的稀有物品。这下米哈尔全都明白了，两家的婚约不仅仅是剑士世家的强联合，更是林顿家族想分一杯地下城的羹。该说不说，公爵可真是一个狡诈的老狐狸。随即米哈尔从艾琳手中接过了这颗魔力石，而他要给艾琳介绍的老师是曾经的伙伴之一，天罚审判者米利姆阿里亚兰。上一世他曾一人一剑消灭了魔神的第7军团长。而李安听到这个名字后一脸惊讶，那可是西部的剑诸侯，即便放眼整个大陆也是排前3的剑术大师啊。艾琳也认为米哈尔是在吹牛，即便你是瓦普吉斯家族的人，也不可能请得动这种级别的高手。对此米哈尔只是摆摆手，没有多做解释，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接着他让李安做好准备，明天就动身前往神殿，因为神殿很快就会出现3个重要的人，本应留在西部边境的女人、选拔勇者的教皇，以及此刻出现在首都的天罚审判者，是时候该见一见他们了。随即他转头看了一眼艾琳，还有你也准备一下吧，明天和我们一起去首都的神殿。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艾琳当场懵逼，反应过来后便让米哈尔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闻言米哈尔微微一笑，因为我要做勇者。很快时间就到了晚上，此时的米哈尔正百般无聊地望向窗外，一旁的赛特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你的行为一点都不符合你的年龄？你明明只是一个还没成年的小屁孩。米哈尔解释，我只是早熟了一点点，谁让我是个天才呢？随即便把目光看向桌上的魔力石。赛特询问，你打算怎么用它呢？这可是制作许多神器的原材料。米哈尔笑着表示，我是一名魔法师，当然要用它做魔法道具啊，难不成我还能跟他俩一样转职成剑士吗？而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适合的媒介来承载这块魔力石，毕竟能承受这种魔力石所输出魔力的载体，至少得是拥有100年胜利的木
木头。米哈尔让他不用担心，我早就想好该用什么圣木了，而且这圣木的使用方法还恰巧和你有关。此话一出，赛特当场就愣住了，他想不通什么圣木会和自己有关。米哈尔也不打算和他猜哑谜，因为他要找的圣木正是世界树的枝条。赛特也没想到我竟然知道他这么多秘密，随即开始强烈抗议：你昨天才从我这拿走赛特的风暴，现在又想要世界树的枝条，我可不是你的小金库。其实并不是赛特不想给我，而是他现在根本就拿不出来。当然这一切我都知道，我告诉他并不是立马就要做出魔法道具，目前还处于准备阶段。接着我打算先提炼魔力石，因为宝珠才是魔法道具的核心零件。随着我将魔力注入其中，魔力石上瞬间就形成了成千上百条的魔法回路。身为神使的赛特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提炼手法，特殊刻印、魔力控制、追加符文等等数十样能力夹杂在一起，这么高的熟练度真是一个小屁孩所能做到的事情吗？面对赛特的疑惑，我只是用天才这个理由敷衍了过去，毕竟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是重生而来的吧。很快到了提炼的最后一个环节，只要将我的血液滴落到魔力石上，它就会感染我的魔力属性，慢慢变成一颗宝珠。可看着眼前这颗通体漆黑的珠子，赛特问出了他的疑惑，它为什么没有颜色？一般成型的时候都会显现出特定的颜色才对，这样才能知道持有者的魔法属性。我擦拭了一下指尖的血液，解释道，我是一个无属性的魔法师，所有的魔法我都能完美适配。为了能让赛特信服，我当即使出了二环魔法中的火焰冲击波，下一秒手中的黑色珠子直接变成了红色。果然不出我所料，只要使用了相应的魔法术式，魔法的光就会照射进去，令它改变颜色。接着我打算测试一下宝珠的力量，而测试的目标是后山的那群倒霉蛋。次日清晨，李安就向我抱怨了起来，也不知道是哪位人才干的，后山的半兽人部落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焦土。为此仇的帕斯洛夫伯爵一夜未眠。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一点都不意外，毕竟正是我的杰作。可我的表情却让李安起了疑心，他一把拽过我的衣领，质问道：米哈尔，这件事情莫非与你有关？而我则嘴角勾起的回答道：没错，你们领地的半兽人真是太绝了。现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这时艾琳走了过来，得知要去首都的理由是因为一则预言后，她立刻表示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太蠢了。如今预言的可信度极低，魔神降临之类的更是无稽之谈。对于艾琳的怀疑我能理解，毕竟现在的世界一片祥和，完全没有任何不祥的征兆，有的仅是一个解释不清的预言而已。而在这个时候，勇士也并不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职位，因为即使是勇士，也要能击退恶魔才能彰显其存在的价值。我让艾琳别担心，这次去首都你肯定是不会亏的，因为你未来的老师天罚审判者现在就在那里。接着我转头询问管家有没有打听到卡珊德拉的下落，管家表示没有任何消息，就连神圣教国也找不到他的踪迹。随即他话锋一转，不过那位预言家在消失前曾留下过一句话，我会在那等着你的。当我得知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神圣教国附近时，我便利用魔法阵第一时间带着李安和艾琳来到了首都。而李安显然是受不了这种远距离的空间传送，刚离开法阵就开始吐了起来，缓过来后又跟我抱怨为何不坐马车。我伸手指向远方，因为马车他可没有瞬移的能力。看着眼前壮观的景象，李安被深深的吸引住了。虽然他是伯爵家的大少爷，但因为封地偏远加上家族并不富裕，导致他从来就没见过如此华丽的城市。而我和艾琳因为家族富裕的缘故，对这种景象早已习以为常。首都也没比我家领地壮观多少了，可恶又被你们两个给装到了，你们这些肮脏的上流阶级！就在我准备起身前往中央神殿时，赛特却示意我看向旁边的小巷，原来那里正发生一起抢劫事件。可为什么那个小女孩会给我一种微妙的违和感呢？难道她是……想到这，我立马伸手打算用暂停魔法救下她，可却被一位骑士抢先了一步，他一剑就将光头给劈飞数十米。虽然英雄救美很帅，但这种行为无异于是在自找死路，因为在首都的中心是不允许拔剑的，违者将会被摘掉头上的西瓜。我让他赶紧把剑收起来，自己可以当作没看到过。这时女孩也开口了：阿莱恩，快把剑收好吧。随后女孩向我礼貌地打了一声招呼，可她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一头雾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明明是第一次见她，可她为什么要用再次二字？难道她已经看到我的未来了？这时身后的李安让我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为旁边已经围满了吃瓜群众。我看了一眼，确实得尽快脱身。第一天就成为新闻人物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只不过在走之前必须得做一件事才行。我对光头施展了禁锢魔法，随后便在他身上进行了一阵翻找。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包裹，果然这个小女孩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光头刚想狡辩这是他的东西，可当我拿出一个吊坠后，他就沉默了，因为这是神圣教国的信物，只有司祭级以上职位才能拥有。接着我又俯身在他耳旁说了一句：这位强盗大哥，麻烦你帮我转告那只狗鼠一声，就说瓦普吉斯家族的人在找他。随后我就将包裹交还给了小女孩，她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头问我需不需要她介绍一下身份。这云里雾里的话把艾琳和李安给听懵了。我们跟你们真的在一个频道上吗？这时管家解释，他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预言家卡珊德拉。而在另一边的下水道里，光头也将我的信息传递给了勾鼠。你是说瓦普吉斯家族的人正在找我，而且还是那个废物小少爷？有点意思啊。不过你这次失手该怎么算呢？你应该知道那个包裹对我十分的重要。光头刚想解释，勾鼠却不给他机会，直接出手了。没用的废物，还是给我的宝贝当养料吧。下一刻，光头的脚下便生长出了无数根触手，伴随着一阵咀嚼声，现场瞬间只剩下了一颗头盖骨。瓦普吉斯的人插手，把事情变得棘手了。我该怎么办呢？这时不远处的阴影中传来一阵脚步声，勾鼠抬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竟然昏了头，差点忘记还有您这么一位剑术大师坐镇呢。天罚审判者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想要的消息怎么还不交出来？随即用长剑抵住他的脖颈，警告道：你最好别跟我耍花样，在我耐心消耗完之前赶紧说。闻言，勾鼠阴险一笑：审判者大人，你冷静点，不是我不想给你确切的消息，只是因为有瓦普吉斯家族的人捣乱。如果你能帮我解决这次的事情，那你想要的东西我明天就能双手奉上。
原来就在刚刚，我因为救了卡珊德拉而得罪了当地黑暗势力的老大勾属，为此他特意派出了天罚审判者来干掉我。可我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却毫无察觉，因为此刻我满眼只有卡珊德拉这个让我找了2世的大预言家。卡珊德拉问我能不能单独和他聊一聊，接下来的话很重要，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闻言，李安表示他先去神殿注册勇者，让我办完事之后就快点过去。艾琳则是用不屑的眼神瞥了我一眼，我也先去神殿了，你注意点对方的年纪，可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好家伙，我在你心中的人设是有多差呀！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让他小心点。如果你在神殿周围遇到危险，一定要喊出卡里亚曼这4个字。等3人离开后，我将目光瞥向一旁的卡珊德拉，所以你想对我说什么？他攥紧拳头，仿佛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随即对我大声喊道：米哈尔，你是不是也曾收到过预言的祝福？原来卡珊德拉从小便能看见关于未来之事的一些片段，这就像是一种本能，有时会看到朋友的死亡，有时则会看到倾翻的马车。虽然他每一次都在尝试阻止悲剧的发生，可无一例外结局都是惨痛的。而这次他更是看到了魔神降临和世界毁灭的场景，为了避免世间的生灵涂炭，他第一时间就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教皇。可对方却并没有把他的预言当回事，甚至还将他逐出神殿。就这样，他揣着无法和任何人共享的地狱生活了5年。可那种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的精神。终于在他即将要崩溃的瞬间，脑中又出现了一则模糊的预言。一个男人站在烈焰中，无条件的相信他所有预言，而那个男人就是你米哈尔瓦普吉斯。我听后用惋惜的口吻告诉他自己并不是预言家，也没有你的那种才能。卡珊德拉沮丧地低下了头，果然是这样吗？对不起，打扰到你了。眼看他越来越丧，我摸着他的黑头安慰道：虽然我无法跟你一样预言未来，但我相信你的预言，不管是魔神降临还是世界灭亡，我都相信。这一刻，卡珊德拉多年来受到的委屈全变成了泪水。你为什么愿意相信我？我明明是大家口中的骗子。是的，他从来都没奢望过什么，他想要的从始至终就是有一个人能相信他的预言而已。可我也没法告诉他真相，我总不能告诉他自己是被魔神杀死重生过来的吧。于是我只能狡辩自己是一个魔法师，对各种事物都很感兴趣，特别好奇命运与预言这类事能否被改变。闻言，他开心地拭去了眼角的泪水。你还真是个怪人呢，但我能感觉到你的真心。接着他一把握住我的手，想要和我做永远的好朋友。就这样，我成功得到了大预言家卡珊德拉的信任。与此同时，在神殿的广场上，李安正红着脸告诉职员自己要当勇士，希望他能尽快转达一下。而职员则是露出了看傻瓜的眼神看他，因为和平年代是不需要勇士的，所以他认为李安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傻子。此时李安的脸已经红得像个猴屁股。米哈尔，你混蛋，把我骗来当勇士，结果你自己却不来，害我把帕斯洛夫家的脸都丢光了。身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艾琳和管家则是一直在给他加油打气。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哒哒哒的脚步声，李安还以为是我来了，立马开心地转过头，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身穿铁甲的女人，而她正是剑术大师天罚审判者。她一上来便直接亮剑，那个孩子如今人在何处？面对审判者所释放出的惊人威压，李安和艾琳一时间竟动弹不得。适应过来的2人迅速拔剑，虽然不知道此人的身份，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绝对是一位剑术大师。审判者再次询问他们那个有预知能力的孩子在哪。这时李安才意识到对方是在找卡珊德拉。我似乎没有义务告诉你吧？可他话还没说完，审判者便一个闪现摁住了他的脑袋。没有义务，那我就赋予你这种义务。只听砰的一声，地面瞬间被他砸得寸寸崩裂。这恐怖的力量把艾琳给看呆了。可为了李安的小命，他只能鼓起勇气警告对方，这里可是首都的中心神殿，你要是敢在这行凶的话，会遭到教皇和帝国的无限期追杀。可审判者却丝毫不怕。小丫头，你怕不是忘了我脸上带有面具吧？没有人能确定我的身份，更何况帕斯洛夫这种小家族根本就不敢招惹我。区区一个少爷死了再造一个就行。艾琳也没想到对方竟会这么狂妄，而且还油盐不进。就在他不知所措时，突然回想起了刚刚的画面，刚来首都就遇到了预言家卡珊德拉，还有米哈尔说过我的老师也在这里。难道眼前这位可疑的剑术大师就是我要找的老师吗？想到这，他便大声喊出了卡里亚曼4个字，因为我曾告诉过他遇到危险喊他就对了。果然，天罚审判者第一时间就放弃了要杀李安的念头，只是他要杀的目标转变成了艾琳而已。米哈尔，你这个混蛋，我诅咒你喝水被呛死，生儿子没屁眼。艾琳小姐，你这诅咒也未免太狠了点吧？此时我正站在不远处的台阶上看着这一切，眼看艾琳即将要被天罚审判者杀死，我直接发动了多重环扩张魔法，效果是使自身魔力环的数量瞬间增加几倍。可即便实力突破了7环魔法师，却仍然挡不下他的一剑，仅一记斩击就将我整个人轰飞。你不是想和我谈一谈吗？那就向我证明你有没有那个资格吧。说罢便将大量的灵气汇聚于手中的圣剑。一旁的李安让我赶紧跑，同为剑士的他很清楚这一剑的威力，绝不是我能对抗得了的。可我非但没有后退，反而是直接迎上了那道剑气，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赛特，就是现在！随着赛特施展神物的力量，我的身边立马就刮起了一道强烈的风暴。虽然挡下了那道恐怖的剑气，可我也因此受了不小的伤。果然，以目前的实力，还是无法承受这么大的魔力负荷。这时，天罚审判者发出了疑惑：你是用什么魔法抵消了这一招？要知道，他这一击可是用了50%的力量，而我自然不可能告诉他自己是动用了神物，毕竟赛特的风暴一天只能使用1次。我询问他现在是否有资格谈一谈了。天罚审判者沉默了一会儿，随即便把圣剑放回了腰间，显然他是认可了我。接着我解释起了自己为何会知道卡里亚曼这个名字。我曾在2年半前遇到过一个重伤垂危的少
年。那时他正漫无目的地向着某个地方走去，而我在给他水和食物后，得知了他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听到这，天罚审判者一把握住我的肩膀，激动地质问我那孩子现在去哪里了。我却表示自己没有理由白提供情报给你，而且那个孩子也似乎并不想让我告诉你。随即我话锋一转，不过在此之前，我可以先告诉你一件事，你现在帮的那个人就是差点害死卡里亚曼的元凶。得知这个消息，你作何感想呢？米利姆，不对，我该称呼你为卡里亚曼的母亲才是。原来勾鼠不仅是首都最大的黑暗势力，同时还做着贩卖奴隶孩童的勾当。他会将那些贵族的孩子们调教成听话的物品，然后高价卖给暴发户，因为这些人都喜欢通过折磨高傲的贵族来满足他们变态的虚荣感。而卡里亚曼就曾在这铁窗后生活了数十年，此刻的勾鼠还在洋洋得意自己掌控了天罚审判者，殊不知天罚审判者已经被我说服，成为了我的同伴。与此同时，我们一行人进入了神殿的教堂里。我告诉大主教阿列伊想通过讨伐勾鼠成为勇士，可阿列伊却示意我这事有点难办，因为只是讨伐一个黑暗势力还不足以被称为勇士。那如果对方不是单纯的黑暗势力呢？闻言他瞳孔猛缩，你的意思是他们和异端分子有勾结吗？没错，就在刚刚我从米利姆口中得知一个消息，那就是勾鼠拥有操纵影子的能力。作为大主教的阿列伊自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丑恶君主独有的能力，而丑恶君主就是曾经追随魔神的12只怪物之一。他沉思了片刻，随即掏出魔法钢笔要与我签订契约。如果你能证明勾鼠就是丑恶君主的化身，并且成功将其讨伐的话，那我便支持你成为勇士。随后我们离开了教堂，路上米利姆向我表达了谢意。如果没有你的出现，我到现在应该都还会被那个家伙玩弄于股掌之中吧？你真的可以帮我找到我的孩子吗？我告诉他可以，但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呢？闻言，米利姆拔出圣剑，嗖的一声就将其插入地面。我不喜欢跟人讨价还价，特别是涉及我孩子的事就更讨厌了。只要你帮我找到我的孩子并修复我们的关系，那我就会成为你唯一的剑，而这也正合我意。我接受你的条件。而此时的勾鼠正打算连夜跑路，因为小弟把天罚审判者叛变的消息告诉了他，这就意味着他干的那些丑事对方都已经知道。他可不敢面对大陆前3剑术大师的复仇，但附在他身上的丑恶君主可不答应，因为他必须要吃掉大预言家卡珊德拉，这是他找回记忆最重要的一步。眼看勾鼠铁了心要跑路，于是他直接变换出一根根触手，缠绕住了勾鼠的身体。既然你不敢来，就让我来替代你吧。另一边，我们已经来到了勾鼠的大本营，米利姆负责带领里安和艾琳吸引正面火力，而我则带着赛特去击杀丑恶君主。随着一道剑锋划过，看守大门的炮灰们瞬间被杀得人仰马翻，吓得其余人拔腿而跑，嘴中还不停喊着妈妈救命。看着米利姆那无与伦比的剑术，艾琳感叹了一句：这就是我所追求的未来吗？想着便模仿起了他的剑术斩击，但这不规律的灵力挥动却让他猛咳了一口血。是我太兴奋了吗？身体已经承受不住这样不规律的灵气了。而这一幕都被米利姆看在眼中。瓦普吉斯家的那个小鬼果然没骗我，你确实很有天赋，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剑士，你还需要一套适合自身灵气的修炼法。闻言，艾琳的瞳孔猛缩，紧接着弯腰朝他鞠了一躬：我想不知廉耻的拜托您一件事，请您指导我剑术修炼吧。米利姆听后一口应下，随后转身让艾琳跟他离开，他要立刻教导艾琳。对此，艾琳显得有些犹豫：我们不用去帮米哈尔讨伐勾鼠吗？米利姆示意他放心，那家伙比你想象中要强得多。画面一转，此时的丑恶君主已经完全占据了勾鼠的身体，臭虫们尽管找过来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吞噬你们了。突然一道神性气息让他警觉了起来，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居然还能遇到阿夏勒的仆人，有些意思。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准备用地牢里的孩子们来对付我。与此同时，我与赛特已经来到大门前，我通过感知魔法确定了丑恶君主的位置，就是在关押孩子们的地牢，这让我内心顿时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同时也让我疑惑不已。吃掉那群小孩应该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那么做呢？而赛特在听后第一时间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他这是想将所有孩子们都当成人质啊！很快我就来到了下水道的密室里，在听到我的脚步声后，丑恶君主睁开了眼，你终于来了。他起身质问我将卡珊德拉藏在哪里，并告诉我只要乖乖听话，不但不会伤害我，而且还会放掉那群孩子。我自然是不会相信他的鬼话，甩了一个不屑的眼神让他自己体会。他凭什么这么自信？难道是因为阿夏勒的神物吗？但脖颈上的印记又证明他今日已经用过神物了。最终丑恶君主认为我是在虚张声势，所仰仗的最后底牌不过是身旁的神使罢了。想到这，他便将手伸向后方，那里正是关押孩子们的牢房，而他手中散发出的阵阵黑气，霎时间就变成了黑色触手朝后扑去。我第一时间用出了护盾魔法，金色的光盾挡下了那些触手。丑恶君主见状露出了满意的神情，你比我想象中要厉害得多，吃掉你肯定能让我迅速变强。接着在周身释放出了更为恐怖的黑气，为了不让自己在战斗中分神，我让赛特去保护那群孩子，丑恶君主交给自己就行了。说话间，触手已经来到了我的跟前，我立刻用出了闪现魔法，瞬间移动到了触手攻击的上方。而我也在这短暂的交手中意识到一件事，虽然触手攻击还是像前世一样可以变换各种形态，但力量却比前世弱太多了，说明眼前的丑恶君主并不是完全体，他肯定还没有恢复所有的记忆。随即我发动了多重锋刃魔法，完美挡下了所有的触手攻击，而我所表现出的实力让丑恶君主一惊。但等看到赛特在全力保护孩子们时，他阴险一笑，臭小子，没有了暴风的庇护，你又能抵挡我多少次攻击呢？只见他指尖弯曲，下一刻所有的触手都变成了黑色巨嘴，想要将我吞噬。见状，我直接用出了闪现和急速攻击2种魔法，一瞬间我就来到丑恶君主的面前。愚蠢的家伙，你以为拉近距离就能拿我怎么样吗？说罢，一根触手径直刺入了我的胸腔，而我等的就是这一击。我顺势一掌拍在他的脸上，嘴中还念叨着慈善的追悼文，那是在很久以前就被遗忘的文具，曾经是斩杀魔神最好的武器，但随着数百年来人们的淡忘，导致其强度在
在逐渐变弱，可魔神对这个世界的贪念却并未削减。而这慈善的追悼文，就是上一任勇士将自己生命交织在一起所刻下的。只要我用魔法触及到这家伙的灵魂，并将追悼文深深刻进去，那么我就能干掉他。给我退下吧，丑恶君主巴亚杰布！说着便死死抓住他的脸颊。而此刻丑恶君主还在震惊，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拳头轻轻攥紧，他直接被我捏爆，化为了一滩黑水。可此时的赛特却是一脸担忧，因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消灭一位君主级别的恶魔，是会招致巨大的灾祸。而原本已经化为黑水的丑恶君主，此刻孵化成为了一颗蛋。面对如此羞辱，丑恶君主当即准备招致巨大灾祸，要拉上全城的人一起陪葬，还嘲讽我要为自己草率的行为付出代价。对此我则是自信一笑，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毫无准备的杀死你吧？随即便在地上沙沙的画起了魔法术式。不消片刻，丑恶君主的脚下就出现了一个完整的魔法阵。但丑恶君主对此却是不以为意，因为他一眼就看出这只是一个7环魔法，想要破解诅咒至少需要8环魔法师的实力才行。是的，按照常理来说，目前我是无法解决这种诅咒的，但我前世可是世间最强的9环大魔导师，只要分析诅咒即可破解。因为诅咒的本质其实就是魔法的一个分支，而魔法在现实中是否生效则基于规则和公式。一般来说，施展魔法就如同解答数学问题，要经历计算和求解的过程，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逆向进行这一系列过程，如此魔法就会回归最初的状态。很快巨蛋就瘫软成了一大坨，只可惜诅咒不能完全破解，不过问题也不大，因为诅咒的强度已经被削弱不少了，而且我早已安排剑术大师在城中处理这种情况。随着丑恶君主愤怒的大喊一声去死后，他的心脏便开始扑通扑通的狂跳了起来，紧接着一股黑气便朝着上方喷涌而出，而我则是趁机进入到黑气内部，因为我要去确认一件事情，毕竟赤手空拳抵挡恶魔诅咒的机会可不常见。与此同时，在城市的上空冲出地表的黑气正朝四周发散着诅咒气息，不远处的管家在看到这一幕后感叹了一句，少爷真是不让人省心啊，居然给我这个老人家安排了这么多的事情。身后的米利姆则是发出了疑惑，你怎么会一直待在瓦普吉斯家族？米哈尔知道关于你的事情吗？管家却表示这些事以后再说，我们还是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说着便朝黑气伸出手，让米利姆听他的指挥。米利姆听后轻笑一声，这让我想起了从前的时光。下一刻，一道耀眼的光芒便拦腰斩断了冲天的黑气。画面一转，在神圣教国的教堂外，大主教满脸堆笑地握住我的手，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解决这件事，而且还是在没有给城市带来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完成的。您还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吧？闻言，阿列伊先是一愣，接着表示当然记得，在勇士的选拔上我会公开支持你的。同时他还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教国本部已经看中一名男人，就快要将他选为勇士了。对此我没有丝毫的意外，因为我很了解对方是谁。没错，就是前世那个混蛋勇士齐格佛德。就在我愣神之际，身旁突然传来了艾琳的声音，谢谢你帮我找到了老师，还有老师因为要找一个人马上就要离开了，我明白他这是来和自己道别的。接着艾琳扭捏地转过身去，她为之前退婚的事向我道歉。看着她那害羞的表情，我微微一笑，就像我上次说的那样，现在的我对你没有任何情感，你想怎样就怎样吧。闻言，艾琳自信地让我等着，下次再见时我的剑术一定会超过你的魔法。这时米利姆走了过来，我知道他是来问我他儿子的消息的，你放心，我会遵守承诺的。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儿子在哪里。卡里亚曼如今就在神鹰佣兵团。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十分的震惊，因为加入神鹰佣兵团就意味着要放弃以前的一切，无论是名字还是曾经的人生。卡里亚曼已经选好自己要走的路了，那我再去找他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对此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刚刚你还不顾一切的向我打探卡里亚曼的下落，现在这又是什么意思啊？米利姆认为自己没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给他带去的只有伤害，所以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去找他。闻言我微微一笑，就算孩子抛弃了父母，父母也不能抛弃孩子，不是吗？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先去跟他谈谈。说完我便把手放在了他的手上，这是我为卡里亚曼做的药，麻烦你将其转交给他。被我说动的米利姆捏紧了拳头，你说的对，小瓦普吉斯，我不能放弃自己的孩子。随后便转身踏上了前往神鹰佣兵团的路。告别完米利姆后，身旁的李安则询问我什么时候动身去教国，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参加勇士竞选了。我示意他别心急，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还要先见一个人才行。没错，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瓦普吉斯侯爵。因为我消灭了丑恶君主这种大恶魔，想必这个消息肯定已经传遍了整个帝国，但我却并没有提前告诉父亲自己会来这里。闻言的李安被吓得瞪大了双眼，你的意思是说侯爵事先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对吗？接着他一把拽住我的衣领吼道，你这个疯子，他可是你的父亲帝国最强的大魔导师，那家在你们中间的我成什么了呀？不行，我现在得马上躲起来才行。我咧嘴一笑告诉他已经晚了，因为父亲他已经来了。话音刚落，一道闪电魔法便从高空落下，而我也在第一时间用出了多重护盾魔法。看到这一幕的李安当场就懵了，这种攻击你确定你和侯爵是父子而不是仇人吗？我让他不要慌张，这只是我们瓦普吉斯家族正常的问候而已。随后我对着浓烟中的人影说道，父亲您来了呀。可侯爵却直接对我竖起了国际友好手势，去死吧混蛋儿子。紧接着侯爵对我疯狂发动魔法攻击，看着朝自己袭来的4颗魔法光球，我感叹真不愧是父亲，为了不伤及无辜而特意研究出一个揍人的魔法，真令人尊敬。侯爵却以为是在嘲讽他，愤怒值瞬间拉满，随即抬手又是一道闪电魔法朝我劈来，咻的一声，闪电风暴直接将我整个人给包裹了起来。要不是赛特及时出手替我解围，我恐怕就要直接跪下喊爸爸了。而侯爵也没想到我的身边居然还有一只精灵，而且还拥有这种力量。我趁着这个机会向父亲解释了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我要通过消灭恶魔成为勇士。侯爵听后却是扑哧一笑，儿子，你真以为我会相信那些荒唐的谣言吗？丑恶君主可是君主级别的大恶魔，别说是你，就算是我对付起来也不轻松，更何况大恶魔现世却没有对城市造成任何损失，你觉得这正常吗？这时阿列伊大主教走了出来，侯爵阁下，这些都是真的，要不是
是米哈尔少爷出手，我们教伯这次恐怕是真的摊上大麻烦了。随即便对着我一顿猛吹，还说我是拥有勇士之魂的英雄，这直接把侯爵给整沉默了。我这个傻儿子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为了验证这里到底有没有出现大恶魔，抬手就用出了传送魔法，下一秒侯爵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2分半后又瞬移回到了原地，而他通过对首都魔力浓度的确认，确定了我和大主教并没有在说谎，因为能留下那种气息的家伙确实可以被称为大恶魔。接着侯爵询问我真的要去竞选勇士吗？毕竟那意味着将来要去讨伐恐怖的魔神。我清楚自己今天要是拿不出足够的实力，父亲是不可能会放我离开的。下一刻我直接动用了赛特的风暴，一股强大的风暴之力出现在我的周围。父亲，正如你所见，如今的我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请您不用为我担心。接着我抬手一指身后的李安，而且我都已经为此选好了同伴。见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侯爵也没再多说什么。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那我不拦着你，你就随自己的想法去做吧。说完直接转身离开了这里。原来就在我说服父亲同意我去竞选勇士后，李安就急忙催促我赶快动身前往教国，他害怕我会在途中再整什么幺蛾子坑他，而我却示意他不要心急。我告诉他教国是我们此行最终的目的地，但在此之前我们还得先去一趟精灵之森才行。原来这些天我的脑中一直会回想起有关世界树的记忆，前世我见到世界树的时候他早已枯死，死在了大恶魔手里，这也让我曾经的战友第8代的精灵王杰哈德无比的伤心，因为身为精灵一族的他从小就把世界树当成母亲，再加上我要炼制的神器及魔法道具也需要用到世界树的枝条，所以我决定这次一定要尽我所能的拯救世界树。画面一转，我带着李安等人来到精灵之森的外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凉，树木枯萎毫无生机。我明白世界树的状态已经明显恶化了。这时卡珊德拉询问我该如何进入精灵之森，因为世界树作为高等的存在，没有任何人能在未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找到它，但我对此却并不是很担心，因为世界树的根缠绕着整个世界，不管是哪里都会连着中心，所以我只要找到它的一个树根便能去到世界树所在的地方。很快我通过触摸就找到了那根我所需要的树根，紧接着我双手合十，同时在心中默念了一句锁上吧。下一刻我便来到了一个独立于外界的异空间，这时赛特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这让我有点惊讶，因为我刚刚施展的是与世界树沟通的魔法，那能来此处的应该只有自己一人才对啊。赛特却愤怒地表示自己才不是自愿跟来的，如今我已经被刻在你的灵魂之上，是被你强行拽来的。我也没想到自己与赛特的联系已经紧密到这种程度，不过这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很清楚赛特与世界树的关系，他们一个是阿夏勒的神使，一个是阿夏勒分裂而来的根系之一，所以二人肯定是旧相识。很快我们就来到世界树的跟前，而世界树仿佛也感知到了我们的到来，周身瞬间就泛出了点点绿光，紧接着一位金发美女便凭空出现。初次见面您好，我就是世界树尤格，请问您来找我是有何事呢？这时他注意到了坐在我肩膀上的赛特，没想到我还能在这里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姐姐真是好久不见呢。赛特却是无奈的叹气道，你还是老样子，不管见到什么事情都是这么的波澜不惊，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会跟着这个男人吗？随后尤格从赛特的口中知道了有关我的消息，得知我是来帮他摆脱眼前所处的困境后，尤格明显不太相信我有这能力，可当我说出他如今的境遇应是和魔神或是与之相当的某个存在有关时，他直接惊得瞪大了双眼，你是怎么知道的？随后尤格伸手展示了因魔神侵蚀而破碎的身体，正如你所见，问题的源头就是魔神的残渣。看到这一幕后，我总算知道强大的世界树为何会濒临死亡了。魔神的恐怖在于他无法被彻底消灭，他所遗留下的残渣会注视世界的一切，而世界树为了保护世界亲自承受了所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自愿吞下了一种致死率高达100%的毒药。我询问尤格还能撑多久，从精灵之森外围荒凉的景象来看，如今的他已是危在旦夕。得知他还有4天的日子后，我松了口气，这说明魔神的残渣还没有侵蚀到世界树的核心，如今的他还有生的希望。前世世界树为了拯救世界选择与魔神的残渣同归于尽，但魔神却在他死亡之时窥见了世界的缝隙，最终还是让魔神军团入侵了世界，这也让他自我牺牲的选择变得毫无价值。但现在不一样了，拥有改变这一切的机会，只要我能在那些残渣渗透到核心之前把他们消灭便可。我向尤格保证，在接下来的4天内我一定会让你痊愈的。赛特也来到尤格的身旁，让他相信我，你别看他这个样子，他这个人其实还挺有能力的。听到这话的尤格神情一愣，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居然还有活下去的机会。随后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既然如此，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这时我突然伸手表示不是白帮助你的，你需要提前向我支付一部分酬劳才行。赛特听后扯住我的脸皮，就让我闭嘴，你这家伙别这么现实好不好？尤格询问我想要什么样的报酬，我抬手一指告诉他我要的东西很简单，那就是你身上所拥有的最完美且历史最悠久的树枝。而我之所以会提出这种要求，并不单单是为了自己制作神级魔法道具，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树枝才能解决他目前的问题。随着尤格将自身最悠久的树枝交给我后，我立马就来到了精灵之森的内部，因为我急需一位曾经挚友的帮助。此刻在一棵巨大的枯树前，杰哈德正低着头向世界树祷告，母亲，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拯救您呢？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面前的巨树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母亲，难道您现在已经无法顾及到我们精灵一族了吗？就在这时，巨树突然迸发出一道耀眼的绿光，紧接着又传来一道柔和的声音，我的孩子，黑暗企图将我吞噬，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闻言的杰哈德紧张的不行，连忙询问世界树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到您呢？世界树告诉他，很快会有一个人携带我的光芒出现，只要你能帮助那人，希望之光就会帮我驱散黑暗。说罢，巨树身上的绿光就一点点的消散。杰哈德见状，连忙伸出双手想要挽留，
母亲，您别走好吗？还有您口中的那个人究竟在哪里？还能在哪呢？当然是在你的身后啊！这时我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你好，我叫米哈尔瓦普吉斯，是世界树的使者。画面一转，我与杰哈德一同走在了前往精灵宫的路上，因为一路上我都走在前面，这让杰哈德忍不住问出了内心的疑惑：您曾经是不是来过精灵之森？为什么您对这条路如此熟悉呢？对此我只是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了过去，因为我总不能告诉他自己是重生过来的。毕竟前世来这里时，虽然森林已经被魔神烧成了灰烬，但唯独这条路还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哒哒哒的脚步声，王子殿下，大事不好了！有4个入侵者从天上飞了进来，但杰哈德根本不信守卫的话。精灵之森是何等隐秘的存在，更何况他还是禁止高空飞行的。可等他抬头看到空中出现的4道身影后，他当场就愣住了。这怎么可能？说好的绝对隐秘与高空竞飞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呀？而我看到这一幕后也是一脸坏笑。虽然我知道管家肯定会带着众人进入精灵之森，但没想到他们居然会选择这样高调的出场方式。等4人下来后，我狠狠数落了他们一顿，而管家是第一个不服的。少爷，这都怪您一声不吭的把我们丢在精灵之森的外围，真要追究到底的话，这一切都是少爷您的错。傻瓜才会承认这是自己的错呢。所以我只是不以为意的嗯了一声，而管家见我这副态度后，立马就黑了脸。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今天我就要替侯爵。可他话还没说完，我就让杰哈德以擅闯精灵之森的罪名将他给关了起来。这一幕将卡珊德拉给逗得哈哈大笑。你们瓦普吉斯家族的人还真是有趣呢。这时李安询问我得到世界树的树枝没？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我表示树枝确实已经得到，但这是我向世界树预支的酬劳，所以现在你们还需要跟我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才行。画面一转，我们一行人在杰哈德的带领下来到了精灵宫。随着大门被缓缓打开，一个老迈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他正是现任的精灵王吉伦哈达斯，同时也是杰哈德的父亲。好久都没有见到人类来这里了，欢迎各位的到来。而我也是第一时间鞠躬向他行礼。精灵的长久守护者您好，谢谢您的盛情款待。而我的这番话让精灵王有点吃惊，因为他没想到我一个人类居然知道精灵的礼节。紧接着他询问杰哈德为何要将人类带来精灵宫。米哈德让父亲对他接下来的话不要惊讶，因为这一切都是母亲大人的要求。就在刚才，母亲大人她短暂的现身了。闻言的精灵王立刻转身从床上站了起来。儿子，此话当真？你刚刚真的见到母亲大人了吗？随后他一脸严肃的要求杰哈德拿出证据，因为无法证实的言语是没有价值的。这让杰哈德很为难，没有录音留影能力的他完全没法向父亲证明他见过母亲大人。这时我啪的一声将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同时用眼神示意他放心，你的父亲就由我来搞定。随后我取出了世界树交给我的树枝。精灵王，您应该知道这根树枝的含义吧？精灵王颤颤巍巍地说道，这是母亲大人的树枝，你是使者。没错，在精灵眼中持有这根树枝便意味着正式得到了世界树的认可，同时这也是我与世界树见过面的确凿证据。只听啪的一声，精灵王直接就跪在了我的跟前。现任精灵王吉伦哈达斯见过使者大人，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母亲。我告诉他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世界树，但目前我还急需一样东西。精灵王立马表示无论是什么物品，只要他有都会立刻拿出来的。而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因为我想要将这根树枝制作成神级魔法道具的话，那就必须要借用精灵族的一处制作场所。没错，那就是精灵族的乌德尔之泉，是精灵史上最伟大的精灵铁匠乌尔德所遗留下来的场所。因为涉及到世界树的缘故，精灵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我的要求。他让杰哈德负责带我前往乌德尔之泉，而他则去召集精灵之森的骑士与士兵们，用来防止魔神残渣的偷袭。我转身嘱咐李安也去协助精灵王，因为我知道只要自己开始动手制作魔法道具，魔神残渣势必会有所察觉。好了，各位伙伴们，现在我们该动身去拯救世界树了。画面一转，我在杰哈德的带领下来到了乌德尔之泉的所在地。对了，使者大人，有一点我需要提前跟您说清楚，因为乌尔德在离世前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汪泉水的使用方法，所以在制作模具上我可能无法为您提供任何帮助。对于他的话我并不担心，前世的自己可是在这里制作出了无数的模具，使用他的方法可谓是了如指掌。我先是为树枝附上魔法能量，紧接着扑通一声将它丢入泉水里开始结构解析。没错，使用乌德尔之泉的核心要素便是魔力，因为传奇精灵匠人乌尔德他的真实身份并不是匠人，而是一位实打实的魔法师。虽然他作为魔法师达到的境界并不低，但他的才能却是十分有限。在认清这一点后，乌尔德便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作为魔法师无法大有作为的话，那他就要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最终他也是利用这汪泉水成为了一位举世闻名的模具匠人。此刻看着咕嘟咕嘟直冒泡的泉水，我明白这是魔力水在解析树枝，但想要彻底解析它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它可是世界树的寄生木，继承了世界树所有生命力的特殊材料。按正常来说，想要100%完美加工此物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使用的全是魔法元素又会如何呢？想到这，我的嘴角便勾起一抹微笑。这时杰哈德问我状况如何，有没有什么事他能帮我做的。我告诉他加工这根寄生木需要4天时间，在此期间别让任何人来打扰我。接着我指着前方的泉水告诉他了一个小秘密，那里的某处可是存放着乌尔德为精灵王打造的巫具，你可以试着去将其找出来哦。而在接下来的3天内，精灵之森的士兵们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戒状态，因为这几日魔神残渣一点动静也没有的缘故。李安便询问卡珊德拉可不可以预言一下未来。卡珊德拉表示自己能明确看到的未来是有限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情况并不是很妙。果然在他这话说完不久后，地表的岩层便开始寸寸崩裂，而森林内的所有花草也在一时间瞬间枯萎。就在众人一脸不知所措时，一道黑影从裂开的地表下破土而出，不多时一条拥有3颗血红色眼睛的巨蟒便盘踞在了巨树上，而它就是魔神残渣实体化的形态。看到这一幕的卡珊德拉让2人赶紧撤退，他能感知到这条巨蟒带来的压迫感，绝不是他们能对付得了的。但李安却表示自己不会临阵脱逃，这不符合他所信仰的骑士精神。可在巨蟒一声如雷鸣般的咆哮后，李安的内心却出
现了一丝动摇。这种压倒性的力量让他心里涌现出强烈的恐惧感。该死，我不可能战胜他的。此刻他紧咬牙关，只恨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的无能。要是能再强一点就好了。还有米哈尔这家伙，他究竟什么时候能过来啊？好在精灵王早已提前做好准备，第一时间就带着精灵族的士兵赶到了现场。他先是下令让所有士兵举起弓箭射击，利用密集的箭雨限制巨蟒的移动，接着趁这个机会让魔法师们构筑魔法阵。下一刻，一个巨大的防护罩便出现在了巨蟒的眼前。本以为这样就能阻挡住对方的脚步，可在巨蟒砰砰几个头锤砸下去后，原本坚硬无比的防护罩竟被硬生生的砸出了一条裂缝。精灵王明白这撑不了多久，如今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我赶紧出现。与此同时，在乌德尔泉水那边的我也完成寄生木的解析，看着手中的法杖，我很是满意。真不愧是我，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这么的毫无瑕疵。赛特让我别臭美，催促我赶紧将他和之前的宝珠合体，因为就在刚刚，他察觉到了魔神残渣的气息比之前强上了数十倍，说明对方肯定已经有所行动，而我也正有此意。随着我将那颗红色宝珠镶嵌在法杖之上，宝珠顿时就迸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看到这一幕的我内心暗喜，看样子这是成功了呀。而另一边的防护罩在巨蟒的攻击下已经濒临崩溃。此时的精灵王脸上写满了绝望，神啊，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阻挡他了吗？而在看到巨蟒打算蓄力给他最后一击时，李安让众人赶紧散开，防护罩要撑不住裂开了。果不其然，在巨蟒的这次攻击下，整个防护罩被撞得支离破碎。就在众人以为要完蛋时，一道耀眼的光柱便从天而降，当场就将巨蟒轰得倒地不起。随后我的身影出现在浓烟之中，我应该没有来晚吧？卡珊德拉在看到我后很开心，当然没有来晚，只是你不是说炼制魔法道具需要4天时间吗？为什么在第3天就会出现在这里呢？我表示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快一点不是很正常吗？这时巨蟒缓过劲来后艰难起身，看着眼前的这只庞然大物，我清楚只凭借区区5环魔法神圣之光是不可能击败它的，而且要不是手中的法杖是由世界树最珍贵的部分所制，刚刚的攻击恐怕连破开它的防御都做不到。但现在摆在我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击杀这条巨蟒，因为魔神残渣在世界树上寄生了长达数十年之久，这期间吞噬了太多世界树的力量，所以仅凭这根法杖来击杀它是不现实的。不过好在前世与他交手时知道了他的弱点，那就是在他的腹部里面有一处核心，只要毁掉那个东西便能击杀这条巨蟒。可令我头疼的是，想要顺利进入他的身体，就需要有人在外面牵制住他才行。这时巨蟒发动了攻击，他张开血盆大口就朝我扑了过来。同一时间，一支利箭划破天际从远方射了过来，紧接着就看到绚丽的蓝色火焰在巨蟒的头上猛地炸开，而我也在强大的冲击力倒退了好几步，那居然是精灵君主的剑。随后我扭头看了一眼下方，果然是杰哈德来了，看来他已经取得了乌尔德留下的巫具，而这精灵君主之剑是乌尔德特意为下代精灵王制作的，有着极强杀伤力的同时还附带着最强神圣力，只可惜历任精灵王没有一位能获得他的认可，否则也不至于让魔神残渣这么的嚣张。不过杰哈德来的正好，他的攻击能很好的为我吸引巨蟒的注意力。此刻巨蟒也从刚刚那一剑中缓了过来，只是现在的他十分狼狈，脸上一半的皮都被射得直接脱落了。我先是为自己附加速度魔法，趁着巨蟒吃痛张开嘴的那一瞬间，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径直冲进了他的嘴巴，在幽深的肠道中飞行了2分半后，我和赛特终于是抵达了巨蟒的腹部位置。随之映入眼帘的是一群由黑色液体构成的恐怖怪物，它们的数量多得惊人。赛特告诉我，这是魔神残渣为保护自己所召唤来的魔神族群，是非常危险的存在，可是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很强大呀。闻言，赛特立刻给我科普起了这种怪物，他们之所以危险，不是因为他们的单体实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他们只要在魔神残渣的体内便会拥有无限复活的能力。而就在我们谈话间，这些怪物突然对我们发起了进攻。见状，我立刻施展出了环扩张魔法，瞬间提升了自身3倍的魔力。紧接着我举起法杖，默念了一声神圣之门，下一刻一个带有神圣气息的圆盘自我头顶缓缓升起，而它所释放出来的白光直接驱散了这群怪物。同一时间，我也猛咳了一大口番茄汁，果然还是太勉强了点吧。不过解决你们这群怪物应该是够了。随即操纵圆盘射出了一道白色光柱，那些怪物在接触到白光的瞬间就被轰成了齑粉。看到这一幕的赛特被惊掉了下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拉扯着我的脸颊，要我给他一个解释。在他的印象中，这些怪物可不会这么轻易的被解决掉，而他会有这种反应也正常，毕竟神圣之门就是我为了防范这种情况所特意创造出的对付魔神的咒语。因为是用前世9环魔导士的知识为基础所自创的魔法，所以此魔法的运用难度极高，同时对魔力的消耗也是极大。现在的我恐怕只能维持5分钟这个状态，所以我必须要在这期间做掉魔神的残渣。很快，我和赛特就来到了核心所在的位置，终于找到你这个混蛋了。而眼前的生物把赛特给惊讶到了，他没想到这个残渣的本体竟然会是魔神的眼球，难怪他会给尤格带去如此折磨。此时我的魔力环强化时间还剩3分钟，需要速战速决才行。可魔神的眼球似乎也注意到了我目前的状态，当即就发出了嘻嘻嘻的嘲笑声，随即操纵着数根触手朝我袭来。该死，我可没有时间陪你在这玩触手游戏，我当即就用出了闪现魔法，下一秒我的身子便出现在眼球的正前方。这时魔力环强化的时间还剩1分钟，眼球见状想张开身旁的触手将我直接吞噬，但我却先他一步掏出了一颗信号石，随后拳头轻轻攥起就捏爆了它。咻的一声，一只带着绿色光芒的箭矢突然出现，将面前所有的触手拦腰斩断，而这一箭正是外面杰哈德所射的。被洞穿了身体的巨蟒此刻正在疯狂咆哮，它的生命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流失。此刻我漂浮在眼球前吼道：你真的以为世界树会毫无准备的只知道忍受你的折磨吗？虽然前世世界树未能成功摆脱你，还和你做了同归于尽，但它从来都没有输，因为它早就在你的体内埋下了一个希望的种子，一个只为世界树而念的咒语。随着我举起法杖念出了7环本体咒语尤格拉西，巨蟒的体内瞬间就生长出了大片的嫩芽，它们迅速蔓延攀升，随后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眼球逼近。
境。与此同时，身处远方的尤格也感受到了这些种子的萌芽。谢谢你了，米哈尔瓦普吉斯，说着便流下了开心的泪水。而另一边，巨蟒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分解消散。看到这一幕的杰哈德开心的哭了出来。我们真的消灭了魔神的残渣。此刻的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直到一束绿色的光芒从远方疾驰而来，只见它径直地没入到了巨树的体内。下一秒，原本枯萎的枝干瞬间充满了生机，翠绿的枝叶在金色的光芒下快速生长。不消片刻，整棵巨树都被金色的流光给笼罩了起来，同时还散发出极强的生命气息。太好了，母亲大人，她终于回来了。画面一转，此时的我再次被世界树召唤进了他的世界。尤格一见我就向我表达了他的谢意，感谢您的帮助。如今的我又能重新接管精灵之森去照顾我的孩子们了。我告诉他感谢之类的话可以免了，我这个人还是更喜欢实际点的东西，比如说报酬之类的。尤格也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我知道了，你想要我的精髓对吧？但得到我的精髓只能帮你增长环数。出于我生命价值的考虑，你所要的这个报酬对于我而言未免太吝啬了，所以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把我自身的一部分都送给你。听到这话的赛特当时就急眼了，哪有人这么白给的？你要是送出自己的一部分，那这个世界的秩序和平衡又该如何维持呢？赛特姐姐，我这样做的理由和你曾经选择这个孩子的初衷是一样的，所以你不应该阻止我。听到这话的赛特小脸涨得通红，随便你了，你爱给就给，我不管了。看着赛特那一脸吃瘪的表情，我调侃他，让你爱管闲事，现在被人对的说不出话了吧？随后我接受了尤格的好意，并询问他该如何使用你的力量。尤格则是将他的一缕秀发放到我的手上，这让我有点失望，原来送我的就是头发呀。接着我张开嘴就打算将这头发给吃下去，尤格连忙开口阻止了我的行为。他告诉我只要将头发系在手腕上就行，这样我就能操控他的力量了。果然在我闭眼去尝试时，一股充满生命气息的力量自我的手腕上迸发而出，没一会儿就扩散到了我的全身。这就是世界树的力量吗？不仅治愈了我身上所有的伤，就连魔力环也得到快速恢复。随后我伸出右手打算试一下这股力量，急速回转的魔力瞬间将我的身体搅得不成样子。好在世界树的修复速度比这魔力运转还快，这才让我没落个原地爆体而亡的下场。在经过一阵惨痛的折磨后，我顺利的凝结出了自己的第6个魔力环，这也意味着我已经突破成为了一名6环魔法师。回到精灵之森后，此刻的众人正围着篝火举办盛大的晚会，看着众人那开心的模样，我感叹世界要是能一直这么欢声笑语下去该多好，毕竟这样的画面看起来实在是太漂亮了。这时精灵王突然坐到了我的身边，他询问我伤势如何了，我表示没什么大碍，但有一件事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那就是好好教导杰哈德，并让他和妖精见面，因为他有和妖精王缔结契约的潜力。闻言的精灵王微微一笑，感谢使者大人对我儿子有这么高的评价，作为他的父亲我非常的骄傲。而我则是瞥了他一眼，这家伙果然和杰哈德说的一样，前世的杰哈德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这样告诉我的父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好人。而他说的也没错，精灵王确实是个好人，也幸好这次我就吓了他。这时精灵王突然起身，他要向众人宣布一个消息，所有人向使者大人举杯，如果没有使者大人我们就拯救不了我们的母亲，所以我将以精灵王的名义起誓，从今往后我们精灵们将成为使者米哈尔瓦普吉斯的盟友，不再自困于精灵之森。众人听后纷纷高举拳头喊道，使者大人万岁，世界树母亲永存。随后便将我像英雄一般的抛到半空。我也没想到精灵王居然会做出这种选择，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啊。但为什么我的心里会有一种遗忘了什么的感觉？我到底是忘了什么呢？而此刻在精灵族的地牢内，管家已经被我关了整整4天。随着世界树事件的完美落幕，我们一行人终于踏上了前往教国的路途。一路上骑士海伦都在询问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是谁。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表示我当然是瓦普吉斯家的独生子，难不成我还能当你爸爸吗？这时赛特告诉我他非常能理解海伦的心情，因为就连他也在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个人类，毕竟我最近的表现实在不像是我这个年纪的人所能做到的。没办法，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我米哈尔要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正如各位所见，我之所以能做到几乎不可能的事，是因为我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闻言的众人立马投来了关怀智障的眼神。米哈尔，你少在这吹牛了，这个时代就连圣女都无法听到神奇，你一个魔法师凭什么可以？对于李安的话，赛特也表示认同，因为作为神使的他很清楚，自从阿夏勒神离开世界后，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神降下神奇了。对此我只是微微一笑，随即转过身去表示不管你们信不信，神确实给我传达了一个旨意，那就是让神圣教国去死吧。说着我还朝天空比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没错，如今的神圣教国的根早已烂透，各大主教的自以为是与贪念是前世魔神能顺利入侵的重要因素。而我的这番话令卡珊德拉的内心大为触动，因为没有人能比他更理解如今神圣教国的腐朽。好了各位，就让我们一起去打破教国那些老头子设的局吧。很快我们一行人就来到了教国的首都姆克。来到城门口后，负责迎接的教徒询问我们来访的目的，而我则是拿出一个卷轴交给了他，这是阿列伊大主教给我的推荐书，我想您应该是认得他的吧。而在听到我是阿列伊大主教推荐的人后，他丝毫不敢怠慢地展开卷轴来确认我的身份。在确认完我是阿列伊推荐来竞选勇士的，他便要求我在卷轴上滴一滴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推荐书正式生效，从而获得进入教国总殿的资格。一路上教国的信徒们都在议论纷纷，因为自我入城的那一刻起，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是勇士的候选人。虽说这个时代的勇士在普通人眼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称号，但对于神圣教国而言，不管勇士的威信再怎么下降，勇士终究还是勇士。看着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身上，李安笑着表示，要是我们用更华丽的方式登场，你说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呢？而李安的这句话也点醒了我，我笑着喊了声赛特。对此赛特邪恶一笑，我好像知道你想做什么了。随即他催动起了神物赛特的风暴，下一刻我的周身就涌现出了一股纯粹的风暴之力。看到这一幕的众人都被惊掉了下巴，因为他们发现了这风暴中竟然蕴含着
着神圣力，这怎么可能呢？而我之所以会这么高调，也不是单纯的为了装13，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混在人群的老鼠们看清楚我的实力，然后再去报告那些大主教老头子吧。这时管家也发现了这些人的存在，他凑到我的身边，小声告诉了我一切，询问我打算怎么办。我眨巴着大眼睛，表示要给他放3天小长假。管家，你一直以来都这么努力的工作，所以这3天你就去做点你想做的事吧，无论是去抓藏在暗处的老鼠们，还是去玩所谓的解谜游戏都可以哦。闻言的管家先是一愣，接着嘴角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哎，少爷你还真是会使唤人啊。与此同时，在教堂的某个房间内，一个教徒将发生的所有事都禀告给了基利安大主教。你说米哈尔拥有神圣力，这不可能，他们瓦普吉斯家族明明是魔导师家族，要知道魔法师是绝不可能拥有神圣力的，因为魔力和神圣力本是2种无法交融的力量，想要同时拥有这2种力量，除非他是小说故事中的男主才行。还没等基利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教徒又告诉了他一个十分震惊的消息，那就是卡珊德拉也出现在了队伍中。另一边的教堂内，负责接待我的司机西安在看到我后十分的兴奋，您就是勇士候选人米哈尔大人吧？教皇殿下已经在里面等您了。看着眼前的小孩，我感叹如今的教国这么缺人了吗？连这么年幼的孩子都能当上中级司机了。随即我让他带路，可西安却为难地表示教皇只接见我一人，至于李安等人是无法进入总殿的。闻言的我表示问题不大，他们会自己看着办的。但在进入之前，我还是提醒了一下卡珊德拉，基利安大主教那边的人恐怕已经发现了你要小心一点。卡珊德拉有点沮丧地表示我都知道，毕竟在整个教国就属他们最警惕我的预言了。接着我又转身交代了李安几句，让他在这期间保护好卡珊德拉，因为我知道这次的会面估计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时卡珊德拉突然叫住了我，你之前不是问过我离开教国的原因吗？我想现在似乎是时候正面回答你了。那你说吧，难道你不是因为当初教国不相信你的预言才选择离开的吗？卡珊德拉表示这是一个原因，但这并不是全部。如今世人皆知的预言是魔神入侵并毁灭了世界，但他真正的预言还远不止这些，因为他还预见了魔神的身边站着一只长着金鬃的狮子，最主要的是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倒置的太阳，而太阳在教国中又是勇士的象征，所以这个预言就被大主教们解释成了勇士的陨落。这一刻我算是知道教国为何会不信卡珊德拉的预言了，因为在教国勇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远超我们的想象，所以像这种不利于勇士的预言，教国当然不愿意让外界知道。不过话说回来，那长着金鬃的狮子又代表什么呢？突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金鬃和金毛，可恶，果然是那个混蛋勇士弗里特。画面一转，此刻我跟着西安已经来到了总殿的内部，一路上西安都向我表达了崇拜之意，特别是说到我在城门口施展神迹的场景时，他直接化身成了我的狂热粉丝。米哈尔大人，您一定要成为勇士大人，成为教国史上唯一一位能使用魔法的勇士大人。我却表示这恐怕有点困难啊，因为我可是听说了教国早就有了一位勇士之才。闻言的西安扭捏地说道，您是说弗里特大人吗？虽然他是个好人，但大家不是总说身体强的人脑子便会受罪吗？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下一秒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西安给我一个劲的磕头道歉，对不起，刚才是我不知分寸了，你没有说错，你的评价很中肯，我很喜欢你。此刻我已经彻底记住这位终极司机西安了，拥有这种眼光的他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能够成为英才。很快我们就来到一扇矮门前，西安告诉了我这扇门的寓意，只有肯放低身段的人才能通过。随后他低头向我行礼，告诉我教皇殿下就在这扇门后，愿贺考神的恩宠与您同在。接着我伸手打算去推开那扇矮门，就让我来看看传闻中的教皇格雷戈里乌斯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的。可当大门被缓缓打开后，我的瞳孔当场就瞬间猛缩了2秒半。可恶啊，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曾经的混蛋勇士？此刻弗里特非常有礼貌的想要和我打招呼，可我却想直接问候他的全家，但等各种谩骂之词涌到我的嘴边时，我还是用最后一丝理智忍住了。我攥紧拳头告诉自己一定要忍住，小不忍则乱大谋，如今最重要的事是成为勇士。随后我俯身对教皇行了一个大礼，参见教国中最肯放低身段之人，能亲眼见到英明的贺考之眼是我的荣幸。对于我的行为，教皇显得有点惊讶，因为我如此懂礼数，实在是不像瓦普吉斯家的人。好了，现在我向你们2位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吧，因为直到此刻能满足条件的候选人仅有你们2人，所以你们中的1人将会被选为勇士。这时弗里特突然伸手想要和我探讨一下勇士的力量，虽然我很不想搭理这货，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和他握了手。果然在握手的瞬间，弗里特便将自身全部的神圣力向我袭来。呵呵，你还真是不客气啊，既然你想玩，那我就勉强陪你玩一下吧。随后我直接用世界树的力量将他的神圣力给吸进了体内。感受到不对劲的弗里特想停止释放神圣力，但我又岂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疯狂吸收神圣力的同时又对他释放我的神圣力，这一来一回之下，弗里特显然是快扛不住了。赛特劝我别玩过头，要是一不小心把这小子弄死，我们的麻烦就大了。听到这话的我冷哼一声，随后便松开了他的手。而刚刚的一幕教皇都看在眼里，米哈尔，你拥有的神圣力非常的纯正，倘若只论纯真度的话，似乎还在我之上。你是曾经得到过神的启示吗？没错，教皇殿下，我确实得到过启示。而我面不改色的撒谎能力也把赛特给无语到了。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家伙这么的无耻呢？这时弗里特大喊一声，这绝不可能！自从经历过预言战争后，贺考神便放弃了对人类降下启示，更何况就连教皇殿下都未得到启示，你一个魔法师又凭什么呢？听到这话的我瞬间哈哈大笑。你问我凭什么？就凭勇士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从来不需要从教皇那里接受旨意，因为与勇士作伴的永远只有一人，那就是英明的贺考神。而你刚才那番话是想贬低勇士的价值吗？还有你愚蠢的行为已经把贺考神降格为了避灭者。意识到自己失言的弗里特立马就低下了头。对不
不起米哈尔阁下，我为刚刚说的话向你道歉。这时的我也懒得搭理这个没脑子的家伙，当务之急是先把起事之事给糊弄过去。考虑到谁都不知道起事是什么，于是我便准备现场胡编乱造一个。就在我一本正经的打算骗人时，我却猛地发现人群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少女。她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呢？而少女也注意到了我的异样，她笑着对我问道：“你能看见我是吗？”我假装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但脸上渗出的汗珠却将我给出卖了。只见少女伸手打了一个响指，下一秒整个房间的时间流逝就被强行停滞了。看到这一幕的我内心无比的震惊，能轻易使出冻结时间这种奇迹的人，那有且只能是一人。你是贺考神对吗？此时的我有点尴尬，刚刚还想借他的名义扯犊子，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抓了个正着。还有他这透着调皮的表情与态度，与其说他是神，还不如说他更像赛特。而我直勾勾的眼神也被赛特一眼看穿，你脑子里的想法似乎对我很无理呢。这时贺考也发现了赛特的存在，真没想到居然还能在这遇到你。但赛特，你看起来似乎变得更卑微了呢，这是你配说的话吗？信不信我把你那些纠缠阿夏勒的糗事都爆出来？然而还不等赛特把话说完，贺考哐当一声就给赛特来了一个过肩摔，而力道之大，差点就送赛特去见阿夏勒。随后贺考问了我一个问题，从刚刚起你的眼神里就透露着相当的不屑。虽然你获得了阿夏勒的继承，但我如今可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神明，为什么我在你的眼中却看不出丝毫对我的敬畏呢？他不说还好，一说我当场就怒了。不管是世界树濒临枯死，还是大恶魔扩张势力之时，你不都是选择了袖手旁观吗？所以我为什么要对你表现出敬畏呢？听到我的话后，贺考先是一愣，接着笑着表示你可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倘若你是因为我不回应启事而在生气的话，那我只能说我也是有自己无奈的理由。随即他在嘴边比划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我不起誓，是因为我的话语一直都没办法传出去。虽然我也被世人称为神，但我并不像阿夏勒那样完美。如今的我因为某种原因，导致我说的话无法被世人所知，就连作为第二方案的预言也得不到大家的信任。闻听此言的我顿时就懵了，你可是神吗？这世间究竟还有什么事是你不能解决的？贺考则表示这件事情说起来太浪费时间了，以后有机会再给你解释。而你作为目前唯一能和我沟通的人类，我现在需要你去帮我办一件事。他因为某种原因导致自己的话语一直传递不出去，所以他希望我能帮他去查明原因。作为交换，他会帮助我成为勇士。虽说我有绝对的自信，凭借自身能力成为勇士，但考虑到他的这个问题可能与魔神有关，所以我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随着他再次打出一个响指，原先被冻结的时间重新恢复了流逝。这时弗里特还在一个劲地询问我神究竟给了我什么样的启示。既然你那么想知道的话，那我就告诉你吧。神说如今教国的实际情况令他非常失望。此话一出，弗里特当场怒斥我放肆，居然敢在教皇殿下面前诽谤教国。对于他的反应我早有预料，你连我所得到的启示是真是假都还没确认，居然就说我放肆，我看是你根本没把贺考神放在眼中吧。你这种没脑子的家伙，还是赶紧闭上嘴巴老实待着吧。随后我将目光看向一旁的教皇，对了，神还跟我提过一件事，那就是在很久以前，教皇殿下您曾收留过2名女婴对吗？一个被您攥在手里，另一个却不管不顾。听到这话的教皇立刻被惊得瞪大了双眼，要知道这些事在教国中也只有一些大主教才知道，如今却被我给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此刻他算是彻底相信我真的得到贺考的启示了，但事实上这些话并非是贺考降下的启示，而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因为如今教国的根已经烂透，必须要改变现状才行。而且即便他们不信这些话是启示也无所谓，毕竟只要我把这些话变成事实，那他们就是启示。这时教皇表示今天的勇士竞选就先聊到这里，他要先回去和各大主教商量一下。在离开教堂后，我发现手背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奇特的花纹标记。赛特告诉我这是代表贺考继承的独有纹样，说明我已经接受了他的委托。接着赛特又吐槽我如今已经有了2个纹样，那日后会不会变成一个浑身纹样的社会街溜子？你还别说，真有可能。而就在我和赛特闲聊时，另一边的李安简直快要疯掉了，因为此刻他的眼前即将要爆发一场大战，来人是神圣教国最强的圣骑士哈贝伊，他来此的目的就是要带走卡珊德拉。很显然，身为守护卡珊德拉的骑士海伦是不可能答应的，你没有资格见他，要是再不离开这里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闻言的哈贝伊只是轻叹了一声，随后一脚踏出，直接将地面踩得碎石飞裂。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向一位圣骑士拔剑可是很危险的？再说卡珊德拉大人是教国的一员，我来接他回家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眼看对方即将准备动手，李安第一时间就将海伦护在了身后，这一行为令哈贝伊极为不爽，他警告李安要是再不让开就按同罪处理，但李安却表示他是我的同伴，若我只是袖手旁观的话，岂不是有损我帕斯洛夫家族的颜面？说完李安便拔剑摆出了战斗姿势，原来你就是帝国的希望之星李安帕斯洛夫，看在你家族的面子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现在让开我就不难为你。但回应他的依旧是李安强硬的态度，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绝不可能让开。话音刚落，李安便拔剑向对方猛冲了过去。此刻的他既恐惧又兴奋，恐惧的是对方是教国最强圣骑士，兴奋的是有机会能和这种强者交手。只是在刀剑碰撞的那一瞬间，李安便清晰地认识到了双方的差距，我不可能战胜他的。这时卡珊德拉大喊了一声住手，这才阻止了这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哈贝伊，就算你是圣骑士团的团长，也不该如此无理地找上门来吧。哈贝伊表示这是自己身为圣骑士的职责，而且基利安大主教已经为当初的所作所为而后悔了，这次肯定不会再那样对您了，所以请您随我一起走吧。卡珊德拉很清楚眼前这人和基利安是站同一立场的，
若被他带走的话，势必又会将自己囚禁起来，永远无法离开教国。要是我拒绝跟你走的话，你会强行将我带走吗？哈贝伊表示那是自然，因为我并不是在和你商量。为了不让保护自己的里安和海伦受到伤害，卡珊德拉刚准备答应他时，我的声音却从远方传了过来：谁要和你这个小紫毛一起走啊？紧接着一道冲天的火柱便将双方给隔绝了开来。看到这一幕的哈贝伊瞪大了眼睛，这居然是6环魔法，真没想到米哈尔大人您年纪轻轻的，居然就有这等实力。不过今日是我教国内部的事情，就算您有勇士之姿，也无权阻拦圣骑士团行事。闻言的我呵呵一笑，我说团长大人，您真的有牢记教国的律法吗？于教国而言，勇士可绝不是外人了。你若真不知道，我倒是可以说给你听。哈贝伊听后先是一愣，接着表示刚刚是自己失言了，但不死心的他还想用卡珊德拉突然消失的理由说是，而我则是明确告诉他卡珊德拉没有消失，他一直都是和我这位勇士候选人在一起，所以现在的你没有什么理由能带走他。见对方磨磨蹭蹭的还是不想离开，我愤怒的指着他问道：你还不肯走吗？难道你是想挑战勇士在教国的地位？而这么大一个帽子，他当然是不敢接的。对不起，今日打扰到各位了，在下就先行告退。而在目送完哈贝伊离开后，海伦和卡珊德拉刚想松一口气时，我却眼神冰冷的说道：接下来该我们谈谈了吧。回到住处后，我首先要确认的一件事便是海伦的真实身份，所以海伦，请你把头上的头盔摘掉吧。没想到隐藏在盔甲之下的海伦，她的真实身份竟是那个混蛋勇士的亲妹妹，而她的真名也不叫海伦，而是叫艾达尼伯伦。而眼前这个状况也已经出乎我的预料。此前我之所以会让她摘掉头盔，是因为这些日的相处中，她给了我一种久违的违和感，我便下意识地认为她应该是我曾经的某一位挚友，只是我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随后我询问艾达为什么要和被赶出教国的卡珊德拉同行，明明你在教国可以活得更加滋润，毕竟你的哥哥可是金狮骑士团的希望之星，同时又是勇士的候选人。而听到我这话的艾达眼神落寞，随即便向我讲起了他的童年遭遇。我和哥哥从小就是被遗弃的孤儿，我们在一个被黑暗势力所占据的小巷里相依为命，而众所周知，在小巷里的孩子们和消耗品没什么两样。虽然那种生活对于年幼的我太过残忍，但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哥哥总是会义无反顾地挡在我的身前保护我。可直到基利安大主教的到来，一切都变了。圣洁的神殿变成了我们的新家，我们再也不用去垃圾桶翻找食物。但不知何时起，哥哥却开始变得奇怪起来。加入金狮骑士团后的他，逐渐表现出了自以为是的一面，对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而且最过分的是，哥哥在成为勇士候选人后做的第一件事，竟是斩断了预言家的左膀右臂。这个消息倒是令我有点惊讶，没想到清理完卡珊德拉周围所有人的那件事，居然会是弗里特主导的。艾达告诉我，那是因为大主教混淆了他哥哥的视听，因为预言的模糊性导致他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释，而大主教正是抓住这一点，他利用哥哥的正义感，指给他看了那些因预言而受苦的人。此刻我算是彻底明白当初卡珊德拉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基利安大主教一手策划的呀。随后我轻笑了一声，若是艾达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可真是极具讽刺意味，因为那预言可是贺考亲自降下的，但带头否定的却是一直信奉他的大主教和勇士候选人。现在一切的证据都指向基利安大主教，看来是有必要去调查他一番了，说不定还能顺手找出贺考被晋升的原因。与此同时，在教国的广场上，弗里特正独自一人思考着他近些年来的行为。作为一名勇士，我真的是称职的吗？一想起妹妹那望着自己的眼神变得愈发凶狠，他的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特别是妹妹最后临走时，他的眼里也只剩下了冰冷。郁闷的他直接对着空气挥出一剑，这到底是为什么？明明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可他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我呢？就在这时，基利安大主教满脸堆笑的走了过来。弗里特，我的到来有妨碍到你练剑吗？弗里特连忙表示没有。不知大主教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基利安轻叹了一声，我来是告诉你一件事的。你还记得这次作为候选人来到教国的小瓦普吉斯吗？此刻的他正带着预言家和你的妹妹在鬼混呢。只听哐当一声，弗里特手中的宝剑径直掉落在了地上。大主教您说什么？他们居然和米哈尔一起回来了吗？这件事教皇殿下他知道吗？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基利安示意他不用担心，因为伟大的贺考神是与我们同行的，但神不会恩赐毫无作为之人，所以我们也得有所行动才行吧。而就在两人商讨着该如何对付我时，殊不知在阴影的角落中一直有人在注视着他们。很快1周的时间过去了，整个教国都在围绕着谁更适合成为勇士而展开激烈的讨论。在基利安大主教的一番运作下，绝大多数的大主教与司祭都表示支持弗里特成为勇士，他们普遍认为身为圣骑士团一员的弗里特更能代表教国的形象。此刻里安被急得抓耳挠腮，米哈尔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那边都已经开始宣传自己是神选之人了，而你却在这个房间里整整窝了7天，难道你是想退出勇士竞选了吗？我示意他不用心急，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还没做出选择，而且我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参加勇士竞选是有一个重要理由的，那就是即将发生的大主教遇害案。前世在这件事发生的2年后，人们才得知这次遇害案竟与恶魔有关，也是从那时起教国才重视起魔神降临的预言，并开始选拔勇士为日后的开战做准备。因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我能提前阻止大主教被杀，并铲除这件事的罪魁祸首恶魔，那我就能取得那些保持中立大主教的支持，再加上那个人的影响力，这个勇士之位我是势在必得的。随后我询问卡珊德拉有没有联系上对方，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至于他会不会来我也不确定。闻言的我并不担心，因为那人是绝对不可能拒绝卡珊德拉的请求。果然在2秒半后，门口便传来了砰砰砰的敲门声，随着房门被缓缓打开，一个身披斗篷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到卡珊德拉的身旁。这些年苦了你的孩子，而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教皇殿下。在2人叙旧了2分半的时间后，我直接开门见山地向教皇表达自己想成为勇士的意愿。
对了，教皇殿下，继上次我告诉您启示后，其实我还有话没对您说。随后我便亮出了右手上的纹样，我想这个标记意味着什么，您应该很清楚吧？此时的教皇早已被惊得瞪大了双眼，你居然拥有赫考大人的继承，你这是亲眼见过他吗？我表示自然是见过的，而且那位神明确地告诉过我，神圣教国必须要有所改变，所以为了伟大的赫考神，我需要教皇殿下您的帮助。时间来到第二天，此时在房间内的基利安大主教被气到发抖，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的教国会议上，一直保持中立的内伦大主教突然表示要支持我成为勇士，这瞬间让众人震惊不已，他们开始议论纷纷，因为谁都知道内伦大主教是教皇最亲近的辅臣，他对我的支持就等同于教皇对我的支持。此时站在基利安一边的大主教们都开始抱怨起了教皇的行为，明明弗里特不管是在名声上还是在象征性上都更符合教国的利益，可教皇为什么要支持不占优势的小瓦普基斯呢？难道就因为他曾经消灭过大恶魔吗？听到这话的基利安大主教气得牙痒痒，他绝不允许我树立名望并成为勇士。随后他一脸邪恶地告诉众人，各位同僚们，为了教国也为了正确之事，我们可能要弄脏自己的双手了。而我在得知这一切都与恶魔有关后，便带着李安直接闯进了教国的骑士团。就在此前，我通过亮出赫考的象征以及卡珊德拉的恳求，顺利说服了教皇支持我成为勇士。虽说一切都在往我预想的方向发展，但只有我知道接下来的问题才是最棘手的，因为大主教遇害案即将发生，准确来说应该是内伦大主教遇害案。也正是因为那次事件，让本就缺少支持的教皇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所以我目前最需要做的事就是拯救内伦大主教。而就在我思考时，休假多日的管家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吓得我一个闪现就和他拉开了2米半的距离。我刚想抱怨他为什么要这么神出鬼没时，管家却给我带来了一个消息，他告诉我教国中存在着恶魔的气息，其源头竟然在圣骑士团，这让我有点惊讶。果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恶魔可真是会找藏身之处啊。对了，少爷，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禀报，那个叫基利安的大主教好像在谋划着对您不利的计划，而且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上有一种邪气，就好像是沾染了什么令人作呕的东西。闻言的我微微一笑，事情好像正在往有趣的方向发展呢。画面一转，此刻我与李安正走在前往骑士团大本营的路上，一路上李安都表示十分不解，米哈尔，你为什么想去找骑士团的麻烦，而且还非要带上我呢？当然是为了报仇啊，之前被他们团长找上门来欺负，难道不该回敬一下吗？听到这话的李安显得很是激动，我就喜欢你小子有仇必报的性格。对了，我有个东西给你，待会就由你去解决那个团长了。说着我便将一个模具丢给了他，但此刻的李安已经懵了，真嘟假嘟，你确定要让我去对付那个哈贝伊吗？接着他又看了看手中的模具，你给我一个剑柄有什么用啊？我抬手一指示意他将灵气注入其中试试，他绝对能给你一个大惊喜。果然在李安注入灵气的那一瞬间，一柄有着强大魔力的魔剑便出现在他的眼前，而随着汇聚的灵力越来越多，魔剑竟直接幻化成了一位剑士。我告诉李安，这家伙的剑术水平远远在你之上，虽说你们没法进行双向交流，但你和他一起修炼效率至少能翻2倍。面对这白给的宝贝，李安显得有点不好意思，询问我想要什么东西，我则是拍拍他的肩膀表示什么都不要，如果你真的想感激我，那就努力变得更强，以后我还需要你的帮助呢。很快我们便来到了圣骑士团的大本营，负责看守的2名骑士一眼就认出了我勇士候选人的身份，他们询问我来此是有什么事情吗？我是来见你们的团长哈贝伊的，请你们进去通报一声。听到这话的2人瞬间变得支支吾吾起来，对不起候选人大人，团长他不在，还请您下次再来。而他们这反常的举动也更加确认了我的猜想，圣骑士团的内部绝对有问题。随后我也不管他们的阻拦，打算以勇士候选人要参观骑士团的理由硬闯。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哒哒哒的脚步声，而来人正是骑士团长哈贝伊。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团长大人这是特意来迎接我的吗？哈贝伊则是阴沉着脸询问我来此的目的，得知我们是专程前来挑战他后，他先是一愣，随即便明白是为上次抢夺卡珊德拉的事来的。很抱歉米哈尔大人，上次那件事是我不对，我在这里郑重地向您道歉，但是对于你们的挑战术我不能接受，因为圣骑士不会跟无罪之人战斗的。而眼见对方说什么也不同意，李安便开始了贴脸嘲讽，什么不跟无罪之人战斗，我看分明是你怕输想要退缩罢了。而我则是趁机拱火，圣骑士团莫非都是一群欺软怕硬之徒？就你们这样的还配侍奉赫考神吗？被触及到逆鳞的哈贝伊眼神一冷，米哈尔大人还请收回您刚刚说的话，我接受你们的挑战就是。随后我们便在哈贝伊的带领下来到了骑士团内部，看着训练场上刀剑碰撞的骑士们，李安显得十分激动，因为他从小就向往成为圣骑士团的一员，如今看着他们挥汗如雨的训练令他更加向往了。而在路过一面旗帜的时候，我瞬间就嗅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不会错的，恶魔就藏身在此处，而且这家伙也算是我的老朋友了。由于教国汇聚了世界上信仰最坚定且神圣力最强的司机们，所以只要是个恶魔都难以在此处存活下去，但唯独那家伙是个例外，他天生就对神圣力有着一定的免疫能力，而且他还擅长拟态，经常依靠着卓绝的演技来摧毁猎物。不过这家伙也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一旦他拟态成功的话，就连他自己也会忘记那其实是他在扮演某个角色，因此他会完全按照拟态对象的方式来思考并行动。随后我询问哈贝伊最近在骑士团内部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哈贝伊转头告诉我没有，虽然他的表情很冷漠，但我知道他没有在撒谎，因为从始至终他的瞳孔都没有丝毫的动摇。既然从他这里得不到有用的信息，那我也只能靠自己确认了。随着我发动探知魔法，我的双瞳瞬间变得漆黑一片，这里没有异常，这里也没有。就在我以为此行要白跑一趟时，突然发现一团黑色生物正在地下蠕动着，难怪我一直找不到这个家伙，原来他竟然一直躲在地下。随后我向哈贝伊提出了想去下面看看，闻言的哈贝伊瞳孔一缩，
而他这细微的表情变化也被我给捕捉到了。这家伙果然在隐瞒着什么。于是我再次询问他地下究竟藏着什么东西，而他回答我的依旧是什么也不知道。眼看这家伙的嘴巴如此之硬，我便打算亲自下去探查一番。而哈贝伊见我去意已决，无法阻拦的他便提议陪我一同下去。对此我直接表示拒绝，并指着身后的李安告诉他，挑战你的可是这个家伙，你还是好好思考该怎么赢过他吧。接着我表示自己是不会独自前去的，那个陪同我的家伙应该已经到了。果然在我说完这句话后，不远处就传了一阵匆忙的脚步声，而来人也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混蛋勇士弗里特。原来就在刚刚，我为了抓出隐藏在骑士团中的恶魔，带着弗里特一起来到了骑士团的地下空间。但一路上弗里特都叨叨个不停，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探查这里，毕竟下面有的只是一个被废弃的仓库。我瞥了他一眼，告诉他地下有个令人厌恶的东西，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闭上你的嘴巴，然后跟上我的脚步就行了。很快我们二人就来到了最底层，而此处也正如弗里特所说，的确是一个废弃的仓库，除了一些破旧的木箱就什么也没有了。弗里特对着我轻蔑一笑，我就说这里什么也没有吧，圣骑士团是不可能会有你口中的那些东西的。而我则是示意他话不要说得太满，否则待会被打脸可就不好了。紧接着我叫出了赛特，让他帮我启用神物的力量。随着一道翠绿色的光芒出现在我的法杖上，下一刻就有一股强烈的风暴之力席卷了整间仓库。而在神力的作用下，那躲藏在暗处的东西也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待烟雾完全散去，一颗正在跳动的肉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看到这一幕的弗里特已经傻眼了，我则是质问他，这就是你口中的什么也没有吗？接着我抬手蓄力了一道光魔法，噗呲一声就捏爆了那颗肉球。赛特告诉我，这东西和之前折磨尤格的残渣属于同类，只不过这个残渣它会弱上很多，而这也就意味着这东西绝对不止一个，因为想要用它侵蚀整个教国的话，它的数量最少也要几百个才行。而且这些东西的背后肯定还有一个更为恐怖的存在，毕竟能让贺考亲自来拜托我去解决的问题，绝不是几个残渣那么简单。这时回过神来的弗里特询问我那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他那是魔神的残渣，现在你需要跟我去抓一个人才行。与此同时，在骑士团的训练场上，李安和哈贝伊的对决也即将展开。李安率先将灵气注入到魔剑之中，随后身形一闪，径直朝对方冲杀了过去。面对李安凌厉的攻势，哈贝伊却丝毫没把他放在眼中，他随手的拔剑格挡，便轻松化解了李安的进攻。你真以为坐上圣骑士团的团长之位是一件易事吗？现在的你根本没有一丝的胜算，还是赶紧结束这场闹剧吧。可就在这时，李安的瞳孔中突然浮现出一抹红光，紧接着他又挥出数道剑气，伴随着一次次剑刃的相交，哈贝伊明显感受到了吃力，这家伙的速度怎么越来越快？再这样下去可就危险了。接着在一次激烈的刀剑碰撞下，两人都默契的与对方拉开了距离。此刻的哈贝伊早已被震惊坏了，他不敢相信一个少年居然能有如此力量，但这场比试他也绝对不能输，因为身为团长的他必须得保住骑士团的颜面才行。紧接着他将所有灵力都凝聚在了右手，打算一击必胜，就让你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实力的碾压吧。可就在这时，场边却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爆炸，原来是我上来时懒得走楼梯了，直接用爆炸魔法从地下一路炸到了地表，这直接把哈贝伊给整不会了。合着这不是你家的建筑你不心疼是吧？但我却笑嘻嘻的让他别计较这么多。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件事，从今天起圣骑士团的一切事务全部中断。闻言的众人先是一愣，随即大声嚷嚷着表示抗议，就算您是勇士候选人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就让我们停止所有事务。我告诉众人，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某个混蛋恶魔在你们的脚下建立了地下巢穴，而且忘了告诉你们，弗里特也同意了我的做法，所以这是我们两位勇士候选人共同做出的决定，你们必须得遵守。而我为抓住那个藏身在人群之中的恶魔，举起法杖直接发动了空间限制魔法，下一刻一个蓝色光照便将整个骑士团给笼罩了起来。随后我又发动了世界树和贺考的力量，在这两股神圣力的加持下，即便是再强的恶魔也不可能伪装下去。给我现身吧，你这个令人作呕的东西！此刻现场安静的可怕，没有人敢发出一点声音，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被当成恶魔给干掉。但很快这份安静就被几声咳嗽的声音给打破了，而我在听到声音后瞬间瞪大了双眼，大喊一声，刚才是谁在咳嗽？不远处的两个骑士在看到战友身体出现不适后立马上前关心，迈尔森你没事吧？这时我也循着声音来到了那人的面前，男人见我来后慌张地解释自己是圣骑士，绝对不可能是恶魔。可说着说着他的双瞳却逐渐变得漆黑一片，同时身边也浮现出一缕缕的黑色气息，果然就是你这个家伙，先是杀死同伴，然后利用拟态来披上他的皮囊，最后藏匿于人类之中，你可真是个善于演戏的混蛋啊！不过你的这招对我可没用，因为我根本就不在意你任何的鬼话。说罢便举起法杖朝他猛地挥去，只听哐当一声，法杖所释放的神圣力一瞬间涌入到了他的体内，而他在拟态被破解后也是露出了自己的恶魔本体。果然是你啊，藏在幕后的恶魔德洛斯。此刻的德洛斯很是困惑，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从未和我见过面，可我为什么会对他如此的了解？而我之所以会对他印象深刻，则是因为他背后的那个女人，魔神麾下的第6位军团长梅丽。而德洛斯不仅是梅丽的左膀右臂，同时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而我的话勾起了德洛斯的兴趣，你小子既然知道我是梅丽大人的心腹，那你又怎么敢来招惹我呢？对此我戏谑一笑，因为你在我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只会拟态的渣仔罢了。被小看的德洛斯瞬间暴怒，小子你最好祈祷你的实力能够和你的嘴巴一样。啪的一声，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同时还释放出了大量的烟雾，这是德洛斯最惯用的杀招，先是利用烟雾干扰对手的视野，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绕到对方后背给予致命一击。可就在他的利爪距离我的后颈只有1公分时，一道绿色的风暴突然出现挡下了他的攻击。原来是我在他释放烟雾时就动用了神物赛特的风暴，随着我脖颈处的纹样散发出淡淡的绿光，现场瞬间狂风大作，形成了一道小型龙卷风。德洛斯也被这股力量给击倒在地，这一刻他明白了和我之间的差距，刚想挣扎着起身逃跑时，一只大手却突然从雾中伸了出来，下一刻我便精准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看着手中不断挣扎的德洛斯，我知道此刻的梅丽正通过他的眼睛在看着我。梅丽，虽然我不清楚你要将教国闹到何种地步，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管你有什么计划，我一定会通通搞砸的。说罢，我直接用出了6环魔法神圣之枪，下一秒，一柄环绕着无数闪电的长枪便出现在了半空之中。随着我抬手一指，长枪噗呲一声就洞穿了德洛斯的身体。可这家伙的求生意志极为强烈，即便受了如此重伤也没有死去。于是我抬手又是一个净化魔法，此刻的他已经无力再抵挡神圣力了。最后他的身体被光球一点点的消散分解。在彻底解决完德洛斯后，我转身就将矛头对准了骑士团的人，因为骑士团曾联手过基利安大主教欺负卡珊德拉，所以我必须得替他出这一口恶气。老实说，我对你们真的很失望。恶魔就披着你们同伴的皮囊在行动，可你们却丝毫不曾察觉。就你们这样的还配做一名骄傲的圣骑士吗？而且我还听说你们圣骑士团与某位大主教联系紧密，甚至还会听从他的命令，是吗？闻言的哈贝伊连忙上前表示不是那样的，我们作为侍奉赫考的圣骑士，听从的永远只有神的启示。那你帮助基利安突袭第一神殿，还赶走大预言家卡珊德拉这件事又怎么解释呢？闻言的哈贝伊瞬间沉默不语，反应过来的他还想用预言的事来为自己辩解，却被我转身直接给打断了。我不想跟你争辩什么，毕竟这是你们骑士团内部的问题，但我希望你们能牢记圣骑士团的初衷，那就是永远只效忠赫考一人，并与恶魔战斗。接着我将目光看向一旁的弗里特，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弗里特，毕竟同样作为勇士的候选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可不行吗？而此刻的弗里特目光呆滞，他正在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具有成为勇士的资格，因为与我斩杀恶魔的行为相比，他身为圣骑士却连身边的同伴是不是恶魔都无法分辨，这对于他而言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愤怒与不甘使他紧紧攥起了拳头。不，我不能就此泄气，就算现在的我还不足以担任勇士之职，但我还可以通过日后的努力来弥补，因为神是绝对不会拒绝一个努力的人。想到这，他的眼神变得坚定。米哈尔，你说的没错，但现在我要向你邀战，我要亲自确认你的实力配不配成为勇士。对于他这个请求，我自然是不会拒绝的，因为我重生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揍这个混蛋一顿，正愁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呢。恰好这时我又发现了他身上佩戴的圣者吊坠，于是我便以只有承担风险才能激发战斗的胜负欲为理由，要和他进行一次赌注。若是你赢了，我便放弃这次勇士竞选，但若是我赢了，你就得把身上的圣者吊坠给我。此时的弗里特一心只想证明自己，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提议。而我见他上套后，嘴角也忍不住地勾起了一抹坏笑，这家伙果然还是和前世一样的没脑子。虽说以我如今的实力跟他对战显得有点欺负人，但架不住我是真的想揍他呀。然而就在赛特询问我要不要动用神物的力量时，弗里特已经率先向我发起了进攻，而他挥出的斩击更是如同闪电一般迅疾。面对他一上来就使出全力，我感叹他是真的很想赢啊，否则哪有人见面就开大的。随即我则是用出了5重护盾魔法来抵挡。这时弗里特突然翻转手腕，改变了剑气的攻击方向，砰的一声，我的护盾直接被他给劈得4分5裂。呵呵，之前确实是我太小看你了，不得不说你对战斗的判断还挺准的，所以为了表示尊重，接下来恐怕要请你吃点苦头了。随着我发动5环魔法万箭齐发，顷刻间我的身后便出现了上百把魔力剑，而这万箭齐发是我从前为了帮助弗里特修炼所特创的魔法，因此不具备任何的杀伤力。但重生后我便对魔力剑进行了改良，虽说依旧没什么杀伤力，但是我却赋予了它另一个能力，那就是让中箭者痛不欲生。眼看飞剑即将要把自己团团包围住，弗里特当即就挥出了一道更为猛烈的剑气，砰的一声，2股力量在半空刚接触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而弗里特也趁着尘土扬起的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这家伙刚刚不是才看到我如何打败德洛斯的吗？这怎么还用上同一招了？只不过无论他怎么隐藏气息，我闭着眼睛都能确认他的位置。老实的，他必定会选择从正面进攻，因为在他的认知中，魔法师是无法在发动一个大型魔法后再次发动另一个魔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选择去偷袭的。只可惜我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魔法师，而这次我在发动万箭齐发时，顺手还给他套了一个5重减速魔法。下一刻弗里特便感觉到身体一沉，再也无法自由移动了。接下来的场景便是他被魔力剑给打得哇哇乱叫，虽然这一个魔法把他打得快怀疑人生了，但嘴硬的他依旧表示自己还能再战，而我也非常欣赏他这种毅力，这种一次能打到爽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我抬手一指告诉他，我知道你还能再战，所以我早就在上空为你又准备了100把魔力剑。闻言的弗里特当场就懵了，身体更是控制不住的打颤，不行，我会死的，我还是投。不等他话说完，我的食指就抵住了他的嘴巴，接着我用充满戏谑的语气告诉他，你瞎说什么呢？夜晚还长着呢。而我这莫名其妙的话把弗里特的 CPU 都给干烧了。什么晚上啊？现在不是大白天吧？还没等他想明白我话中的意思，上百把魔力剑便从空中落了下来。画面一转，此时的弗里特已经口吐白沫的昏死了过去。而看到这一幕的骑士们个个感到后背发凉。米哈尔大人，你也太残暴了吧！李安见状也忍不住吐槽了一句，真是个疯子。第二天刚苏醒的他就按照约定将圣者吊坠交给了我，而在我接过吊坠后，赛特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件好东西。它不仅可以强化携带者的神圣力，而且还能大幅度的提升其恢复速度。最主要的是，除了这2种功能外，它的隐藏功能才是这串吊坠能被称为圣物的原因。只不过目前还用不上那个功能。而弗里特在一连串的打击后，整个人都 emo。米哈尔，谢谢你能和我光明正大的打这一战，是我实力不够才输的。而我在听到他这么说后也是无语了，这家伙果然还是和前世一样的没脑子，事到如今都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随即我质问他，若这不是一场决斗，那你当时还会用不同的方式与我较量吗？而我这个提问显然是超过了弗里特的脑容量，他完全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算了，我还是说的直白点。
点吧，比如当时那种情况，你会选择偷袭，或是使用隐藏道具吗？闻言的弗里特却一脸的鄙夷，你在胡说什么？那些可都是不正当的手段，是应该被勇士抵制的。我则是反问他，就算会有上百个人因此而丧生，你也打算坚持己见吗？弗里特听后瞳孔猛地一缩，显然他就没考虑到这些，而且无法保护大家的人真的能被称为勇士吗？虽然我希望我的话能让他做出改变，可看到他那犹豫的表情以及紧紧攥起的拳头后，我便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了。果然这家伙还是和前世一样，而且我也没必要再劝说他什么了，因为这家伙接下来要说的话，我上辈子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在回去的路上，李安询问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会不会太重了，在他看来弗里特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一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家伙罢了。我转头解释，他要是一个普通人的话，我是不会那样对他的，但勇士候选人所需要的责任感可比你想象中要多多了。就在李安边走边思考我的话时，我却突然停下了脚步，该死，这个臭老头怎么也在这？而这个被我所厌恶的人正是基利安大主教。这时李安也看到了对方，询问我有什么打算。他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家伙，还能有什么打算呢？当然是正面迎击他呀。很快我就来到了基利安大主教的面前，本以为我俩相遇的场景会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可下一秒我俩却默契地露出了灿烂的微笑，更是一把握住对方的双手，开始热情地打招呼。这不是米哈尔阁下吗？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看来我真是一个有福之人啊。面对基利安大主教的捧杀，我笑着表示您确实是有福，因为大预言家能从恶魔们的阴谋诡计下逃走，是你乃至整个教国的福气。而他在听到恶魔二字后明显一愣，接着我又笑着表示赶走大预言家这种事，应该只有恶魔或者杂碎才会去做的吧，毕竟除了他们还有谁会仇视作为教国人才的大预言家呢？随即我话锋一转，对了，像大主教您这种大人物，肯定不会是我口中的那种孽障对吧？此刻的基利安已经被我的话气到浑身发抖，虽然他很清楚我是在暗讽他是杂碎，但现在他还无法与我彻底撕破脸，只能笑着赞同我的话。不过米哈尔阁下，对于您想成为勇士这件事，我觉得您并不适合。我笑着打断了他的话，你的想法于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最后能决定谁成为勇士的人从来都不是你，而是我们的神，英明的赫考大人。见说不过我后，基利安立马转身离开，他可不想再被我阴阳怪气了。然而就在这时，一股恶臭突然在空气中弥散了开来，赛特立马捂住了鼻子，这里怎么会有恶魔的气息？而我则是眼神一瞥，目光径直地看向了眼前的三人。果然这基利安大主教有很大的问题，这刺鼻的恶臭绝对与他逃不了关系。赛特问我能否辨别出这味道来自哪个恶魔，我表示当然知道，因为这味道和之前被消灭的德洛斯很接近。而有趣的是，这家伙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双胞胎兄弟，德洛斯是以拟态暗杀而闻名的恶魔，而他的弟弟罗图斯则擅长潜伏与蛊惑。为了防止他继续祸害教国，我正打算去找出并消灭他，可赛特却认为那个家伙并不重要，而是让我先去教国各处查看一番。因为就在刚刚，他在教国的某处感知到了魔神右眼的气息，他推测这应该就是造成赫考被晋升的原因。如果教国里真的有魔神右眼的话，那确实能解释得通为什么教国中会存在那么多的魔神残渣了。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把他揪出来吧。画面一转，我与赛特来到了教国最为神秘的地方，埋葬着初代勇士的坟墓，而这宏伟的建筑也给了赛特一点点的震撼。这坟墓修的也太大了点吧？魔神的右眼真的会在这种地方吗？与赛特的疑惑相比，我则是十分确定魔神的右眼绝对就在此处，毕竟这里可是整个教国中最不会被人怀疑的地方。这时赛特好奇，若我真的成为勇士的话，会是第几代呢？我告诉他，直到现在总共出现过7位勇士，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是第8代，只不过被初代勇士看到教国如今腐朽的模样，估计他会直接气得从坟墓里蹦出来了。而在我进入到大殿后，我的内心就涌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感。果然我的猜想没有出错，魔神的右眼就藏在此处。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他千万别藏在那个地方就好，而我口中的那个地方就是保存着初代勇士尸体的棺椁。接着我将手轻轻地搭在了防护罩上，初代勇士大人恕我冒犯了。随着我话音落下，整个防护罩瞬间就4分5裂地炸了开来，而我的这一行为令赛特当场就傻眼了。在他的认知里，魔神之眼是无法与勇士的尸体共存的，还有刚刚的防护罩也能证明魔神之眼不可能在其中。可他要是在初代勇士死前就入侵了勇士的身体呢？闻言的赛特心头一颤，显然他被我这大胆的假设给吓到了，而想证明我的假设是否能够成立，也只有打开棺椁一探才行。然而就在我打开棺椁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神立马就沉了下去。果然不出我所料，棺椁里面是空的，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米哈尔，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貌似摊上大麻烦了。相比于赛特的担忧，我则是显得十分的淡定。我表示眼前的这个情况并不算糟糕，反而我们应该庆幸能现在就发现此事。随后我直接跃进了洞口，既然让我们发现了问题，那接下来解决问题就好了。很快我就与赛特来到了洞口的最深处，而在我们眼前坐着的正是初代勇士的尸体。此刻他的右眼转动了一下，你终于来了呀，我可是一直都在等着你呢。而在说完这句话后，初代勇士的尸体便狂笑不止地站起了身，同一时间在他的掌心处汇聚了一股令人厌恶的黑色气息。唰的一声，一颗黑色的能量球便以极快的速度向我袭来。见状我立马就用出了环扩张魔法，紧接着又用出了6环魔法火焰冲击波。在2股能量碰撞的那一瞬间，现场立刻就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我感叹真不愧是初代勇士的尸体，即便这副身体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了，却依然能用出如此强大的能量。就在这时，魔神之眼再次对我发起攻击，一瞬间无数的黑色触手便出现在我的面前，看样子他是想一击就将我解决。但可惜的是，我在成为6环魔法师后，我便可以借助环扩张魔法的增幅效果，施展出更高阶的魔法了。随着我抬手一指用出8环魔法冰封王座后，一面由冰晶组成的巨大冰墙便凭空出现在我的面前，同时冰封住了所有的黑色触手。看到这一幕的赛特刚想夸我厉害时，可下一秒他却瞳孔一缩，因为他看到了被魔神之眼操纵的初代勇士的尸体在拔出圣剑的那一瞬间，他的身后居然浮现出数十道的魔法阵，而且最恐怖的是这些全是6环魔法。还没等我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这些魔
魔法便一股脑的朝我砸了过来。好在我反应迅速，第一时间就动用了赛特的风暴，强烈的风暴之力从我的掌心蔓延而出，轰隆一声，现场立刻就发生了更为猛烈的爆炸。而我也趁着这个机会瞬移到了魔神之眼的上空，随后我直接伸手抓住他的脑袋。你这个混蛋，终于落到我手里了吧？可魔神之眼却一点都不慌张，因为普通的魔法是无法消灭身为魔神一部分的他。不过对此我早有准备，那就是模仿我前世世界最强武斗家伙伴所自创的魔法。兽王，就让我借你的神圣一拳一用吧！随着我一拳轰出，一股霸道的红色之力便涌入到了魔神之眼的体内，强悍的能量令魔神之眼当场就爆体而亡了。而在那刺目的爆炸下，我的意识被传送到了一片纯白的空间。虽然空间发生了改变，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里是贺考所创造出来的。所以说，你打算什么时候现身呢？这时我身后传来了一道雄厚的男声：“你别急嘛，毕竟他需要准备的时间。”而说话之人正是初代勇士，他此次前来是向我表达谢意的。要不是我及时出现并拯救了他，他恐怕只能在无尽的绝望中一点点的失去自我。我微微一笑：“您煎熬的岁月已经过去了，现在您可以安息了。”哈哈，你小子还真是有趣。不过有你这么个继承者，我很放心。这个世界的未来就拜托你了。说罢，他的身体开始发出白光，并逐渐消失。就在这时，贺考不知从哪里出现，还直接扑到了我的背上。这件事你做的真的太棒了，不仅帮我解决了被晋升的问题，而且还消灭了那个寄生在初代勇士身上的恶心东西。越说越开心的他便拍着我的肩膀询问我想要什么奖励。闻言，我陷入了短暂的思考，这个奖励能不能给卡珊德拉，也就是为那位可以看见你预言的少女降下祝福？毕竟她因为你经历了生命中不该有的不幸。贺考告诉我他会祝福那位少女的，这是他本来就该做的事，因此不能算是奖励。所以你就没有其他想要的吗？闻言，我拖着下巴又陷入了思考中。现在的我已经得到了神的象征，魔力方面因为有自主循环修炼法，所以问题也不大。那么剩下的我还需要点什么呢？突然我的小脑瓜像是想到了什么，我怎么会把那个重要的东西给遗忘掉呢？而贺考在听到我想要圣痕后，他整个人都陷入到了短暂的震惊中，而我则是抬手表示您没听错，圣痕是神能给予的最好的祝福和象征，同时也是我可以从你这里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听到这话的贺考也是邪魅一笑，你这家伙真是太有趣了。说实话，我也想看看你得到圣痕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毕竟我还从未给任何一个孩子降下过圣痕。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圣痕是神的一部分，所以我无法保证未来的你会不会因此而失去自我。所以即便如此，你还想让我为你刻下圣痕吗？我眼神坚定地告诉他，是的，毕竟未来想要对付魔神，这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随后贺考便握住我的右手开始了刻画，他告诉我刻下圣痕并不会让我立刻变强，但却能让我的神性更加的突出，而这种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强。随着他将自身的一滴血液滴落在我的掌心后，便宣告着圣痕的刻画已经完成。同一时间，我的右手上传来了剧烈的刺痛感，红色的纹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至我的全身。米哈尔，你就这样日益的强大吧，我很期待未来的你能达到怎样的成就。等我再次睁眼醒来时，我已经回到了现实的墓地前。这时赛特立马凑到我的身边询问我刚刚是不是去上面见贺考那个女人了。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被气得疯狂挥舞小拳拳。这个女人果然是出了名的小心眼，上次不过是说了她几句，这次居然就直接将我给排除在外了。就在他还在气呼呼地骂着贺考时，一颗石柱径直从空中落了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赛特的身上。等石柱落地后，我发现上面有一件白色的法袍以及一封信。打开信封后，发现是贺考写给我的，替我告诉赛特那个小鬼让他去死。还有这法袍是给你的礼物，这居然是圣者的长袍。要知道这是历届勇士的必备物品之一，同时也是他认可我成为勇士的象征。这时赛特也从石柱下面爬了出来，这就是贺考给你的礼物吗？这女人果然是小气。我穿上长袍后表示并不是，她给我的礼物是这个东西。看到这一幕的赛特当场就傻眼了，那个女人居然给你刻下了圣痕。随即赛特紧张地在我周身检查了起来，他很清楚圣痕的危险性，严重点的话可是会令人失去人性的。在确认完我没有任何的不适后，他才把悬着的心给放了下来。随后我便与赛特赶紧离开了这个地方。就在我接连消灭了德洛斯和魔神之眼后，躲在幕后的梅丽再也坐不住了。为了不让谋划多年的教国计划失败，他决定在3日后的勇士选拔大会上亲自干掉我。可由于教国是世上拥有神圣力最多的地方，他身为大恶魔是无法用本体入侵的，为此派出罗图斯去教国内为他寻找一个合适的容器。而此刻基利安大主教正在房间里宣泄着愤怒，因为我的出现不仅让他失去了对勇士候选人选拔的掌控，更是打乱了他想架空教皇统治教国的计划。就在这时，罗图斯假扮的祭司哈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基利安立马像找到了主心骨似的，连忙问道：哈兰是不是神又给你传达了神谕？一直以来他都认定哈兰是神送到他身边的孩子，因为只要自己按照对方说的去做，无论什么样的麻烦都能得到解决。哈兰笑着表示自己确实听到了神的预言，神说他对如今勇士选拔之事感到很不满，同时还表示绝不能让瓦普吉斯那样的魔法师血脉搅乱教国的秩序。说着，哈兰便走上前去，将手放在了基利安的脸上，随即他满脸阴狠地说道：为了那位大人，想必你也做好手染鲜血的准备了吧？在恶魔之力的影响下，一抹黑暗入侵了基利安的眼眸，就这样梅丽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他身体的掌控权。时间一晃3天很快就过去了，此时我正在房间里等待勇士选拔的开始。那伦大主教看了一眼手中的推荐信，他很诧异我这几天究竟干了什么，不仅说服了大部分曾经表示中立的大主教，甚至连一直以来支持弗里特的大主教都向我倒戈。我却不以为意地表示，可能是那家伙没去拉选票吧，毕竟前不久我可是狠狠教训了他一顿。而这时距离勇士选拔只剩下3小时了，但弗里特却迟迟没到现场。就在那伦大主教怀疑对方会不会弃权时，我
我却一脸坏笑的表示他一定会来的，因为我还没打爽呢。果然在2分半后，我就在教堂外遇到了赶来的弗里特。此时的他依然还没从低落的情绪中走出来，一想起曾经并肩作战的队友是恶魔假扮的，而他作为勇士候选人却无法识别，这让他不禁怀疑起自己所相信的勇士之路是否是正确的。尽管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是最不像勇士的人，但不得不承认你的行为确实是最具勇士之风的。所以现在的我非常迷茫，米哈尔，你能告诉我接下来我究竟该怎么做呢？闻言，我的眸光一沉，你这家伙对自己还真是没有一点的认知啊！随即我握紧拳头，砰的一声，拳头结结实实的落在了他的小腹上，而遭此重击的弗里特白眼一翻，整个人立马倒飞出去数十米。我背过身，冷冷的告诉他，如果你想要建议的话，我建议你多去补补你那愚蠢的脑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的生气吗？那是因为你嘴上说着想要改变，但却永远听不进去别人的话。臭小子，你若真想改变的话，就不该来找我，而是去听听那些被你欺负之人是怎么说的。说着，我的面庞已经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起来。此时我想揍他的心越来越强烈，而看到我这副表情的弗里特瞬间满头大汗，一股不祥的预感在他的内心油然而生。米哈尔，打人不打脸，你下手能不能轻一点啊？接下来的2分半内，整个教堂外都充斥着弗里特嚎叫声，而被打成猪头的弗里特很郁闷。米哈尔，我们上辈子是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为什么你每次一看到我就要揍我？我轻轻嗯了一声，我们确实有着不小的恩怨。刚刚要不是卡珊德拉及时出现将我拦住，你现在估计只有半口气了吧？这时远方突然跑来一道人影，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出大事了。与此同时，在大殿内，丧失神智的基利安大主教出现在了这里，而他来此的目的就是解决掉在此处的卡珊德拉。眼看基利安越靠越近，负责守卫卡珊德拉的艾达立刻拔剑发出了警告：基利安大主教，我奉劝您不要再越界了，否则别怪我不讲当年的收养之情，将您拿下。然而话音刚落，一只大手便从前方伸了过来，你们2个无礼的孩子，神可是站在我这边的。下一刻便有一道猛烈的能量轰向艾达，虽然艾达迅速用剑进行了格挡，但依旧被这股力量给击倒在地，滑行了数十米。这时艾达敏锐地发现基利安所用的力量并不是神圣力，因为他的周身被黑气所弥漫，根本就没有一丝教国大主教该有的气息。随着基利安张开双臂，一只黑色山羊就从黑气之中走了出来。就在艾达疑惑这究竟是什么怪物时，一对巨大的山羊角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速度之快令他根本无法躲闪。此刻他的眼中出现了走马灯，我真的要死在这了吗？就在这时，只听哐当一声，一面巨大的盾牌出现挡下了这次攻击。见状的艾达咧嘴一笑，魔法师阁下，你来晚了哦。而我则是面无表情地拎着弗里特说道，我可没有迟到，就算迟到也是因为你哥哥。见我来后，基利安更加激动了，他颤抖的身子表示这里将是我的坟墓。可下一秒他却话锋一变，笑眯眯地朝弗里特伸出了手，孩子你快过来，那里可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别忘了是谁将你抚养长大并为你指明前路的。闻言的弗里特耷拉着脑袋，不知道该如何抉择。他低声询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选择权一直在你手上，不过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才行。这一刻他不再迷茫，拔出长剑就摆出了战斗姿态。他目光坚毅地说道，作为圣骑士，我绝不会与被恶魔附身者为伍，哪怕是亲手将我养大的基利安大主教。而这话也把基利安大主教给气到发抖，他无法接受从小就对他唯命是从的弗里特敢背叛自己。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因为自从被哈兰触碰后，他就发现自己能听到神的启示，神是站在我这边的。对此我呵呵一笑，你听到的根本就不是神的启示，而是应该被称为死亡的宣言才对。还有我都配合你到这份上了，梅丽，难道你还不打算露出真面目吗？闻言的基利安邪恶一笑，同时在头上长出了一对巨大的黑色巨角。通过短暂的交流，梅丽得知了我就是那位消灭了丑恶君主的魔法师。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将我放在眼中。不管你是靠什么手段才战胜丑恶那个家伙，但就凭你6环魔法师的实力是不可能战胜我的，毕竟我可是在漫长岁月中存活下来的大恶魔呀。对此我一脸的鄙夷，你这个混蛋少在这虚张声势了。虽说丑恶君主只是一张气牌，但好歹他也是一位大恶魔，被我如此吊打，你又怎会不焦虑呢？听到这话的梅丽邪恶一笑，你还真是嚣张啊，不过等会儿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而他之所以会这么自信，是因为他早就安排罗图斯去了圣殿，只要那边一得手，那整个教国就会落入他的手中，到时候不管我亮出什么样的底牌都不可能赢过他。可他的那点小动作我又怎会不知道？为此我也早早安排了李安前往圣殿。可来到圣殿的李安在环顾完周围一圈后，他整个人都懵了，因为四周的人看起来都那么的正常，完全看不出有被恶魔附身的痕迹啊。而且最让他抓狂的是，自己作为一位剑士，根本就感知不到什么魔气与神圣力。米哈尔，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要把这种重担交给我呀？就在这时，有一位主教从他的身旁经过，他手中的魔剑开始嗡嗡作响，同时还散发出一股淡蓝色的光芒。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就引起了李安的注意。难道魔剑能辨别出谁被恶魔附身了吗？想到这，他立刻出声叫住了刚刚路过的主教。果不其然，在对方的右肩上站立着一只黑色山羊，看来这应该就是米哈尔口中的恶魔了。随即李安立刻为魔剑注入灵力，摆出了一副战斗姿态。唰的一声，一道灵力的剑气斩出，将主教给击倒在地，同时他肩上的黑色山羊也被灵力给焚烧殆尽。然而此时李安的内心却升起了一股非常不安的感觉。突然他嗅到了一股令人厌恶的气息，转身后发现了在圣殿的角落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身影，而来人正是伪装成哈兰的恶魔罗图斯。只见他邪恶一笑，已经晚了人类，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将死在这里。随着他话音落下，在场所有的主教身上都涌出浓郁的黑色气息，而这些气息不断汇聚成一只黑色山羊，并且还在不断的壮大。看到这一幕的李安立刻举起手中的魔剑，可面对数量如此之多的黑色山羊，一时之间他也有点不知所措了。就在主教们即将要被黑色气息吞噬变异成怪物时，无数颗散发着金色光芒的能量球突然出现在圣殿之中。在那光芒的照耀下，黑色山羊发出了阵阵痛苦的哀嚎声，在场的人们也逐渐从黑色气息中恢复正常。看到这一幕的众人激动的双膝跪地，这是神迹啊，是我们的神来拯救我们了。
虽然李安搞不懂眼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但在金光的照耀下，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体内竟然也有了神圣力。就让我来试试你们的神圣力到底有多强吧！唰的一声，魔剑在插入地表的那一刻就形成了一个蓝色光罩，而随着光罩越变越大，无数的蓝色光柱便从其中迸射而出，顷刻间就将现场所有的黑色山羊给轰成了齑粉。另一边的梅丽也在第一时间觉察到了圣殿的情况，那里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神圣力？难道是有神出手了吗？见状的我咧嘴一笑，看来某人精心谋划多年的计划要失败了呢。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得对你说一句谢谢才行。托你的福，教国终于久违的找回了一丝前程。意识到被我算计的梅丽无比的震怒，你这个混蛋，今天我要你死在这里！说罢便抬手准备一巴掌将我拍死。可他释放的黑色能量在靠近我的那一瞬间，一股强烈的绿色风暴便从我的体内涌现而出，同时轻松地扛下了这次的攻击。不过这也彻底激怒了梅丽，她绝不允许自己就这样栽在我这个小魔法师的手中。随后她爆发出了自身全部的力量，强大的威压更是令地面都寸寸崩裂开来。然而对于眼前的一幕，我却显得十分淡定。按常理来说，目前的我是无法抗衡这种力量的，但梅丽也忽视了基利安这具傀儡身体到底能不能承受住这种爆发。更何况此处还是教国，不仅有着世上最强大的神圣力，更是神的全能达到顶峰的殿堂。此刻贺考也已经从圣殿来到了我的身边，真是一个不知好歹的杂碎，居然敢把我的教国给搅成这样。下一刻，一道蓝色的光柱便从天而降，精准地命中了梅丽所在的位置。而在如此强大的神圣力的攻击下，梅丽只能迅速抛弃这具身体，溜之大吉。米哈尔，你别高兴得太早，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而我则是呵呵一笑，有本事你就试试看了。与此同时，在教堂外的主教们都看到了那束直冲天际的光柱，他们纷纷跪倒在地，并虔诚地合起了双手，因为就在这一刻，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那位长久不在教国之中的神终于回来了。画面一转，此时的梅丽也终于狼狈地逃回了他的老巢。可恶的米哈尔瓦普吉斯，你居然敢破坏我筹划多年的计划，还害我损失了那么多来之不易的灵魂，下次再见我一定要了你的命。不过在此之前，罗图斯，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说罢，一只黑色山羊突然从他身旁冲出，只见他大口一张，罗图斯就径直从他的口中飞了出来。随后罗图斯急忙跪倒在梅丽面前，他颤颤巍巍地说道：伟大的梅丽大人，多谢您出手相救，这才让我捡回一命。刚刚发生在圣殿之中的事我可以解释。听到这话的梅丽眼眸一冷，你的这条贱命对我而言根本就无关紧要。说话间，一只黑色巨脚扑哧一声就贯穿了罗图斯的身体，只不过是你的记忆对我来说还有用，所以我才把你带了回来。而随着罗图斯身体的完全消散，现场只留下了一颗红色的药丸。接着梅丽拿起药丸就放入了嘴中，就让我来好好看看圣殿之内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吧。时间来到3天后，此时教国正在举行勇士的任命仪式，不出意外，我顺利当选了第8代勇士。一旁的赛特感叹，明明大恶魔事件才过去没几天，怎么这么快就确定了你勇士的身份？不得不说教国这群人的效率可真高啊。但赛特不知道的是，教国除了我之外根本就没有第二个选择，因为就在昨天，弗里特主动退出勇士的选拔。他因为自己曾坚信的勇士之路被全盘否定而感到迷茫，外加基利安大主教的背叛令他心灰意冷，所以他便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勇士，说什么也要退出这场选拔。因此我也就成了勇士的唯一候选人。就在象征着勇士的王冠戴上头顶的那一瞬间，天空中忽然降下了一道璀璨的光柱，将我包裹了进去，而这正是贺考庆祝我成为勇士而降下的恩宠。见状的赛特一脸的不开心，看来贺考那家伙真的很看重你啊，居然为你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虽然这一世我顺利当上了勇士，但我很清楚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此刻起，我才算真正有了与魔神较量的资格。而我为了能更快地拉近与魔神之间的差距，在成为勇士的第2天后，就带着李安踏上了新的旅途。而我们此行要去的地方就是丘利翁伯爵的领地。得知目的地的李安顿时感觉天都塌了，他崩溃地质问贺考为什么要选我成为勇士，哪有人刚当上勇士就去自寻死路的呀？对于他这花样百出的发疯样，我严重怀疑他是不是把搞笑属性给点满了，一点也没有前世那不苟言笑的酷哥样子。当然我也是能理解他的这种反应，毕竟丘利翁伯爵的领地是号称不眠之地的恐怖存在，虽说在100年前那里也是一个繁华之地，但丘利翁伯爵为了图谋不老不死的身躯，在他吞噬领地将近一半的居民后，教国就以不可饶恕的重罪封印了领地内的一切。此刻的李安还在疑惑我为什么非要去那种恐怖的地方，我告诉他去那里的理由有2个，第一是那里有一处和你家领地类似的地下城坟墓，第二是丘利翁伯爵的封印就快要被解除了。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管家惊叫出声，那个怪物要被解封了吗？按道理来说，封印他的棺椁是绝不可能从里面被打开的呀。我没有跟他们做过多的解释，因为我总不可能说自己是重生者吧，于是我只能借口这是贺考的启示。得知这是贺考的意思后，李安严肃地问我有没有消灭对方的办法，毕竟丘利翁伯爵不死怪物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我示意李安放心，自己已经有了应对之策，不过在此之前你还需要好好锻炼一下才行的。看到我邪恶笑容的李安浑身一颤，他知道我又开始打他的主意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就对李安施展了入睡魔法，管家一眼就看出了我施展的是幻象类魔法，在李安的梦境中植入了许多的虚拟自我。这时我询问管家想不想变强，我也有特意为你设计了一套修炼体系。管家开心的一口应下，然而下一秒他就后悔了，因为我给他的修炼方法居然是让马骑他，也就是他必须用魔力驮着马走2天2夜。在做完这一切后，我询问起了赛特有关下一座地下城的信息，赛特却表示我这种行为属于作弊，他作为神的使者必须要保证公平性。不过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还是向我透露了一些线索。他告诉我丘利翁堕落的理由是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而那正是这座地下城守护者对失败者的惩罚。赛特还告诉我，他守护的那座地下城在所有阿夏勒坟墓中属于最简单的，因为其他的地下城中有着许多脱离常识的存在。时间来到2天后，此时我们也已经到达了丘利翁伯爵的领地。管家哆哆嗦嗦地问我修炼时间是不是到了，他可不可以让被
上的马履行他本来的义务。得到我的同意后，管家身体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真是累死我了。随后他便打算躺在草地上美美的睡一觉。见状我轻叹一声，这种情况下你居然还睡得着，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检查一下自己的魔力吗？管家通过检查发现自己停滞多年的魔力竟然有所增长，这让他的内心大为震撼。少爷，您给我的到底是什么修炼法？而这是我为管家量身定做的自主循环式修炼法，可以完美改善他前世那极端修炼法带来的后遗症。这一世我一定会帮你突破8环魔法师的限制。很快我们一行人就来到了领地内的中心城市，只不过这荒凉的景象也印证了当初丘利翁的问题有多严重，而眼前的这堵防护墙是隔绝内外污染所设下的结界。当初教国为了封印丘利翁，派出了教国内最强的圣骑士，对于封印所需之物更是毫不吝啬，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坚信封印绝不会被破除。只可惜这座墙是撑不了多久了。这时身旁的赛特突然剧烈的咳嗽了起来，因为他在此处闻到了一股恶心的气息，包括污染地带在内，这个地方简直就像是一个触棚。对此我呵呵一笑，触棚是吗？这个比喻还真是贴切啊。身后的李安问我现在是不是要直接闯进去，我则是抬手一指表示不着急，我们先从那里开始整顿吧。而我指向的那个方向正是一个坐落于城市周围的村庄。来到村庄后发现这里还居住着不少人，李安疑惑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在这居住，就不害怕被封印的那些怪物或者被污染吗？我解释这些人应该都是那次惨剧中活下来的人，毕竟丘利翁当初在吞噬一半人后就被教国给封印了，而他们之所以还会在这生活，多半是因为这里的福利吧。周遭的怪兽因为畏惧丘利翁遗留下的灾祸而不敢靠近，还有就是没有领主愿意来这种地方赴任，导致这里的居民并不需要向帝国交税。说到这我的眼眸一冷，不过这种宁静很快就要被打破了，因为丘利翁可不是什么无能的家伙，那家伙在被封印的那一刻起就对之后的事情有所计划。这时管家偷偷询问我神是不是说了丘利翁是如何破除封印的，他实在好奇不可能从内部打破的封印究竟是怎么被解除的。我表示对方有一位恶魔帮手，只是目前还不知道那家伙的等级有多高。接着我们遇到了这个村子的村长，他告诉我们这里名为皮亚库，目前是整个领地内最繁华的地方。村长还询问我们要不要在这里住下，他可以为我们安排绝佳的住处。我抬头看了一眼对方，随即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村长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找一个住处。李安和管家在看到我那职业性的假笑后浑身一颤，心想这个村长要倒大霉了。一路上村长先是和我寒暄了几句，随即话锋一转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明明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可玩的景点，见对方问得这么直接，我也大方地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是来找丘利翁的。闻言村长立刻停下脚步，用阴狠的目光盯着我们。所以说几位是教国的人吗？只见我眯眼一笑，表示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他自己来找丘利翁是出于个人爱好，因为我们对历史非常的感兴趣。既然如此，那就祝各位玩得愉快。画面一转，此刻我们已经来到村子里的旅店。我询问管家是如何看待刚刚那位村长的，管家表示刚刚那人应该是恶魔的爪牙，他用来迷惑我们的手段就是恶魔们常用的伎俩，而且他还是我们为家畜。我们主动要求被绑，对他来说能省去不少的麻烦。短短几句话瞬间就让李安的脑子直接爆炸，他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就成别人口中的家畜。我告诉李安管家的这个说法没错，恶魔已经将我们这群人当成了祭品。接着我伸出双手比划了一个6字，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村子的周围还有着6个其他村子，而6字是恶魔用来象征祭品而闻名的数字。闻言的李安依旧表示不解，按你刚才说的这里应该总共有7个村子才对，跟你口中的6毫无关系啊。那是因为这个村子算是坐落于中央的巨大中心，而其他6个村子则是环绕在其周围。按我们魔法师的话来说，这里就是一个宏大的魔法阵，而我们就是启动这个魔法阵的祭品。气得李安一拳砸在了桌子上，该死，这里的人难道都是败类吗？这么恶毒的事情他们竟然也敢做。我示意李安冷静一点，这些村民不过就是一群被人利用的炮灰，丘利翁以及躲藏在暗处的恶魔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李安询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难道要在这里坐等被他们献祭吗？我让他不用担心，自己早有打算。现在我们得先去见一个关键人物才行。随后我带着2人离开了旅店，往森林的深处走去。没过多久，我们就来到了一面巨大的城墙前，而此刻城墙下正坐着一名身穿铠甲的骑士，看着像是此地的守护者。就在这时，原先还一动不动的骑士猛地睁眼，同时眼眸中泛着渗人的红光。管家一眼就看出了对方恶魔的身份，少爷需不需要我出手解决掉他？可他话还没说完，眼前便闪过一道寒芒，原来是骑士手握长枪率先对我和管家发起了攻击。见状，管家轻轻打了一个响指，一面由魔力形成的护盾便出现在他的面前，同时还将骑士的攻击尽数挡了下来。真是的，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一上来就动手可不礼貌啊。说完，管家伸出手指向下一点，瞬间就有一股骇人的威压出现在骑士的头顶，直接将他压得起不了身。骑士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输了。而随着他不甘的信念越来越深，他的身上竟然弥散开来了一股黑暗气息，眼看他即将要被恶意侵占意识，我立刻大吼了一句住手。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令他心头一颤，意识也逐渐恢复了过来。随后我示意管家也住手，他和其他的恶魔有着本质的区别。骑士缓缓起身询问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到这面城墙。闻言，我从怀中拿出象征勇士的勋章，我叫米哈尔瓦普吉斯，如你所见，我是这一代获得神之认可的勇士。听到这话的骑士一屁股坐在地上，他自嘲一笑，勇士是吗？没想到神也会马后炮啊！之前发生那种事情的时候神在哪里？现在才派你来又有什么用吗？我告诉他神从来都没有想过袖手旁观，当初丘利翁吞噬事件发生的时候，神是想出手拯救的，可因为一些难言之隐使得他无法降下骑士。接着我又询问他为何会一直守护着这道防护墙不离开，他表示自己是一个被诅咒的人，没办法和别人生活在一起。说罢他紧握长枪，噗呲一声就洞穿了自己的身体。看到这一幕的李安惊掉下巴，他严重怀疑眼前这人有受虐倾向，不然为何要无缘无故给自己来这么一下？可下一秒他却瞳孔一缩，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画面。只见骑士身上那触目惊心的伤口竟在眨眼间就完成了
了愈合。这家伙是不死之身的拥有者，这是恶魔才会拥有的能力。想到这里，李安便毫不犹豫的一剑斩出，但我却让李安把剑收起来，表示他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李安则是大声质问我为什么。这家伙明明拥有不死之身，毫无疑问他就是丘利翁的走狗。这时骑士也问我为什么不动手杀他，这不是你身为勇士的职责吗？我告诉他自己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作为勇士的我可不能将希望自己成为人类的存在当成怪物。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切佩德·丘利翁。看着这熟悉的脸庞，我又想起了前世那个为了变回人类而不断战斗的家伙。曾经的他被世人称为鲜血之枪，在他用手中的长枪击杀了无数恶魔后，他更是获得了不死之王的称号。而当初在丘利翁灾祸发生时，他也曾不止一次的去阻止自己那不争气父亲的暴行。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抗争命运的受害者罢了。在听到我喊出对方名字时，李安与管家明显一愣，这家伙居然是丘利翁的儿子。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接下来打算对我做什么呢？我表示自己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但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一个忙，那就是和我一起让你的父亲丘利翁永远安息。闻言的切佩德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自嘲一笑，看来我是真的毫无选择的余地啊！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但前提是你得先听我讲一些事才行。就在切佩什答应会和我一起对付丘利翁后，他就通过一处密道带我来到了城墙的另一边，那个被世人称为不眠之地的污染地带。而我看着眼前这个破败萧条的小镇，纵然是早有心理准备，可还是被这凄惨的景象给深深的震撼到了。丘利翁必须死，污染地带的问题也必须立刻得到解决才行。切佩什告诉我，别看眼前这幅场景很凄凉，但曾经这里可是帝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那时我的父亲还是一位稳重可靠的领主，领地内的居民们也很喜爱尊重他。可直到一个地下城被我父亲发现后，一切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冷冷地问道：“你的父亲是不是曾试图去攻破地下城，最终还失败了，对吧？”没错，我的父亲确实失败了，而且他从那个地下城出来之后，在一夜之间就疯了。说到这，他紧紧地闭上了双眼，试图让自己不再回想起那痛苦的记忆。而我却是眉头微皱，丘利翁疯掉的这个消息倒是我前世没有听过。在走了没多久后，切佩什停下了脚步。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在我家领地上所发现的地下城。看着眼前被七彩光芒所笼罩的入口，我感叹地下城也有这种类型的吗？比赛特守护的那个阴森森的地下城可好太多了。听到这话的赛特小脸一沉，你这家伙别想从我这套出任何有关此处的情报。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座坟墓的守护者是一个性格很善良的女孩，但现在的她好像是走入了歧途。谢谢你的提醒。说罢，我便抬手开始解析起了这座地下城。随着我的右手不断探入，地下城瞬间就爆发出了一阵耀眼的白光，将我们所有人都给包裹了进去。等我再次睁眼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外貌也变成了前世的模样。我起身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发现之前还一片昏暗的天空竟然放晴了，就连曾被魔神所污染的大地也恢复了。就在我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时，身后却突然响起了几道熟悉的声音。于是我立刻转头循着声音望去，只见我前世的伙伴此刻正满脸微笑地看着我。米哈尔，多亏有你，我们终于将魔神给消灭了。修女坐在我的身旁，跟我说起了我昏迷时发生的事。她说我的十环魔法真的超级厉害，仅一击就将魔神以及他的大军给全部歼灭了，而且他还让我们全都复活了过来。谢谢你，米哈尔，是你让这一切都结束了。我看向远方，淡淡一笑，没事，果然这样的结局很美好啊。不过结局再好也只是一场美梦罢了，现在是时候该回去了。修女问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一切都是幻觉的，我则是朝她自信一笑，你放心，这不会是一场幻觉，未来的我们一定能过上这种美好的生活。闻言，修女的脸上也浮现出一丝笑意，我相信你，米哈尔，未来就辛苦你了。说罢，她的身体逐渐消散，四周的空间也重新变回了一片白茫茫的状态。这时一个女孩突然出现在我的上空，她告诉我其实稍微放松一些也没关系的，在这里你可以获得一切你想要的。而说话之人正是这座地下城的守护者，负责管理神物的奈芙蒂斯。我本来想让赛特出来和他的同事唠两句，好让我能更轻松地得到神物，却发现我的肩膀上空荡荡的，他根本就没有进来。奈芙蒂斯落地后就朝我缓缓走来，既然你来此处不是为了在幻境中寻求休息的，那想必是冲着我手中的神物而来的吧？我眼眸紧闭表示没错，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先确认一些事。你应该知道丘利翁吧？奈芙蒂斯点头表示他是最后一名挑战者，那他应该也和我一样看见了心中所想的幻境吧？你知道他因为你如今变成什么样了吗？他不仅将领地的居民当作祭品，本人更是直接变成了一只怪物。闻言的奈芙蒂斯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抱歉，对于他的行为我深感惋惜，而他这副淡然的模样也彻底惹怒了我。来这里之前我想了很多，我知道你这个人十分善良，你每次用幻境都会让大家看到他们心中所期盼的场景。老实说，你的这份善心并不坏，但前提是如果你没有越界的话。接着我质问他这座地下城是不是被攻破了，奈芙蒂斯听后便低下了头，可他一言不发的举动让我确信了心中所想，那就是地下城不是在正常情况下被攻破的，是他这位守护者违反规定做了不该做的事。因为当初丘利翁攻略地下城分明失败了，可他依旧能拥有神物，所以其含义已经十分明显了，那就是奈芙蒂斯擅自将神物交给了丘利翁。奈芙蒂斯夸赞我是个聪明人，一眼就能看穿他的一切。我转身表示这很难吗？你作为神物的守护者，可现在你的身上几乎不存在神物所特有的神圣感，只要是个人都能明白神物已经不在这个地下城了。随后我和他讲述了一遍因他廉价的同情而引发的悲剧。丘利翁在得到神物后，不仅吞噬了数十万名无辜的百姓，更是将大片领地给污染成没有任何生物能够存活的死亡之地。奈芙蒂斯听后将头埋得更低了，嘴中还不停地说着对不起、抱歉之类的话。之后我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导致丘利翁那种暴行的理由，那就是丘利翁挑战了无数次的地下城，而他也在一次次的挑战中逐渐迷失在了无比美好能找回遗失之物的幻境中。若用这种想法来解读他的不死之身的话，那他真正的目的其实并非是不老不死，而是想让幻境中场景变成现实，让他那已经死去的妻子再度复活。可恶，没想到这场灾祸的真实原因竟是一个恋爱脑想复活妻子所导致的。
的。这时奈芙蒂斯询问是不是要惩罚他，我表示自己没有那个打算，不过补偿你必须要给我要的也不多，你直接算我攻破了这座地下城，将这座坟墓的管理权交给我就行。奈芙蒂斯闭上双眼答应了我的要求。与此同时，在外面的现实世界中，李安正在疯狂地摇晃着我的身体，差点没给我骨头摇散架。这时赛特凑到我的身边问我在地下城里得到了什么，因为他发现我身上并没有神物的气息。我告诉他神物并不在里面，所以我向那位守护者讨要了一个别的东西。从今以后，这整座地下城就归我所有了。管家听后大为震撼，少爷您这行为算是变相的夺走了丘利翁的领地吧？我呵呵一笑表示没错，他拿我的神物，我夺他的地盘，没毛病吧？这时切佩什问我能不能将地下城里的具体情况告诉他，他想知道自己的父亲在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表示自己知道的也不太多，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被牢牢地困在了过去，困在了对你母亲的思念之中。闻言的切佩什身体一颤，嘴中喃喃道原来是这样吗？我告诉他不管是何原因，丘利翁所犯下的恶行都无法被原谅，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清楚。切佩什紧握长枪让我放心，作为儿子我一定会让父亲他安息的，这或许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了。你这么想就对了。接下来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那就是我希望你能暂时变成丘利翁伯爵本人。原来在我获得地下城的控制权后，村长就匆忙地将我们今晚的行程汇报给了贤者。他怀疑我们是教伯派来的卧底，因为我们3人的打扮看起来不像是来游玩的游客，而且哪有游客会在大半夜前往防护墙啊？贤者告诉他这件事你不用管了，你现在只需要安抚好村子里的居民，别让他们离开村庄就行。而在交代完村长任务让他离开后，贤者立刻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是教伯派来的人吗？有点意思，要不要将他们一杀了之呢？正想着时，大门却被人猛地推开，原来是刚刚离开的村长又折返了回来。他大叫一声贤者大人出大事了，丘利翁他好像复活了，还出现在了村子里。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村庄里，切佩什正按照我的要求在假扮他的父亲丘利翁，他每走一步都会散发出来属于不死之身的骇人威压。看到这一幕的村民们跑的那叫一个快，边跑还边嚷嚷着救命啊，丘利翁这个恶魔复活了，你们警卫队在哪里？可警卫队的人也怕呀，此时他们的双手已经哆嗦到握不住武器了。为了能给居民们造成更大的恐慌，切佩什手握长枪猛地一步上前，轻轻一掷就将2米半厚的城墙给穿透炸裂，而这恐怖的杀伤力把2名守卫直接给吓尿了，哭喊着要找妈妈。见目的已经达到，切佩什丢下一句我还会回来的便离开了村庄。回到我身边后，他提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非要我去扮成父亲将这里的居民吓离村庄呢？那当然是为了揪出躲藏在幕后的人了。我告诉切佩什，恶魔想利用魔法阵来献祭村庄里的居民，所以我们就得让民众们意识到此处不安全，产生想逃离此处的想法。那这样一来，幕后之人就不得不出面阻止了，因为他是绝对不会允许这些祭品逃走的。时间来到第2天，此时村长正在一个劲地恳求居民们不要离开村庄，可因为昨天丘利翁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大家说什么也不愿意留下来了。而这混乱的局面正是我想见到的，只要那个村长无法稳住现在的局面，背后之人肯定就会现身。果然不出我所料，没过多久现场便走来一位笑盈盈的老者，人们都称呼他为贤者大人，而我则是皱眉思考了起来。这家伙从着装打扮上看确实是教国的人，可为什么我不记得教国内有这号人物呢？大家都放心好了，昨晚突袭村庄的并不是丘利翁，可那人散发的邪恶气息是丘利翁独有的呀。贤者解释，如果真的是丘利翁那个怪物来过此地，那他必然会将这一带污染，可你们看看脚下的地面，这里哪有沾染上一丝的死灵或死亡的气息啊？他的这番话也让居民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接着贤者又告诉他们，昨日之事是外来人恶意引发的，因为外面的掌权者们已经开始觊觎这个地方，他们想要打破我们村庄的宁静。就在贤者还一直巴巴着大家要团结之类的话时，在场的人们却突然瞳孔放大，紧接着便是眼球开始了逐渐上翻，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出乎了我的意料。我本以为这家伙只是在诡辩而已，没想到他的真实目的居然是洗脑。而此时贤者已经撕下了他伪善的外表，一脸邪笑的在给众人进行精神控制。见状，我的愤怒值直接飙升到了顶点，只因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精神控制，因为剥夺他人的意志，将其变成受人操纵的人偶是最令人作呕的。管家见我这个模样后，当即推到了我的身后，心想这个贤者恐怕要遭老罪了。随后我鼓着掌来到了贤者的面前，贤者大人您可太让我尊敬了呀，原来只要到达了您这样的级别后，就连鬼话都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这时贤者认出了我就是村长口中的外来人，他警告我一个外乡人是没有资格插手他们村庄的事。确实作为一个外来人，我的确没有资格插手这件事，但很可惜这次我是以勇士的身份来的。说完我便掏出了自己的法杖，虽然精神控制一直以来在恶魔能力中都是最棘手的存在，前世也曾让我伤透了脑筋，但重生后我却发现了一个最为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那就是直接重拳出击，只要打得对方怀疑人生，那对方就没有精力再去操纵他人的身体了。打上头的我直接开启了连环暴击，拳头就如雨点般落在了贤者的身上。村民们哪里见过这么残暴的勇士，纷纷直呼我就是一个冒牌货，快放开他们的贤者大人。可他们越质疑我就越兴奋，我告诉自己肯定是打得还不够狠，他们还没摆脱精神控制。想到这我便对着贤者的脸狂扇了他99个大逼斗，同时大声嚷嚷着可恶的恶魔，你还不赶紧离开贤者大人的身体。毕竟此时已经有部分村民恢复了意识，我必须要为自己接下去揍人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才行，例如一个被恶魔附体的善良贤者。而此时贤者已经快被我揍得不省人事了，可我却依旧一脸坏笑地挥舞着拳头，你这个可恶的恶魔，我知道你还在贤者大人的身体里，还不快给我滚出来。眼看我的拳头又要落下，贤者连忙解释自己不是恶魔，可我又怎会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一电炮就轰在了他的脸上，闭上你的臭嘴恶魔，我是不会被你蛊
蛊惑的。这时有些心善的村民看不下去了，勇士大人您别打了，就算贤者大人真的被恶魔附体了，可您要是再这样打下去也是会死人的。你放心好了，我告诉他勇士的拳脚是附带神圣力的，只对恶魔有效，所以贤者大人是死不了的。说完我又重重一脚踩在了贤者的脸上，最后贤者在我一次次的疼爱中昏死了过去。破解掉他的精神控制后，我将丘利翁即将要复活的消息告诉了众人。很遗憾各位，就是附身在贤者大人身上的这个恶魔提前放出了丘利翁。说完我又忍不住的踹了他几脚。此时村民们慌得不行，哪里还会在意贤者的死活？勇士大人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啊！最后在我的建议下，所有领地内的村民们都暂时搬离了所在的村庄。解决完这一切后，接下来就该和那位贤者大人好好的掏心掏肺了。在我将贤者弄醒后，他惊恐万分的说我是假勇士，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收到过教国选出勇士的消息。我冷冷的回应，你没收到并不代表我不是，毕竟梅丽现在可没空给你传递情报。随后我从他的口中知道了丘利翁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恶魔无法攻破地下城，可又贪图地下城里的神物，所以梅丽就指使他去利用丘利翁来获取神物。而那时的丘利翁刚失去妻子不久，整个人都深陷在痛苦之中无法自拔，所以你就趁机哄骗他，只要攻破地下城就能复活妻子，直至最后爆发了那起骇人听闻的丘利翁灾祸。只是你没有料到教国的反应会那么快，在你还没拿到神物时，丘利翁就被教国给封印了，所以无奈的你只能留下来帮丘利翁寻找祭品，帮助他破开教国的封印，从而拿到神物。贤者疯狂的叫嚣着，你现在知道这一切又能如何？丘利翁已经将大部分祭品都消化了，你阻止不了他复活的。没错，我确实阻止不了他，可你不是能做到吗？说完我便满脸坏笑的朝他伸出右手，造就丘利翁的术是出自你之手，那自然你也会有破解之法。随后我就一把抓住他的脸颊，顿时就有一股淡蓝色的灵力自我的掌心蔓延而出，而被抽取灵魂的贤者面目狰狞，你这个混蛋，你简直比我们恶魔还要像恶魔。闻言我呵呵一笑，如果成为恶魔就能彻底杀死你们这群家伙的话，我是不介意当一次恶魔的。我通过抽取贤者的灵魂知道了他在丘利翁的身上下了一个名为反转的术式，这是一种利用魔力咒语来打破身体极限，通过不断吸收神物中的力量来反哺自身，继而获得不死之身的术式。对此我感到一阵头疼。梅丽这家伙不仅是将神物升级了，还创造了一种相当麻烦的咒语，不过还好我从贤者的脑中知道了反转的原始咒语，不然想破解这个术式不知要花费多久的时间与精力。此时的贤者已经被我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你这个垃圾一路走好吧。说完就在手中凝聚出了一道光魔法，砰的一声，他的身体乃至灵魂都湮灭在了圣光之中。屋外的李安等人也听到了里面的动静。米哈尔情况如何？你找到对付丘利翁的方法没？我点头表示已经没问题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动身前往丘利翁的封印之地。很快我们一行人就来到了豪华的伯爵府外，看着这久违的建筑，切佩什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因为他就是在这里被他的父亲变成了不死的怪物。当时他在绝望中恳求父亲能够停手，可最后等来的只有父亲的一句你还不觉得满足吗？虽然他能感觉到父亲对他没有一丝的恶意，只是单纯的希望他能永生不死，但他无法接受获得力量的代价是变为怪物，真是扭曲的父爱啊。在进入伯爵府之前，我严肃地询问切佩什真的有勇气对你父亲刀剑相向吗？如果觉得为难的话，你其实可以不用进来的，我们能理解你的处境。可切佩什的回答却异常的坚定，比起助长父母的堕落，他更愿意做一个大义灭亲的逆子。说完他直接伸出双手推开了伯爵府的大门，进入房间后映入眼帘的是满屋的玫瑰花，没想到这个地方还挺浪漫的，一点恐怖的气息都没有。管家凑到我的耳边询问我丘利翁什么时候能够破开封印，我表示只要他想现在就能立刻出来，只不过按眼前的状况来看，他估计还不想从棺椁里出来，但这可难不倒我。说着我便掏出了自己的法杖，切佩什你应该不介意我直接拆了你的家吧？得到他这个房屋主人的同意后，我直接举起法杖用出了5环魔法地洞，顷刻间整片区域都开始剧烈摇晃了起来，仿佛是遭到了10级地震一般。就在这时棺椁中传来一道愤怒的咆哮声，庶子你竟敢回我的家，你已有取死之道。说罢就有一只大手突然从烟雾之中伸出，见状我咧嘴一笑，终于把你这只缩头乌龟从棺椁中逼出来了。出来后的丘利翁满脸阴沉，他没有急着动手，反而在一一观察我们的实力。可很快他就注意到了人群之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你吗？切佩什，我的儿子，你快过来！这些人想毁了这座宅邸，毁了这个充满你母亲回忆的地方，他们是我们父子俩的敌人。切佩什没有回应他的话，而是低头吼道，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你甘愿沦为恶魔后，这里就再也没有母亲的气息了。闻言的丘利翁连忙解释，不是的儿子，你听我说，那个人将复活你母亲的方法告诉了我，只要有神物在手，我们很快就能一家团聚了。如果你说的那人是那个恶魔的话，很可惜他已经被我亲手消灭了。丘利翁听后瞬间瞪大了眼睛，仿佛是听到了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一样。我告诉丘利翁，你还是趁早接受进化为好，毕竟不管你的计划是什么，那都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此时丘利翁眼里恨意翻涌，你休想阻止我复活我的爱人，烦人的臭虫们都给我去死吧！眼看丘利翁即将暴走，切佩什一咬牙就冲了上去，父亲您不要怪我，母亲在离开的那一天曾嘱咐过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你，可我没能阻止你入魔，现在只能送你去投胎了。可就在他的长枪即将刺中丘利翁时，一股血雾突然从后者的身上弥散开来，轻松就挡下了这次的攻击。切佩什满脸的绝望，刚刚那一击已经消耗了他所有的力量，这都无法送父亲最后一程，现在的他已经彻底迷茫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表示已经做得够好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看着我的背影，切佩什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愧疚的神色，他知道自己在面对父亲时还是犹豫了，即便知道对方早已入魔成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异端。闻言我微微一笑，你不必感到内疚，毕竟眼前之人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家人，而你刚刚把长枪指向了他，足以证明你已经做好了将一辈子背负不孝子这个骂名的准备，因此这就够了。而我身为勇士又怎会让你一生都背着这种负担呢？至于接下来的进化就由我来进行吧。说完我直接用
用出了环扩张魔法来增加自身的魔力。这时丘利翁也对我发起了攻击，一挥手就有数十个骷髅头朝我扑面而来。见状，我直接发动多重魔法神圣之锤，数十道蓝色光柱从天而降，精准打击掉了场上所有的骷髅头。然而就在这期间，丘利翁已经用血雾凝聚出了一把血色长枪，嗖的一声，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将手中的长枪朝我掷去。李安见状连忙来到我的身前帮我挡下攻击，而剑与枪的碰撞瞬间发出了刺耳的嘶鸣声。事后李安的手臂止不住的颤抖，这家伙的力量也未免太强了吧。现在的他即使同时和3名剑术大师交手，估计也不会败下阵来吧。管家询问我该怎么办，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不是丘利翁的对手，他的不死之身能够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我表示消灭他的方法确实有，但为了目的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行。就在我们说话间，丘利翁召唤出了更多气势汹汹的骷髅朝我们袭来，而我则是抬手一勾发动了多重魔法火墙，瞬间一道由熊熊烈火构成的火墙将我们保护了起来。这时李安与管家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你哈尔你就放心的准备吧，无论你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都会为你争取到的。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切佩什也走上前来准备帮忙，他现在已经彻底放下了对父亲的心魔，如今唯一的愿望便是希望父亲丘利翁能够安息。而丘利翁在看到儿子真的要与自己为敌后，他不理解儿子为什么非要站在他的对立面，明明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复活他的母亲，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按照贤者的指引在努力。对方说需要祭品，他就献祭了差不多半个领地的居民；对方说需要地下城中的神物，他便毫不犹豫地去挑战地下城，哪怕是头破血流他也从未放弃，以至于最后都感动了坟墓守护者奈芙蒂斯，主动违背规则将神物交给了他。想到这，丘利翁怒吼一声，明明我马上就可以复活死去的妻子，复活所有因为献祭而死去的居民，可你们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来阻止我？面对父亲的指责，切佩什愤怒地吼道，您为什么就不明白自己被人利用了呢？那个贤者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帮您实现愿望，他想要的从来都是一个能为他实现目的的怪物而已。闻言的丘利翁停下了手中的攻击，同时在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恐惧，你们肯定是骗我的，我所做的这一切怎么可能是徒劳呢？这时他的脑中想起了贤者的告诫，未来你将会被错误的幻象所折磨，只有克服它你才能完成心中所愿。想到这，丘利翁毫不犹豫的手搓了一个血红色能量弹，你们都给我去死吧，只要消灭了你们这些幻想，我的妻儿就会回到我的身边。就在这时，一道纯白的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见此情景的丘利翁一愣，纯白魔法师，难道你是教国新一代的勇士？而我趁着他愣神之际，直接发动了6阶魔法神圣之光，一股耀眼的白光自我的胸腔迸射而出，瞬间就瓦解了丘利翁的血色能量弹，同时还将他的双手焚烧殆尽。不过拥有不死之身的他有着近乎变态的治愈能力，仅眨眼的功夫就将双臂恢复如初。臭小子，你别太嚣张，即便你是勇士又如何？这里可是我的地盘。说罢，他抬手一挥，利用血雾创造出了上百把血色长枪。见识过这一击威力的我很清楚，仅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是扛不住这么多发血色长枪的。不过拥有神物的人可不仅仅只有你一个。召唤出赛特后，我询问他能不能硬控丘利翁3分钟，因为之前我通过扒开贤者的脑袋得到了反转咒语，而现在距离破解咒语被启动还剩下3分钟。赛特表示没问题，别说3分钟，就算是2个半小时他都能办到。随后只听轰的一声，一道强烈的绿色风暴瞬间席卷了全场，被限制在风墙中的丘利翁大惊失色，这是神物的力量，你怎么会掌握这种力量呢？闻言我呵呵一笑，你这种人渣都能拥有神物，我身为勇士手握一件神物不是很正常吗？而且我的神物是靠自己攻略得来的，可不是你那种靠同情所赐予的神物能比的，所以你别想摆脱我的风暴。丘利翁听后嗤笑一声，即便你的神物比我强又如何？可时间是永远站在我这边的，你觉得你那短暂寿命能与不死不灭的我相抗衡吗？大不了我跟你耗个100年，活活拖死你。我用手指比出了一个1的手势，我可没打算就这样跟你耗下去，你还是好好珍惜你最后的1分钟吧。随着读秒的结束，数十个由魔法环链接而成的魔法阵便出现在我的身后，而在我口中念出解除永生这4个字后，现场所有的血色长枪轰然碎裂，而丘利翁的手臂在接触到法阵的一刹那直接炸开，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手臂无法复原，此刻他才意识到他那引以为傲的不死之躯，在我刚才的攻击下已经被破坏了不死的属性。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不愿相信我能摧毁他的不死之身，因为那是需要无穷的生命和魔力才有可能办到的，而他会有这样的疑问也很正常，毕竟凭我现在的实力想做到这点简直是痴人做梦。只可惜在这座地下城中，他掌握的仅是神物而已，而我拥有的则是整座地下城的管理权。此刻丘利翁依旧在叫嚣，我早就成了神物的主人，即便你是地下城之主也没权利掌控神物的力量，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你的神物是因被守护者同情而获得的，这种违反规则的方法是不会被阿夏勒认可的，所以我身为地下城之主自然有资格操控它。原来是这样吗？丘利翁神情落寞地躺在地上，没想到我费尽心力所做的一切到头来竟是一场空。就在他闭眼准备等待死亡降临时，一双手轻轻地托起了他的脑袋，父亲，这次请您不要再逃避了，您需要为自己造成的灾祸而道歉。孩子，我没有错，我所做的这些都只是为了找回你的母亲。此刻切佩什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大喊道，您要是没罪的话，那些被您的贪念所牵连的人又有什么罪呢？还有被迫背负起众人牺牲的我又算什么呢？您知道我有多讨厌您赐予我的这个不死属性吗？因为它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世人所遗弃的状态，而且我今后估计也会一边怨恨您给我的祝福，
一边生活吧。看到儿子如此的悲伤，邱丽翁终于为自己曾经的行为感到后悔。虽然她很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得到儿子的原谅，但她却不敢奢求，毕竟自己的行为确实给窃佩石带去了巨大的伤害。就在这时，窃佩石的声音再次在他的耳边响起：“不过父亲，无论您做过什么错事，您依然是我最爱的人。今后我会好好活下去，为您赎罪的。希望您在另一个世界能和母亲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闻言的邱丽翁缓缓地抬起了头，而她的目光在触及到墙壁上一家3口的幸福合照时，她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与多年来的心魔。对不起，孩子，是我给你添麻烦了，以后领地内的居民就麻烦你好好照顾。说完，他伸手一把刺入了自己的心脏，紧接着一颗散发着红光的宝石出现在他的掌心。勇士大人，这就是你想要的神物。从今以后，我不再需要他了。我冷冷的开口：“你不想跟窃佩石多交代几句了吗？”他伸手摸了摸窃佩石的脸颊：“我想不用了，因为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而我想说的也只有一句：儿子，一直以来我真的很对不起你。”在解决完邱丽翁事件后，我便带着神物来到了地下城里。奈弗蒂斯一眼就看出了我此行的目的。您是想要将神物刻印在身上，对吗？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表示我通过了地下城的考验，确实有资格刻印它。说完便抬手为我刻印了起来。下一秒，一朵朵金黄色的花瓣爬满了我的右臂，紧接着一个花瓣图案的印记出现在了我的右手之上。而就在我准备离开之前，我询问了奈弗蒂斯对于此次事件的想法。奈弗蒂斯表示一切都是他的错，他的本意是希望邱丽翁那个孩子能用神物去施恩不得，却没想到他竟会做出这种事。这确实是你的问题，你在给予对方神物之前就应该经过深思熟虑才行。所以作为惩罚，我将不会关闭这座地下城，而你也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思考一下吧，说不定很快就有新的挑战者找上门来。当然在此期间我会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在安排完奈弗蒂斯后，我开始着手处理起了土地污染的事。可我发现那些被污染的土地并没有随着邱丽翁的死去而恢复，反而还有一丝加重的去向。为此我不得不动用神圣力开始手动净化，只是这效率有点感人。赛特告诉我，这一带的污染要想完全解决，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我们没有义务一直守护在这里，毕竟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闻言我无奈一笑，谁说我要亲自净化这片土地的？你忘记我爹是瓦普吉斯侯爵了吗？对于我们这种魔法师家族而言，解决这些污染无非是多花点钱罢了。至于这片土地，我还有大用处呢。就在这时，身后响起李安的声音，转身就看到他正急匆匆地朝我跑来。米哈尔村里来了一位身份高贵之人，他的地位别提有多高了，你快跟我回去看看。我笑着表示不用了，你说的那人应该是林顿公爵吧？李安一愣，你小子怎么会知道的？难不成你会读心术？读心术我是不会，只是因为公爵阁下此刻就站在你身后。随后我和公爵来到一间小酒馆，公爵说明了他此行的来意，是替皇帝陛下来赏赐我的，因为我彻底解决了邱丽翁事件，帮助帝国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危险，而且还可将这片领地重新收归帝国所有。所以米哈尔，你决定好自己想要什么了没？我看了一眼林顿公爵，一上来就要赏赐我东西，有点不符合他老狐狸的人设呀。不过对于奖赏什么的，我早就想好了。我直接开口表示自己想设立一个禁区。林顿公爵多狡猾，一下就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那就是想将邱丽翁原先拥有的领地全部拿走，建立一个只属于米哈尔的自治领地。只听砰的一声，林顿公爵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木桌之上。米哈尔，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说罢，他的眼睛猛然瞪大，紧接着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出现在我的身上。对此我很是无语，这林顿公爵是只会这一招吗？当初刚重生去找艾琳退亲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自身威压恐吓我，如今我都成勇士了，这招对我可不管用了呢。见我能如此从容地承受住他的威压，林顿有点惊讶，这家伙的实力提升得这么快吗？米哈尔在帝国将领地设为禁区是违反法令的，你这是明知故犯。你要求的这个赏赐我无法满足你。我淡然开口，公爵阁下，若这是一块普通的土地，我肯定是不敢这样说的，但你清楚要想保护这片领地需要投入多少的兵力吗？公爵听后伸出了一根手指，他表示出动一个伯爵领的守备兵力就足够了。闻言我直接开口打断了他，公爵阁下，您说错了吗？此地至少需要公爵领的全部兵力才行。林顿听后猛地起身，这不可能，就算恶魔再怎么危险，也没必要投入如此多的兵力吧？那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恶魔，与恶魔的战斗和与人类的战斗，从本质上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人类之间的战斗说到底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实力较量，但和恶魔之间的战斗则是种族之争。那些家伙不仅难缠起，还是不祥的存在，要想彻底消灭一只恶魔，更是需要有神圣力的加持才行。林顿公爵沉思了一会儿，你说的我都能理解，但我不明白设立禁区与恶魔之间又有什么干系呢？见对方有所动摇，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打算在这收留那些非人的存在，以及受黑魔法或恶魔影响而变得扭曲的受害者们，因为他们无疑不是超强的战力，只要多加培养他们，未来可全都是恶魔猎手。见公爵依旧沉默不语，我提议他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帝国一旦拥有禁地，就等同于掌握了压制恶魔的力量，而且首都上次刚经历过丑恶君主的大恶魔事件，我相信皇帝陛下一定会同意我的提议。既然你话都说到这里了，那我立马就去禀报陛下，就让我们在这静候皇旨吧。随后我去墓园里找了正在祭奠父母的窃佩石，我询问他接下来有何打算，接着又告诉他不死之身的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虽然不死的诅咒在所有的诅咒中都是极为复杂的存在，但凭借我前世9环大魔导师的理论，只要多花费些时间还是能够破解的。可我的话刚出口就遭到了窃佩石的拒绝，他说经历过这次事件，已经深刻认识
识到了恶魔绝不能存在于世界，而一旦他失去不死能力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普通人，那他就再也没有消灭恶魔的能力了。对于他的这种想法，我还是很开心的，毕竟前世的他可是号称不死之王的最强恶魔猎手。只是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他的复仇之心，虽然对恶魔的憎恶在我看来并不是坏事，可一旦被复仇之心吞噬掉自我的话，那于他而言可是最大的不幸了。所以今后我对切佩什的最大责任便是绝不让他越界。我笑着告诉切佩什自己会帮助你复仇的，只要是恶魔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只。随后我当场向切佩什讲述了我的禁地计划，如何将这片领地打造成猎手的领域，针对恶魔的进攻制定对策，以及此刻正与皇帝陛下进行的交易，通通都告诉了他。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做我领地中的恶魔猎手头领呢？切佩什闻言一愣，虽然很想答应，可他却认为自己是丘利翁家族的人，是引起那场灾祸之人的儿子，所以根本就没有资格担任这个首领的职位。对此我朝他自信一笑，我看人的眼光向来很好的，上次的战斗你已经展现出了应有的勇气和意志，所以请你挺起胸膛吧，没有人能比你更适合这个职位了。听到这话的切佩什直接向我跪下，勇士大人，我愿意接受您的任命。就这样，我成功的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势力，接下来只要等皇帝陛下的消息就行了。而收到我想建立自治领地消息的皇帝，第一时间就召见了我的父亲瓦普吉斯侯爵。老实说，侯爵，我对你儿子的行为不是很高兴，因为勇士与魔法师原本是各自独立的存在，可如今却让你儿子给结合到了一起，这本就对帝国的统治产生了一丝威胁。如今他还敢向我索要丘利翁的土地来当他的自治领地，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好好解释一下呢？侯爵对此也很无奈，他表示米哈尔那边的情况已经不是他能掌控得了的。他不是你的儿子吗？皇帝有点好奇地问道。陛下也不怕您笑话，那家伙就是个逆子，在家里我就管不住他，现在他人在外面我就拿他更没有办法了。就像此次的丘利翁事件以及他想要建立禁区的想法，事先他就没对我透露过丁点消息，而且我认为现在并不该纠结谁成了勇士，而是要明白选出新勇士意味着什么。不知陛下有没有听说过前不久在首都发生的大恶魔事件？你说的是丑恶君主在我眼皮子底下培养势力的事实吗？这确实是挺令人不爽的。侯爵接着说道，勇士本就是为了对抗恶魔才出现的，因此试图预测勇士的行动是毫无意义的。皇帝冷笑一声，他明白侯爵话里的意思，你不就是想说勇士就应该是不可控的吗？接着他起身告诉侯爵，这次让你前来不是来跟你打嘴炮的，关于你儿子想要自治领地的事情我已经答应了，但你身为父亲不应该表示一下吗？也是时候该为我做点什么事了吧？看着对方脸上阴险的笑容，侯爵知道自己这是被那混蛋儿子给坑惨了，不过眼前的状况也容不得他拒绝，只能无奈地答应皇帝的要求。在他们二人商讨完的当天，我就收到了从首都传来的皇旨，上面写着自今日起，原先属于丘利翁的领地变更为米哈尔瓦普吉斯的神圣自治领地。随后我将这个消息通知给了切佩什，并交给了他一枚徽章。我告诉他这枚徽章是自己亲手炼制的一件模具，它不仅是这片领地代理领主的象征，同时还能为你隐藏不死之身所带来的邪恶气息，这样一来你就能帮我管理领地内的一切事务，而且还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你是丘利翁家族之人。切佩什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将领地交给他治理，我解释自己身为勇士是无法一直停留在这里的，寻找一位代理领主是必要的，而你作为恶魔猎手的头领，今后得一直待在领地训练其他猎手，而且身为丘利翁家族的人，你比谁都熟悉这片土地的事物，因此不管从哪方面考虑，你都是最适合的人选。接着我示意他放心，自己不会立刻离开领地的，在未来的3个月内，我会好好照料这片土地，而我们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搜寻隐藏在暗处的猎手们。回到住所后，李安第一时间对我提出了质疑，米哈尔，你真的要在这里待上3个月吗？不觉得太久了吗？我解释这些时间是必要的，毕竟我得为领地打好基础才行。说完，我将目光挪移到二人的身上，再说了，你们俩都应该耐心修炼一番，经历过这几次的恶魔事件，你们也需要时间消化一下吧。特别是你李安，相比于我们初次见面时，你的武力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不过你也能察觉到自己灵气修炼法还有所欠缺吧。而你若是想变得更强，我的建议是你要像杂草一样越来越坚韧。随后李安在我的安排下去清除领地周围所有的魔物，至于管家，我的建议就更简单了。只见我打开房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没错，我为管家安排的训练方式就是跑个1000公里，因为健康的精神源于健康的体魄。对于管家这种魔法水平即将接触到8环的魔法师而言，首要目标就是锻炼好身体。闻言的管家一脸抗拒，少爷，我哪跑得了那么远？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见状，我笑着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管家，你说哪个话？我记得你上次扛着马还能跑3天3夜，这次没有负重跑个1000公里，还不是洒洒水啊？说完，我也不管管家愿不愿意，直接拖着他就出了房门。管家，我会时刻盯着你的，要是敢偷懒的话，后果你懂得哟。就在我为李安与管家制定好训练方式后，我便着手开始改造起了这片土地。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耕种之事。看着脚下龟裂成无数细块的土壤，赛特认为这片土地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应该无法再培育出新生命了。可等他看到我脸上挂着渐渐的笑容时，他就知道我肯定有办法。米哈尔，你打算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土壤缺的是生命力，只要能为其续上就行。而我们又恰好认识一位能掌控世间所有生命气息的存在。说完，我伸手在虚空之中写下了一串魔法符咒，紧接着一道翠绿的光芒浮现在我的掌心。而赛特在看清我手中的物品后，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因为我手上捧的正是世界树的种子，而且还是一大把。他惊慌失措地询问我到底对尤格做了什么，因为世界树的种子每100年才能产出1颗，每一颗都是无比的珍贵，而我手中的这些可谓是把尤格的底裤都给掏干净了。凭他对尤格的了解，是绝不可能将所有的种子都送给我的。我示意赛特不用慌张，尤格确实给过我世界树的种子，不过他也就送了我1颗，而这些种子是我对着真品用魔力仿造出来的复制品罢了。虽说它没有世界树种子那般拥有磅礴的生命力，但应对眼下的状况还是绰绰有余的。而在种子落地的瞬间，那些接触到种子的土壤在眨眼间就生长出了青翠的树木。见此情景的
赛特惊掉了下巴，这种东西你也能做出来？你还是个人吗？对此我无奈一笑，我总不能告诉他这其实是我重生前的作品吧。不过这一是因为自己的魔法水平还不够，所以这批种子其实都是些劣品，只有1年的寿命，时间一到它们就再也无法生长了。可不管怎么说，这些树足以覆盖整片领地，而且它们还能在1年之内压制住恶魔。这时赛特询问我树木该由谁管理呢？我表示会去委托奈芙蒂斯的，他一直因为神物的事觉得对我有所亏欠。对于我的提议，赛特满意的点头，由心善的奈芙蒂斯负责照顾这些树木，肯定会生长得很好。还有你为它们取好名字了吗？闻言我一愣，名字什么的自己确实没有想过，不如就叫梦之树，你觉得如何呢？赛特一脸嫌弃，你取名的水平真的好烂啊。很快时间来到几天后，此刻我正通过魔法水晶在和父亲通话，因为解决完了耕种之事，如今领地的问题也只剩下丘利翁遗留的污染了。父亲，我的领地需要瓦普吉斯家族的支援，我把需要的东西全都发给您了，麻烦您早点给我送过来。尼奥德可真理直气壮啊，勇士，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缘故，前不久我可是被皇帝陛下狠狠教育了一顿。说着父亲还掏出了他当近战法师时所用的棍子。说真的米哈尔，你要不是我唯一的儿子，我肯定毫不犹豫地打断你这逆子的狗腿。随后我们父子俩就开展了一次极为和谐的交谈，最后的结果是父亲双眼喷火地答应了我所有的请求。对了逆子，虽然我帮你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来自陛下的压力，但陛下还是要你去首都一趟，他想和你好好谈一谈有关勇士的事。闻言的我顿感头疼，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不过既然是皇帝亲自下的命令，我也不得不去首都一趟。此时一旁的管家正在做我制定的力量训练，也就是悲剧时做10000个俯卧撑。我叫停了管家，告诉他自己要去首都一趟，时间应该不会太久，这段时间内领地的事务就麻烦你处理一下。而管家在得知我是去面见皇帝后，整个人都愣住了。少爷，你什么时候又招惹到皇帝陛下了呀？次日清晨，我早早的就坐上了前往首都的马车。赛特打量了一下周围，好奇到李安怎么没跟来。你俩不应该是形影不离的吗？你别乱瞎说，我跟李安是很正常的兄弟关系，我可不喜欢男人。眼看这个话题继续不下去了，赛特便跟我说了另一个消息，那就是随着我体内神圣力的增强，他也有了些变化。闻言我一愣，你口中的变化是什么意思？赛特一脸傲娇的开口，你求我一下，我就展示给你看。而他口中的变化其实就是把他那18厘米的小身体变成一个正常人的体型。不过这也挺让我意外的，因为自从我施展时间冻结魔法将他带离地下城后，我原以为他一辈子都会保持这个小个子的状态，却没想他居然还能自己恢复成原样。所以说这个样子你能维持多久呢？赛特表示每天差不多能坚持个24小时。随后他又向我展示了一下目前的实力，仅仅是小手一挥，我瞬间就觉察到了周围怪兽的气息消失了一大半。正当我对此感到震惊时，空气中却忽然响起了皮球漏气般的声音，原来是赛特的后脑勺破了个洞，体内的气体在不断的外泄。随后在他扑腾了几秒后，他的身体又恢复到之前18厘米的小短腿模样。你不是说自己每天可以维持24小时的吗？这怎么连3分钟都没有坚持住啊？可能是我太过兴奋，一下子没控制住力量，把变身的时间都用完了。赛特有点不好意思地敲打了一下自己的小脑袋，不过对此我却并不介意，谁让我更喜欢他小短腿的模样？因为离抵达首都还剩一些时间，于是我决定挨个盘点一下重生后的各种战果，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身上的3种带有神圣力的纹样，它们分别是世界树的神圣力、2件神物所提供的富饶与暴风之力，以及鹤考的圣痕。随着我不断的感知，我发现体内的魔力与这3种神圣力早已混合在了一起，特别是世界树和富饶几乎已经融为一体了。就在这时，赛特突然发出惊呼声，原来在我感悟期间，身体竟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树木，而这种能力是德鲁伊才会拥有的呀。德鲁伊与魔法师虽然都能操控各种魔法，可两者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魔法师靠的是魔力的力量，而德鲁伊则是依靠自然的力量。他们不仅可以获得花草树木的帮助，还能得到各种动物的能力。对于眼下的状况，我陷入了沉思。自己身为人类，明明没有与生俱来的自然亲和力，可现在居然能树木化，这还真是令人有点意外呢。对此，赛特则是一脸懵，他不理解我一个人类是如何做到将尤格的力量和富饶合为一体的。要知道，神圣力可不是人类能轻易运用的力量，而教国那些人之所以会拥有神圣力，也是因为鹤考将神圣力调整过后，他们才能勉强调用。可我现在却能直接将最纯粹的2股神圣力合二为一，简直是超出了赛特的理解范畴。不过对此我却有一个猜想，那就是鹤考曾说过我是可以成为半神的人，这件事兴许就与之有关。正想着，眼前的一道身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定睛一看，马车里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只小精灵，呆头呆脑的极为可爱。小家伙，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呢？闻言的小精灵抬手指了一下自己，你是在问我吗？我也不知道是谁，不过我知道你是我的爸爸，我想要和你亲近。说完，他转过身就开始扭动起了小屁股。赛特见状一愣，这小家伙在干嘛呢？难不成他是鼹鼠吗？扭完屁股后，小精灵朝我靠近，而他手上此时多出了一片金黄的树叶，没想到居然是泰西斯的灵草，那可是能让所有炼金术士们争得头破血流的魔法药材。因为只要是炼金术士都有一个夙愿，那就是做出万能药，而泰西斯的灵草正是制作万能药的所需之物。小家伙，原来你刚刚扭屁股是为了制造它呀？此时小精灵已经将灵草交给了我。小精灵一脸开心地说道，爸爸，我们初次见面，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我不是你爸爸，还有我不是炼金术士，对你的礼物不感兴趣。闻言，小精灵顿时晴天霹雳，呜呜，爸爸这是不要我了吗？见小精灵被我欺负，赛特揪着我的头发让我不要开他的玩笑，这孩子肯定是在你觉醒的过程中诞生的，所以你要对他负责才行。看着小精灵那沮丧的模样，我也是非常无奈，虽说不想喜当爹，但赛特说的没错，这小家伙是因为自己才诞生的，还是得负起这个责任才行。好了，我收下你的礼物便是。闻言的小精灵一扫刚刚的阴霾，脸上的笑容那叫一个灿烂。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小精灵说自己没有名字，希望我能给他取一个。就这样又来到了我最不擅长的取名环节。回想起他刚刚制造泰西斯灵草的样子，像结
极了鼹鼠，于是我决定为他取名为鼠鼠。闻言，赛特一愣，来到我的耳边小声吐槽道：“你这家伙要不要这么敷衍啊？他可是你第一个孩子，起名至少得有点诚意吧？”怎料小精灵听后却是十分欢喜，一直开心的叫着鼠鼠二字。我趁机嘲讽了一下赛特，谁说我取名水平烂的？你看他不是很喜欢吗？由于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意外，我们很快就抵达了首都。赛特一下车就问我是不是要立刻去面见皇帝，我淡淡的说了个不字，因为我可不想在与陛下的谈判中落入下风。我先是去拜见了阿列伊大主教，对方十分的热情，握着我的手就称赞个不停。不过话说回来，勇士大人你怎么会突然来我们神殿啊？难道是教国总部那边下达了什么任务吗？我告诉他自己是来拜见陛下的，只不过我需要你提供一点帮助才行。闻言的阿列伊神色一正，勇士大人你也知道的，近些年来帝国与教国关系并不是十分的融洽，双方也仅是维持着表面上的体面罢了，所以我应该是无法为你提供帮助的。听到这话的我嘴角却是勾起了一抹坏笑，别拒绝的这么快吗，大主教？据我所知你在首都深耕那么多年，手里可是掌握了不少有关陛下的黑历史。此话一出，阿列伊大主教当场就傻了，你怎么会知道的？我笑着表示自己可是勇士，你们大主教们的所有信息我可是了如指掌的，还有你也别想着拒绝我，你应该很清楚我是一个比起让自己吃亏更喜欢看别人陷入窘境的人。与此同时，在首都的另一边，一个男人正对着窗户发呆，手下的护卫报告小瓦普吉斯已经到首都了，现在正与阿列伊大主教在交谈着什么。男人听后小声的咒骂了一句：“该死，为什么偏偏是那个傻小子成为了勇士？”而说话之人正是常年居住在首都的格利伯斯侯爵。他之所以会这么的讨厌我，全是因为我的父亲瓦普吉斯侯爵。据说两人曾是情敌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我的母亲还是选择了我的父亲。自那以后，格利伯斯侯爵就憎恨起了整个瓦普吉斯家族。侯爵大人，小瓦普吉斯已经现身首都了，需要属下做什么吗？格利伯斯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虽然那个腐败至极的教国如今已毫无信用可言，但陛下亲自召见他，说明皇帝有了偏向瓦普吉斯家族的趋向，而他绝不允许帝国四大家族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随即便开始思考起了该如何对付我。另一边的我正在感叹人生为何总要经历如此多的曲折。就比如说现在的我被父亲一把拎过头顶，从他那想杀人的目光中不难看出，父亲是真想好好疼爱我一番。原来在几分钟前，我从阿列伊大主教那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可刚走出神殿没几步，背后却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儿子，你这是想去哪里啊？”我的内心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转头一看，发现来人果然是我的父亲瓦普吉斯侯爵。他不仅眼神凶狠的吓人，手里还拿着当年他当近战法师时使用的大木棍。父亲，儿子，我想死你了，但您能不能先把手里的棍子放下，我们好好聊一聊。侯爵掂了掂手中的棍子，表示这就是我的聊天方式，为什么非要把它放下呢？再说这世上有哪个父亲会用棍子打断孩子的腿呀？说话间，他的脸上露出一抹坏笑，我则是在心里腹诽道：别的父亲可能做不出来，但你还真不一定。对了，父亲，您不是说已经回领地了吗？现在怎么又突然出现在首都呢？当然是想和你这家伙好好谈谈最近发生的事啊。说完便举着木棍追了我一路，是要打断我的狗腿。随后侯爵带我回了首都内的住宅，现在来谈谈你要面见陛下一事吧。看你的神情倒是十分从容啊。我表示就算心慌意乱又有什么用呢？已定的事情是改变不了的。说着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而且对于说服陛下共同对抗恶魔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四大家族。整个帝国其实是由一个个贵族组建而成的，而在这么多贵族中，四大家族是最有权势的，他们无疑不是帝国的支柱，但截止目前，我可以信任的家族也只有林顿家族和瓦普吉斯家族。闻言的侯爵沉默了片刻，那你的意思是剩下的两个家族有问题吗？一想到格利伯斯那个家伙，侯爵就感到头疼。如果非要说哪一家会出现问题，那想都不用想，必然是格利伯斯家族。随后侯爵询问我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我告诉他自己已经想到了可以压制格利伯斯家族的办法，只是需要父亲您的帮助才行。在告别父亲离开住宅后，赛特便忍不住地吐槽起了我和侯爵的关系。你们这父子关系还真是奇特，要不是看你和侯爵都是红瞳黄毛，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了。这时我的眼神突然一瞥，目光死死地盯住一旁的小象，我们好像是被人跟踪了呢。紧接着我立马开启探知能力，很快就发现跟踪者总共有3人，右边2个，左边1个。他们是黑暗势力工会的人吗？虽说我早就料到会派人跟踪我，可这种跟法也太没水准了吧。就在这时，我的背后传来轻微的震动声，我立马意识到这3个人是故意吸引我的注意力，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人，而他才是真正负责跟踪的人。虽然甩掉这个家伙对我而言轻而易举，但我还是很想看看，在我进化掉勾鼠这个首都最大的黑暗势力后，如今的地下黑暗势力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毕竟要是因为大意再出现一个像丑恶君主那样的大恶魔，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必须得去确认一下。而此刻负责跟踪我的女孩探头看了我一眼，她就是传闻中的那个勇士吗？看她那细胳膊细腿的模样，真的有能力进化掉首都大恶魔和丘利翁吗？对此女孩抱有深深的怀疑。正当她想着该如何调查我时，却猛地发现街道上已变得空荡荡。见状的她大惊，这是什么情况？我不过是走神了1秒钟，他人怎么就突然消失不见了呀？随即她暗骂了一声，该死，我居然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接着她的目光在人群中疯狂扫视，现在必须要尽快找到他才行。你在看哪里呢？我笑嘻嘻地出现在女孩的身后，下一秒我的眼神变得冰冷无比。如果你不想现在死的话，就告诉我你是哪个组织的人。闻言的女孩瞬间化身为一道黑影，一个腾挪间就与我拉开了距离。随后她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了人群之中。她不明白我是怎么发现她的，毕竟她的隐匿能力就连大师级别的高手都无法识破，而我却能一眼将其看穿。现在有一点她非常的确定，那就是我确实拥有勇士之才，必须得将此事上报给工会才行。为了能甩掉我，她还特意的绕了7、8次远路。回到工会门口前的她已经累得
气喘吁吁了。这下终于安全了吧？可他话还没说完，我的身影便出现在他的身边。原来你们的据点在这是吗？妹子顿时像见了鬼一样的大喊：“你是怎么跟上来的？”我没有回他的话，反而是直接拆穿了他的身份。从你刚刚施展的影子隐身来看，你应该是个暗黑精灵。原来勾鼠死后是塔利亚吞掉了他的领地吗？妹子听后变得无比警惕。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塔利亚的人？我呵呵一笑，这很难吗？暗黑精灵控制的黑暗势力不就只有塔利亚一个吗？是个人都能想到吧？随后我要求女孩给我带路前去她的工会，但妹子却是一脸害羞，食指不停互戳着询问我能不能分道而行。毕竟她好歹也是工会的一位干部，就这么的被我压着回去太丢脸了。对于她的提议我自然是拒绝的，随即我抬手就用出了入睡魔法。妹子在丢下一句你这个混蛋后，便两眼一翻直接晕死了过去。见状的赛特吐槽我没绅士风度，他看着那么可怜，你就不能关照他一下吗？我可没必要善待黑暗势力工会的人，而且这家伙就算是像狗一样被我拖回去，工会里的人也不会说他什么的。我的话瞬间引起了赛特的好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一眼怀中的妹子，冷冷的说道，因为她可是塔利亚工会会长的养女。